天目山脉距离天北城极其遥远，足有着接近10万里的距离。饶是以萧炎的速度，带着两女，也是花费了10几天的时间才抵达此处。而到了这里后，天空之上的斑斓能量已经汇聚到了一个层次，距离能量潮汐的彻底爆发，也只有2、3天的时间。天目山脉，即便是放眼整个中州北域，名声也是极为响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自然便是那每3年出现一次的天山血潭。那种神效，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拥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绝大部分人，又是以年轻一辈为多，因为血潭的那种脱胎换骨、助人突破瓶颈的神效，对于年轻一辈效果更大。如今正是3年一度的能量潮汐爆发，因此天目山脉之上聚集着密密麻麻的身影，颇有一种等待开门抢夺购物的场景。饶是萧炎也有些头痛，算了，走点后门吧，懒得跟他们争了，欺负小朋友也没什么意思。带着两女穿越了封锁，潜入了天目山脉当中。萧炎吐槽道：“虽然天山血潭分为斗皇和斗宗2个大段，但是绝大多数来参与的人都是斗皇强者。而对于如今的萧炎3人组来说，打斗皇就跟打小孩子一样，纯属玩弄。而且在那些人当中，萧炎也没有找到那几个熟悉的身影，或许是他们如今太小，还没有展露出来自己的天资。况且萧炎也知道，是金属家族放出来给予外界的天山血潭名额，并不是最好的，其中还有着更加优异的选择。相比起那里，名额提供的天山血潭修炼名额不过是9牛1毛罢了。萧炎，莫非你以前来过这里？怎么对此处如此熟悉？呵呵呵，我观2位身上火毒已经是侵入内脏，要是不治疗，恐怕不仅修为难以提升，寿元也会大大减少。不如我们做个交易。耸了耸肩，萧炎带着几分笑意看向了2人，开口道，挠了挠头，打了个哈哈。萧炎编了个理由，将之塞搪了过去，但笑着说道：“美杜莎女王一路上积累的困惑，终于忍不住了。”她悄然询问道。而听闻这般话语，一旁的小医仙目光也是扫了过来，那对仿佛会说话的似水眸子里，仿佛也在对着萧炎说着同样的话语。哼，2位长老莫要见怪，我等3人前来，自然是为了天山血潭。潮汐未曾来临，几位还是再等等吧。而且，你等这般做法，可是违背了当年你的约定啊！萧炎放开的气息很快就引起了注意，不出10分钟的时间，只见2道强横的气息自远方发出，随后2道鼠头人身的身影凭空踏来，气息之强横，足有斗宗巅峰的强劲实力。一道鼠头人身的身影踏前一步，带着些许警惕的开口道：“属于斗宗巅峰的强横气息，从他的身上激发开来。”显然，萧炎3人给了他极大的不安之感。要知道，在他们3人踏上了天目山脉顶端的时候，2人都没有察觉到一丝一毫的不对劲。直到萧炎主动放开了气势，才让2人惊觉。不过，最让他们警惕的还是美杜莎女王。萧炎在察觉到2人到来之际，已经收起了气势。从表面修为上来看，萧炎不过是斗皇，美杜莎女王则是斗宗。至于小医仙，不过是高阶斗灵，距离斗王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美杜莎女王在见到2人出现的刹那，眉头骤然紧缩，就在萧炎身后，想要踏前一步，但是却被萧炎轻轻抬手阻拦。而一旁的小医仙则是轻车熟路地躲在了萧炎的身后，将2人护至身前。看着他们不断变化的神情，萧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副高深莫测的温和表情，轻笑着说道：“不用惊讶，这些东西，我身为一名炼药师，看得出来还是很轻松的。天山血潭每3年吸纳一次潮汐能量，但是效果最好的还是那沉寂在血潭底部的。说我来过，也确实没错。”金谷的怒斥并没有吓住萧炎，有着潜意识记忆的他，自然知道金谷、金石2人的软肋。听闻萧炎的话语，原本还有些怒意的2人，当即瞳孔骤然紧缩，脸上浮现出些许惊骇的神色，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萧炎的身上。他们压根没有想到，萧炎可以看出他们身上的火毒。萧炎呵呵一笑，毫不避讳地说出了此行前来的目的，而他的话语也让金谷的眉头皱起。他当即带着些许怒低喝道：“现在还未到能量潮汐爆发的时刻，3位为何无缘无故闯我天目山脉？其实我之前独自历练的时候，得到过一处奇遇，关于天目山脉的事情，都是从那里得知的。”听闻萧炎的这般理由，美杜莎女王虽然有些疑惑，但依旧释然了，不再继续追问下去。虽然天目山脉中有着足以遮蔽视线感知的迷雾，以及无数强大的魔兽，但是对于萧炎3人组来说，却算不得什么。不说别的，光是以萧炎如今强大的灵魂力量，便是能够将天目山脉里面的所有魔兽感知隔绝。就连掌控着天目山脉的是金属家族，也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且不仅如此，天目山脉能量潮汐那压制修为的力量，也对萧炎没有多大作用。毕竟如今他的肉身修为，相比起他的实力来说，差得有点远了。即使有着萧炎的带领，3人攀登到天目山脉顶上的时候，依旧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在这里，萧炎示意2女停住脚步，随后将自己一直压抑着的灵魂力量也放了开来，磅礴灵魂力量透体而出，
气息之强，甚至将周围的滚滚白色浓雾也卷吸得不断翻滚，一时间此处宛若仙境一般。顿了顿，萧炎看着神情变化的金谷金石二人，抛出了自己的筹码，沉声说道：“我治好二位，用来换取血潭底部修炼的机会，如何？”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当即砸在二人心头，让他们心神震动不已。平心而论，天山血潭确实有着一些能够帮助人突破瓶颈、提升修为、淬炼肉体的功效，但是这却并不明显，最大的作用程度还是在斗皇巅峰徘徊了许久的人，有助于突破斗宗。在金谷和金石等人看来，对于如今的萧炎等人，这个天山血潭的用处并不大。本王不去，你自己商量便好。美杜莎女王轻轻瞥了一眼有些犹豫的两人，淡淡的说道：“她已然是斗宗的层次，天山血潭对她本身作用就不大，况且她是蛇人一族，天生属性就是偏向于寒冷，对于这等炽热的火毒来说，可谓是事倍功半。至于小医仙，她如今不过是高阶斗灵，即便是恶难毒体这等玄妙的体质，但是也难以承受天山血潭的冲刷，只怕是进去不久之后便会化作飞灰，无福享受。”而原本以为要拿出两人名额而有些犹豫的金谷金石两人，也是骤然间眼神一亮，旋即再度商量了一番后，这才对着萧炎说道：“好，既然这样，那便依你，用一次进入天山血潭深处修炼的机会来换取你为我们清除火毒。待等能量潮汐出现之后，我便带你们过去。”听闻此言，萧炎的脸上挂上了一抹微笑，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而是轻笑道：“哼，金石长老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就要进去。”萧炎的话音刚落，金谷和金石的眉头便是皱了起来。要知道，如今能量潮汐未至，可不到开启天山血潭的时候，他们刚想要反驳，但萧炎的下一句话又来了。只听他说道：“两位长老，天山血潭的能量磅礴，每一次开启天山血潭，无人能够全部吸收，日积月累下来，在那天山血潭底部累积的能量，可是到达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啊！”听闻萧炎直截了当地道破了天山血潭底部的秘密，金谷和金石的脸色上都是有了些许的变化，其中甚至有着一抹寒芒冒出。但是还没等他们回话，早就胜券在握的萧炎则是继续道：“若是你们答应下来，我现在便可为你们清除体内淤积的火毒，怎么样？这笔交易如何？”听闻萧炎的话语，原本准备发作的金石和金谷二人，则是像是被抓住了脖子的大鹅一样，有些发不出声。好半天后，他俩才点了点头。金谷眼神复杂的说道：“既然如此，那边依你。不过老夫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你无法为我们驱除火毒，那么别说是这笔交易，从今往后天幕山脉都不会欢迎你们。”这是自然。萧炎淡然地回答道。在两人的带领下，萧炎三人跟随着他们前进，莫约过了半个时辰之后，便是来到了一处凉亭。而萧炎也是毫不客气地走了过去，一手一个搭在了二人的手腕处，双目微微闭合，一抹斗气夹杂着灵魂力量透体而出，直接潜入了两人的体内。好半晌后，萧炎这才睁开眼睛，一抹寒光冒出，带着几分自信，他轻松地说道：“虽然你们被火毒淤积得很深，但是这种程度我能驱除。”话音落下，萧炎便是直接从那戒中取出一个玉瓶，其中上蕴含着清凉的感觉，将之递给两人之后，萧炎再次说道：“接下来驱除你们体内的火毒，之后你们服用这个丹药静养便好。”在为将信将疑的金谷金石二人驱除完火毒之后，原本还有些质疑的两人，这下子彻底信服了，看向萧炎的目光也充满了火热。要知道，以前为了驱除火毒，他们也请了不少知名的炼药师，不过他们都束手无策。如今萧炎这般轻松地帮他们解决，这让两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个年轻人至少是7品的炼药师，这般年纪便是有着这样强大的天赋，况且还对我们有恩，只可结交，不可得罪。金谷和金石做出了决定，随后他们便带着萧炎前往了天山血潭。在那里已经凝聚出了许多如同血液般浓稠的炽热能量，但是相比起那巨大的深坑，血色的能量液并未填满，大约占据了2/3左右。我先下去了，一段时间后回见。萧炎挥手告别了二女，一个猛子扎了下去，随后双腿摆动，朝着天山血潭的深处游了过去。而在他的体表，一层淡淡的火焰包裹着，将一切胆敢入侵体内的火毒全部烧干净。越是随着萧炎的深入，能量越是浓郁不已，不过随之而来的火毒也是越发越严重，让人胆寒。若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火毒足以致命，没看见金石这等堪称斗宗巅峰的强者也被这火毒折磨得死去活来吗？对于一般斗皇级别的小家伙，这火毒沾染到的一瞬间便是足以致命，但这对于有着异火护体的萧炎来说不过是笑话罢了。他能够无视这一切，只是享用这浓郁的能量。很快，萧炎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天山血潭的底部，感受着坚实的地底，萧炎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欣喜的神色，随后盘坐下来，双目微微闭合，他在心中呢喃道：“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这一次的突破收获应该会非常大。”几天之后，
天山血潭正式开启，许多人经过连番的角逐，获得了进入天山血潭的机会。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在天山血潭的地底有着一个提前进入到其中的老六。待得他们都离去之后，血潭底部的萧炎猛然睁开双眼，感受着目前已经提升到几乎极限的肉身以及修为，旋即一步踏出。轰！伴随着血潭表面的炸响，一处水柱出现，随后一道黑影落在岸边，带着几分笑意。这一次，萧炎的收获非常大，不仅肉身提升到了目前的极限，8级崩和霸龙拳的威力大增，就连修为也提升了巨大的幅度。从初入斗皇不久，一跃跨入到8星斗皇的层次，气息隐隐还在向着巅峰，即使距离斗宗也不过一步之遥。倒不是说萧炎的斗气修为不能继续提升，其实他已经提升得太快了，若是再度提升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斗气虚浮之类的效果，到时候反而会拖慢变强的速度，得不偿失。如今的萧炎已经到达了短暂的极限，想要继续变强，要做的就是恢复灵魂力量。2道人影连袂而至，几个起落间出现在岸边，其中一道身影丰满的娇躯被华贵的淡紫色衣袍包裹，柔顺秀发的倾斜，脑后还扎着一只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簪子，面容绝美，带着些许的魅惑。另一道身影则是穿着淡雅的素裙，身材虽然不如另一位女子一样高挑丰满，但是却也玲珑有致，尤其是在那堪称盈盈一握的纤细腰肢上，还系着一根淡绿色的丝带，显出分外的气质。她的面容精致，略显偏灰的秀发倾泻而下，披在肩后。他们2人正是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见到萧炎出关，经过10几天等待的小医仙总算是散去了心中的那一抹焦急担忧，轻声道：“萧炎，你出来了。”萧炎略微点了点头，而一旁的美杜莎女王则是偏过头去，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萧炎却敏锐地看得出，在他眼底那一闪而逝的情绪，不由得让他心中发笑，自己的攻略奏效了。萧炎，你是不是变强了一些？萧炎呵呵一笑，挠了挠头，对着2女说道：“不过话说的也没错，如今的他确实很强，不过自己的主要战力还是在灵魂力量上，肉身修为虽然到达了这种地步，算上自己的底牌，完全可以越级出手，但是没有必要。”跟随着2女回到客房的路上，萧炎也在不断的思索着自身应该如何再度提升实力。如今的他肉身短暂的到达了一个极限，再度提升又不小的可能性会损伤根基，于是萧炎便是想要把注意打到恢复灵魂力量上来。接下来就把重心目标放在收集能够修复灵魂力量的天地灵药上面吧。带着些许疑惑，小医仙问道。而萧炎则是嘴角上扬，挂起一抹轻笑，淡然地说道：“还记得我答应过你的事情吗，小医仙？毕竟，即便是破损的地境灵魂，那也是地境，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碰瓷的存在。只不过在恢复灵魂力量之上，萧炎暂时有着2条路来。”呵呵，大概吧，不说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萧炎喃喃自语道。前一世，天毒蝎龙兽的魔核便是在那里获取的，而也正是在那里，萧炎帮助小医仙彻底解决了属于恶男毒体的麻烦。萧炎，怎么了？如今3大条件之2，3种不同的疑惑，菩提化体弦，7阶天毒蝎龙兽魔核，只差最后1道条件。想到这里，萧炎便是低下头来，看向了被自己拉住的小医仙，带着几分笑意。女孩心有所感，回过头来，恰好望向了看着她的萧炎，顿时脸颊上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晕。被清风吹拂的发丝，素白色的衣衫在阳光照射，蓝天之下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一条很简单，便是如同之前帮助药老恢复一样，萧炎去寻找一些可以恢复灵魂的天地灵药，借助它们修复灵魂创伤，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缓慢。而另一条则是有些激进了，那就是去找到魂殿的分殿，然后将之覆灭。通过上一世的记忆，萧炎可是很清楚，魂殿那般搜集灵魂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要借助搜集而来的灵魂，凝聚出灵魂本源，除了一些其他作用之外，借此便是让虚无吞咽的灵魂境界突破到地境灵魂，到时候魂族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力，碾压各个远古种族了。可惜，虽然第2条路是最快恢复灵魂力量的方法，但我如今的实力还是有些不够啊。握紧了双拳，萧炎的脸色上有些无奈，他如今能够动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要知道，魂殿的一尊分殿，若是想要灭掉，不要走漏风声，得需要斗圣级别的实力才可以。如今的萧炎只不过是想想罢了，只是那股感觉很是奇妙，玄妙至极，也说不上来什么不对的，就好像和之前一样，没有太多区别。洛神剑虽然有些绕路，但大方向也没错，先去那里把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取了吧。萧炎做出了决断，又在天幕山脉休息了1夜后，婉拒了是金属一族、金石、金骨2人的挽留，萧炎3人再度启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却是有些遥远了。萧炎打算带着2女直接跨越中州北域，去星陨阁寻找风尊者。要知道，风尊者是药老的至交好友，而星陨阁则也是当初药老联合风尊者创立。以萧炎的身份来算，星陨阁也是他的大本营。
而且背靠着这么一尊在整个中州也算得上名号的大势力，萧炎所需要的修复灵魂力量的天地灵药，收集起来也很容易。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里也可以着手复活药老的准备。一旦肉身炼成，药老复活，那可不仅仅只是一名堪称半圣级别的人物，更是一名能够炼制9品丹药的大陆第一炼药师。不过虽然萧炎的计划很好，但是星陨阁距离他们如今所在的位置距离太过遥远了，即使通过空间虫洞，也要花费一段不小的时光。因此萧炎并不打算直接前往，而是先去把一些该办的事情办了。小医仙围绕着萧炎转了转，忽地突兀说出这么一句话，一旁的美杜莎女王也不再装高冷，而是回过头来带着几分惊异的目光看向了萧炎。以如今萧炎的实力，美杜莎女王自然看不出他真正的力量，但是她也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萧炎变得又不一样了。小医仙身上的恶难毒体也是时候该处理了。小医仙微微一怔，还没等他开口，萧炎便是继续说道：下一站我们便去中域，彻底为你解决恶难毒体带来的后患。洛神剑深处毒雾萦绕，即使是连这里的空气都是略显得有些腥气，寻常强者若是一个不慎将毒气吸入体内，恐怕也会遭到不小的折磨。而在这洛神剑中密布着无数巨大的漆黑裂缝，其中偶尔会有一道道剧烈的嘶吼声传来。而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下，在这里生存的生物几乎个个都拥有着剧毒，不小心之下，即便是斗皇强者也讨不到好处。而在这荒凉的充满剧毒的地狱当中，忽然有着几道细微的破空声传来，旋即3道化作流光的身影便是从远处急速飞掠而来，几个闪动起落之间便是跨越了几百米的距离，待得距离拉近，才看得出是萧炎3人。此时此刻，距离萧炎、美杜莎女王、小医仙3人离开天幕山脉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再一次经历了空间虫洞，顺着那有着淡银色壁障的漆黑通道来到了中域。中域乃是整个中州的中心，也是斗气大陆最为中间的地方，明面上的绝大多数强横势力都在这里，例如丹塔，又或者3谷之2的焚炎谷、冰河谷等势力。初到此处的时候，萧炎也是有些感慨，前一世的他在这里经历的太多了，不仅是艰难险阻，收获也是。不过相比起上一世的不容易来说，这一世的萧炎轻松了太多，毕竟他已经提前知道了很多东西，避开了盘查，也避开了危机。不过丹域虽然在这里，但萧炎却没有前往其中寻找药材宝物之类的东西。除了时间未到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以萧炎现在的实力，还是差了不少。前一世的他有着斗宗巅峰的修为，即便是遇到低星斗尊强者，亦可以一战。饶是如此，也险象环生。所以，即便是顺路，但萧炎依旧避开了丹域。随后，他便是带着2女轻车熟路的绕了个不大不小的圈子，朝着洛神剑赶了过去。这里虽然荒凉至极，充满了毒气，是极其恶劣的环境，但是想要获取天毒蝎龙兽的魔核，非来这里不可。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女生都是爱干净的，纵然实力颇为强横，但是美杜莎女王在见到萧炎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如此荒凉恶劣的地方，还是有些微微皱眉。倒是一旁的小医仙，虽然表面上有些抗拒，但是在感受到那些毒物之后，身体中明显传来了一股渴望的感觉。虽然勉强能够抗拒，但是对他来说无疑很是辛苦。呵呵，别急，很快你们就知道了。萧炎耸了耸肩，卖了个关子，笑着说道。很快他的灵魂力量便是扩散了开来，略微合上双眸，感应了一小会儿之后，萧炎便是调转了一个方向，带着2女朝着偏北方向赶了过去。到了，莫约20多分钟过后，萧炎这才低喝一声，双目微微眯起，只见远处的毒雾中隐隐约约地藏着一座巨大的白色堡垒，若隐若现。这里，小医仙环顾四周，他的实力微弱，还未能发觉到不对劲，倒是美杜莎女王的脸色略微出现了些许的变化，嘴角微微上扬，挂起了一个微笑。萧炎一步踏出，隐藏的气息释放，冲着那堡垒压了过去，同时低喝道：天毒蝎龙兽，出来受死吧！就在萧炎气势展露出来后1秒，这片大地猛烈震颤了起来，顿时伴随着一声咆哮，足有100米大小的堡垒当即炸裂开来，化作道道碎石迸溅开来，一道血红色的身影冲中撞出，足有10数丈庞大的龙翼在他背后张了开来。与此同时，还有一截长达10几丈的血色蝎尾。是谁胆敢挑衅老子？找死！天毒蝎龙兽出现的刹那，顿时堪比斗宗巅峰的气息威压传来，弥漫了方圆1000米的距离，让美杜莎女王的脸色微变。以她如今的实力，可根本对付不了这个家伙啊！然而萧炎却没有丝毫畏惧，而是再次踏出一步，整个人身形闪烁，刹那间便是出现在了天毒蝎龙兽的前方不远处，一手背负在身后，略显轻松地盯着他，淡淡的说道：你便是天毒蝎龙兽，还请将你的魔核借我一用。萧炎的眼神底下闪着些许的寒光，天毒蝎龙兽的魔核极其珍贵，这也是小医仙想要遏制恶难毒体的必须之物，萧炎不可能放过他。退一步说，前一世的天毒蝎龙兽在见到小医仙后，竟然直接发情，要将他掠走当压寨夫人不说，还要将一旁的萧炎打杀，着实可恶。该死的小子，
你是在找死！天毒蝎龙兽大怒，顿时气息全部爆发，8星斗宗的战力全部展现，磅礴的斗气以及极其强横的肉体，朝着萧炎猛然轰来，气息之强，就连空间也几乎破碎。但萧炎对此却没有丝毫畏惧，而是迎着天毒蝎龙兽撞过来的庞大身躯，当即取出巨大的漆黑铁尺，随后高高举起，伴随着3色融合一火的交织，萧炎低喝一声，当头劈下，焰分式浪尺。巨大的火芒自重尺之上闪现飞出，短暂的僵持一阵之后，便是将天毒蝎龙兽的攻击摧枯拉朽击溃，将之重重的劈飞开来，就连身上的甲壳也是被破损了不少。小子，你究竟是谁？天毒蝎龙兽的眼瞳中充满了惊骇，他不知道这个为何只有8星斗皇气息的小子怎么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但是萧炎没有给他任何机会，当即一步踏出，脚下电芒闪烁，下一秒他便是出现在了天毒蝎龙兽庞大身躯的面前。在后者极度惊恐的目光中，萧炎右臂高高举起，肌肉猛然鼓起，几乎将衣袖撑破，狂暴的斗气以及强横的灵魂力量注入其中，随后猛然一肘砸下，伴随着一声暴喝，8级崩，暗劲爆！天毒蝎龙兽庞大的身躯当即被砸得一个趔趄，脑袋之上的甲壳破碎，还没等他站稳身形，下一个瞬间当即暗劲爆开，他硕大的头颅当即炸碎。干脆利落的2招秒杀了足有8星斗宗战力的天毒蝎龙兽，萧炎面色没有些许变化，对他来说这再也平常不过，以他现在的战力，就是斗宗巅峰的强者都不是他的对手，区区一个天毒蝎龙兽还不被他放在眼里。伸手一挥，萧炎将那镶嵌在天毒蝎龙兽巨大脑袋当中的还在闪烁着流光的魔核取出，下一秒巨大的身躯如同下落的流星一般朝着地下坠落过去，过了足足几十秒的时间才砸在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美杜莎女王的脸上那一抹高傲的神色褪去，取而代之的却是震惊以及些许的慌张，她玉手轻轻遮掩红唇，显得有些异样。一旁的小医仙自从萧炎强势镇压魔都宗以及万仙门之后，对于他的信心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即便是轻松秒杀天毒蝎龙兽，在小医仙看来，萧炎绝对做得到。呵呵，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等级了吧？回过头来，萧炎望着失神的美杜莎女王以及一脸欣喜的小医仙，淡笑着说道。而美杜莎女王这时才反应了过来，脸色上带着些许复杂的开口道：“萧炎，你的实力已经这么强了？”萧炎打了个哈哈，逃过了这个话题，看向了小医仙，带着几分笑意的说道：“小医仙，材料已经集齐了，接下来我就要为你施展遏制恶难毒体的方法了。”随后，在小医仙激动又惊讶的目光中，萧炎将毒丹之法说了出来，听得两女一愣一愣的。有着潜意识的经历，萧炎这一次并没有走弯路，而是轻车熟路地搭建起来了火坛，让小医仙盘坐在其中，借助浓郁的炽热至阳之力的天地能量，压制住了小医仙的恶难毒体。美杜莎女王在一旁护法，经过这段时间的一同行动之后，她和小医仙也算是熟络了几分。萧炎盘坐在小医仙的面前，轻轻地安慰了几句之后，便是反手取出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以及散发着淡淡寒气以及浓郁生命能量的菩提化体弦，将之摆放在一起。接下来便是最重要的一步，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神色有些凝重地开口道：“褪去衣衫，我来解开封印，随后为你炼制毒丹。”小医仙的脸色上骤然飞起了一抹红霞，不过抬头看了一眼萧炎凝重的面庞，还是照做。一旁的美杜莎女王则是轻啐了一口，脸上也是不自然地泛起了一抹红晕，不过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按照上一世的经验，花费了1天的时间，萧炎帮助小医仙凝聚了毒丹，而有着毒丹来作为替代汲取毒素之外，恶难毒体总算不会再对小医仙的生命造成威胁，从此他体内的毒斗气如纸必使，根本不会造成威胁。这晚来的惊喜让小医仙几乎喜极而泣，完成毒丹之后，抱着萧炎倾诉了好久，连一旁的美杜莎女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等待的小医仙熟悉了新生在体内的毒丹之后，三人也是再度启程，朝着星陨阁的方向赶了过去。这一次他们没有乘坐空间虫洞，而是依靠着自己本身的速度开始赶路。一方面一直在空间虫洞中太过沉闷，一方面好不容易来到一次中州，萧炎也希望多去逛一逛。潜意识的他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焦急的状态，不是被追杀就是陷入危机。自从来到中州之后，便是被不断的卷入事件当中，重来一次，萧炎也想放松一下。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一路上走走停停，三人这才跨越了中域，来到了中州南域。而星陨阁则4方阁中最为神秘的意味，便是落座在这里。星陨阁的弟子是4方阁中最为稀少的，当然虽然数量上比不过，但是论起质量来，星陨阁还是颇为过关。阁内每一名弟子都是天赋极佳的存在，因此在中州南域，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一件事：若是遇到星陨阁的弟子，绝不能因为年龄外表而对其进行小觑，因为星陨阁中从来不收庸人。相比于其他3方阁，他们都将总部建造的回望大旗，让人一眼便是能够看出此宗派强大的实力。
但星陨阁对此却颇为不同。若不是星陨阁本宗之人，恐怕就是连星陨阁落座的地点都难以察觉。也因此，星陨阁在外人看来颇为神秘。萧炎赶来星陨阁，是因为风尊者在此。药老和风尊者是至交好友，一旦搭上了线，他就可以利用星陨阁的重重资源、势力来为完成自己的计划以及需求。这一点在萧炎的心里有数。但是对于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来说，他们则是有些不理解萧炎为何一直赶路，而且看上去还是有着明确目的的那种。就连一些地方盛名传闻的宝地开启，他也不去理会。不过好在一路上萧炎对他们两人很是不错，并且在从中域跨越到中州南域的时候，三人也算是边赶路边玩。两女也是没有多少不理解，尤其是对于美杜莎女王来说，虽然看似无聊，但是这段时间还不如她比一个官来长，索性也没有太过计较。别人不知道星陨阁坐落何处，但是对于萧炎来说，他真正落座的地方并不神秘。最终萧炎便是带着两女在南域中再度跋涉了几天之后，这才来到了天星山脉。望着下方葱郁的森林以及蕴含着奇异流光的连绵山脉，萧炎对此也是感慨万千。潜意识的他第一次来到此处时候，自己并不知情，因为那时候的他已然被摘星老鬼打得重伤濒死，奄奄一息。若不是之前服用了阴阳龙玄丹生效，外加上3000焰炎火的自我修复之力，恐怕当时的萧炎早就死了。这一世，萧炎再次来到熟悉的地方，有感而发，当即他便是有些忍不住，仰头长笑一声，随后不顾小医仙和美杜莎女王略带奇异的眼光，心底对着自己喃喃自语道：“星陨阁，我萧炎又一次来了。”没有去管两女略显奇怪的目光，萧炎则是带着些许的微笑，当即对着身前拱了拱手，行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弟子礼，随后躬声开口道：“星陨阁已经到了，老师。”就在他们还疑惑萧炎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一道气息波动陡然间传了出来，随后一道爽朗的苍老笑声一并响起：“呵呵，小炎子，你有心了。”话音还未落下，只见萧炎的那戒中一道微弱的白光闪烁，随后一道身影便是陡然从中飘了出来，身形略微有些虚幻，显然并不是实体。见到药老的出现，萧炎也是摊了摊手，笑着说道：“老师的事情就是弟子的事情，既然已经知道星陨阁的坐标，我又岂会耽搁？”药老的神情有些感慨，他并没有接着萧炎的话茬说下去，而是负手而立，遥遥伫立在高空之上，带着些许回忆、些许惆怅地望向了下方远处这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一刻，萧炎能够察觉到，这位向来神秘十足、风度翩翩的老师，竟然有些难以言述的激动以及黯然。萧炎和药老在交流，而在他们身后的美杜莎女王以及小医仙则是有些错愕，他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见到萧炎莫名其妙地说了什么话语，便是有一个老人从他的那戒中飘了出来。等等，小医仙回过神来，萧炎之前是不是称呼过那个灵魂体为老师？一下子，小医仙有些错愕了。另一旁的美杜莎女王则是率先反应了过来，这一抹的灵魂波动，她虽然错愕，但是反应过来之后，便是发现了有些熟悉。再结合上萧炎之前所说的话语，美杜莎女王将发生过的一切事情都在脑海中串联起来，连了个线。原来此人，这道灵魂体，就是之前隐藏在萧炎身上帮助他的那位。而萧炎再回过头来，见到错愕惊异打了两女之后，也是带着几分笑意的对着他们解释道：“这位便是我的老师，他一直在我的身边。”听闻着萧炎粗略的解释，两女也是有些了然，而药老也是看向了两个女孩，淡然一笑，带着仙风道骨的韵味，朗声道：“哼，两位，虽然我对你们并不陌生，但是像这样见面还是第一次。老夫药尘，萧炎的老师，你们跟着小家伙叫我药老便好。”听闻药老的话语，感受着他身体上澎湃的灵魂力量，小医仙也是连忙行礼。一旁的美杜莎女王迟疑了一下，本想不去理会，但萧炎生气的面容在她的心底不由得闪现，伴随着莫名的情绪，她不情不愿地拱了拱手，并没有开口。药老摸了摸胡须，带着些许莫名的意味看向了萧炎，显然对于两女的性子，药老也是比较清楚，并没过多在意。这里便是星陨阁吗？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之前的萧炎已经告诉了两女，下一站的目的地是星陨阁，但如今萧炎的动作很明显是已经到了地方，但他们向下望去，却只不过是能看到连绵不绝的山脉以及葱郁的树林，根本看不到门派存在的痕迹。还未等萧炎开口，药老便是呵呵一笑，抚摸了下胡须之后，便是淡淡的解释了起来：“哼，这里有着迷阵，莫说是你们，就算是寻常斗尊强者，从上方飞过也不易察觉。若是想要进入其中，即便是斗尊强者，没有专门的进入之法，也是只能干瞪眼罢了。”说着，药老的手也没有闲着，灵魂力量在他的身上荡漾起来，形成一圈圈扩散开来的涟漪。他的神色轻松，但是略显虚幻的手掌却是飞快的动作，留下道道残影，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玄妙印记，看上去颇为复杂，让人眼花缭乱。而伴随着药老的动作，一道道神秘的符文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后朝着面前的虚空飞去。就这样，足足过了10分座之后，刺了
伴随着一阵奇异的空间波动在前方扩散开来，一缕奇异的星芒扩散来开，空间扭曲，在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惊异的目光之中，一个空间大门出现在了几人的面前。哼，走吧，这里面才是星陨阁的总部。药老笑了一笑，没有过多的迟疑，率先朝着前方飞去，在一片光芒中进入了那扭曲的空间大门。在他的身后，萧炎也是迈步走了进去，随后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迟疑了一下，也是咬着牙跟了进去。而就在他们全部进去之后，伴随着一阵轻微的空间波动扩散，那扇空间大门再度消散于无形之中。星界星陨阁中，盘坐在主位之上的风尊者猛然皱起了眉头。他感知到星界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了，随后有着几道气息今日其中。是谁？今日应当没有阁内弟子要回来。等等，这是……下一刻，原本还正襟危坐的风尊者猛然睁开眼，一抹惊异中夹杂着激动的情绪浮现在心头。他一步踏出，当即消散在虚空当中，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百里之外。一眼扫过去，他便是直接看到了一对4人，一老三少，两男两女。随后他的目光便是锁定到了那位身形略显虚幻的老者身上。见到风尊者的陡然凭空出现，沉重的威压传来，之前根本未曾察觉到他气息的美杜莎女王当即紧张了起来。风尊者的表情有些激动，让他提起了一些警惕。只不过下一秒，只听一声哈哈大笑传来，并没有斗气夹杂在其中，但是那声音却是直接响彻，引得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体内的斗气激荡。哈哈，老家伙，你可真是让我好找啊！见到失散已久的药老，风尊者也是颇为激动，不顾身为斗尊强者的气度，当即肆意大笑起来。而见到他这般激动，药老的眼眶也是有些湿润，但他很快便是忍住收敛起来了情绪，直接笑骂道：呵呵，风仙，怎么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副脾气？萧炎在一旁看着两人久违的重逢一刻，在这个瞬间他也是颇为欣慰。即使在潜意识，他便是知道了药老和风尊者的感情，知道风尊者此人绝对可信，但这也不妨碍他想要再见到一次两人重逢。潜意识，药老被魂殿抓走，囚禁在分殿当中。当时的风尊者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便是广招人手，凑齐了大批帮手之后，连带着萧炎一起袭击了魂殿的分殿，匆匆将药老救走。只不过因为颇为匆忙，两人即便是再见也没能叙旧几句。恰逢萧炎因此被摘星老鬼全力一击打得濒死，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而萧炎对于当时具体的事情也并不知情。如今重来一次，自然要好好看看。药老和风尊者闲聊了几句之后，便是转过头来看向了萧炎等人，轻笑道：你便是萧炎，药尘的弟子吧？剩下2位是你的朋友。视线扫过，风尊者旋即笑了笑，那属于斗尊强者的威势也撤去，轻松地说道：别客气，把星陨阁当家吧。这里本来就是当初我和药尘创立的地方，论说法来，那个老家伙才是阁主。这般话语对于知道此事的萧炎来说不算什么，但却听得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一愣一愣的，他们还没有彻底反应过来，萧炎怎么突然就跟这位斗尊强者以及这中州也排得上号的大势力扯上关系了。风尊者将萧炎等人带到了阁中，命人沏上了茶，这才和药老再度详细的聊了起来，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家伙，在你失踪之后，我可是好找，你那个弟子寒风却和我说你是因为炼药反噬身亡当场，尸骨无存。虽然我有着疑惑，但也不好逼问。风尊者端着茶抿了一口，这才说道。而药老在听到寒风2个字的时候，眼神一沉，情绪有些黯淡，低声说道：当初联合魂殿一起害了我，并令我失去了肉身的就是寒风，若不是我以自爆作为威胁逼退了魂殿那人，恐怕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听闻药老的话语以及讲述的详细经过，风尊者握着茶杯的手都在颤抖。待药老讲完之后，他当即愤怒暴喝道：寒风那个欺师灭祖的畜生，药尘你把他从废墟里抱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他怎么能做出这般事情？要是早知道是他下的手，老子已经把他挫骨扬灰，折磨致死了。显然风尊者对于寒风这等行径也是无法接受，当即怒斥道，怒骂声之中，令得今日在星陨阁中值守的弟子们都不断咂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让一向都相当温和的风尊者都能爆发出这等脾气。好了，风老头，事情都过去了，没必要再提。况且如今我也有了更好的弟子。药老哭笑不得地安慰了风尊者几句，将他的情绪拉了回来，随后又带着些许自豪地看向了萧炎，为风尊者介绍他。经过药老的劝阻，风尊者也是收回了脾气，看向萧炎的目光中也带着不小的赞许。在药老刚才的讲述中，他明白萧炎到底在药老这一路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寒风。药老头，这些年不仅仅是你收了弟子。忽然间，风尊者像是想到了什么，带着几分笑意，
随后指着大门。不一会儿，一阵脚步声传来，伴随着推门声，随后一道娇小的身影推门走了进去。她身着玲珑轻纱，个头不大，但却相当漂亮，一头秀发倾泻而下，脸上带着些许的稚气，和前一世萧炎的印象里并不一样。老师，少女没想到大厅里人这么多，当即有些紧张。而风尊者则是笑呵呵地给药老等人介绍道：“穆青鸾，我的亲传弟子。”穆青鸾在这时候，原本低下去的小脑袋也是偷偷抬了起来，对于这些人的身份有些许的疑惑。自从他做了风尊者的弟子以后，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开心。不过很快，风尊者便是指着药尘等人，笑着说道：“青鸾，这位就是你们的阁主，我不过是暂代罢了。”顿了顿，风尊者继续补充道：“至于他的名号，便是药尊者，曾经的斗气大陆第一炼药师。”穆青鸾当即脑中一阵翻滚，就像是被丢下了一个炸弹一样，整个人先是一愣神，随后被这个惊喜砸晕。而药老则是摆了摆手，笑道：“哪有那么玄乎，不过是吹出来的，老夫对这一点还是有着自知之明。”一旁的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更是一愣一愣的，他们压根想不到，那跟随在萧炎身边的灵魂体老头就是传说中的药尊者，号称大陆第一的炼药师。不过在他们想到萧炎那出神入化的炼药术时候，对此也是有些释然了。很快，药老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星陨阁，引起了震动。无数弟子们在错愕之后都是惊喜不已。虽然药老自己谦虚，但所有人都曾听说过药尊者的传说，对他的生平事迹也有些了解，知道此人到底是多么厉害的存在。有着星陨阁的庇护，药老也是落座在这里，满心感慨。而萧炎则是趁着这段时间，委托风尊者以星陨阁的名义去搜集一些能够修复灵魂力量的药材，对此风尊者自然帮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萧炎也是带着美杜莎女王以及小医仙在星陨阁的各处转了转。星陨阁不愧是享誉中州的大门派，其中的资源远远不是加玛帝国可以比拟的。在这段时间里，三人一同潜修，各有突破。而萧炎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成功的晋级到了斗宗阶段，突破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风尊者也是按照萧炎的请求，寻找了一些恢复灵魂力量的灵药，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不过聊胜于无，萧炎服用之后，能够感受到灵魂力量恢复了一点点。星界之中，一片空旷的后山之地，萧炎盘坐在巨石之上，心念一动，当即睁开眼睛，双目骤然爆射出一道金光，旋即一阵磅礴的灵魂之力自他的身体中透露出来。灵魂本无形无状，在萧炎的操纵之下凝聚在一处，随后狠狠地朝着前方空间撞击过去。轰！顿时，只见虚空之中一圈涟漪猛然扩散开来，周围气浪翻涌，一瞬间空气都被彻底打爆，原地化为了真空。然而这还不算，只见在那灵魂力量撞击过去的地方，有着寸寸漆黑的线条崩裂开来，足有30丈长的漆黑裂隙出现萧炎的面前，散发着死寂的味道。不错，萧炎点了点头，感受着最后一股药力在自己的身体内化解开来，灵魂力量修复到了一个程度之后，这才长叹一口气出来。呼，以我如今的战力来说，即便是遇到一般的斗尊强者，也是有着一战之力。萧炎喃喃自语道，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修为缓慢突破到了斗宗，加上灵魂力量的再度修复，纵然对于地境的力量来说微乎其微，但战力的提升可是不小。即便是5星左右的斗尊强者，萧炎都有着一战之力。如今的实力已经可以让萧炎展开一些之前无法展开的行动了。只不过，即便是风尊者一声令下，依靠着星陨阁的势力收集到的可以修复灵魂力量的天材地宝，但是对于如今的萧炎来说，却还是差了不少。毕竟他的灵魂力量可是远远要比一般的强者来说多得多。不过在星陨阁的这段时间里，萧炎也是开始思考起来接下来的计划来。如今的他已然到达了一个极限，纵然待在星陨阁中，借助着星辰之力可以缓慢的提升修为，但这与萧炎的想法并不符合。如今自己的实力绝大部分还是在地境灵魂之上。如今我的灵魂创伤严重，想要恢复实力，寻常的修复灵魂力量的药材可能不好用了，或许应该考虑一下魂因果液或者是玲珑天枝。魂因果与玲珑天枝这2者都是修复灵魂力量1等1的顶尖奇物，只要能够得到其一，便是能够极大程度的修复萧炎灵魂之中丧失的魂气。这样一来，他的灵魂创伤就可以缓慢的自行开始修复了。不过这2种奇物的罕见程度，比起一伙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一世药老被魂殿抓走，囚禁起来抽取本源力量，而萧炎为了复活药老，修复药老的灵魂，便是冒着危险踏入了一处古遗迹，在那里进行了一番生死危险之后，才侥幸夺得了魂因果。这一世药老并没有被魂殿抓走，灵魂也没有受到创伤，因此这回复魂器的魂因果，萧炎完全可以留给自己用。哼，倒是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除了魂因果之外，那处遗迹当中其他的好东西也有不少啊，只不过这一次都要便宜我了。萧炎喃喃自语道，跟随着记忆，
他又想起了前世的那一处远古遗迹。那处远古遗迹虽然很是危险，但是收获也颇为丰厚。除去魂因果之外，还有着无数珍稀的药材。不仅如此，即便是天阶斗技8瓶9色丹雷的丹兽也都是存在，可谓是珍稀无比。然而，这都不是那处远古遗迹最为珍贵的宝物，在那里还有着堪称是改变了萧炎命运的一样逆天宝物——龙皇本源果。一想到那些宝物，饶是如今的萧炎，也是不由得心头泛起了一阵火热，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憧憬与贪欲。有道是说干就干，这一世的萧炎提前了3年的时间来到了中州。不仅如此，若是算上他前一世在中州闯荡的这段时间，说不定算得上是提前了整整5年的时光。如今那处远古遗迹的消息并没有传出来，换言之，知道它存在的，如今可以说是只有萧炎一人。在这般优势之下，萧炎自信自己这一次一定能够收获颇丰。老师，弟子自觉修炼到了极限，遇到了瓶颈，想要外出游历一番。星陨阁大厅中，萧炎对着身形依旧略显虚幻的药老拱手出现，在药老身边的不远处，风尊者也已然在此。面对萧炎的请求，药老的脸色上也是有着些许复杂的神色。他望向了萧炎，这个成长速度之快，这个他看着长大，这个让他最为骄傲的弟子，以如今自己的状态，已经很难给予他什么帮助了。雏鹰总是要展翅飞翔，最后超越老鹰，成为新一代的佼佼者，而如今的萧炎已然够了这个资格。药老最后轻笑着叹了口气，开口道：“去吧，路上小心。”一旁的风尊者也是摊了摊手，温和的笑道：“你是药尘的弟子，那也是我风贤的师侄，放心吧，星陨阁永远是你的后盾。”拜别了药老和风尊者，萧炎再去和美杜莎女王以及小医仙见了一面。这里天地能量充足，资源丰厚，二人已经陷入了闭关，如今还未曾出来。萧炎也不着急，略微沉吟一番后，留下了一封信件，便是悄然离去。对于两女来说，以她们如今的实力，不如留在星陨阁修炼，或许才是最佳的选择。兽域那里和中州各处并不相同，如果说大陆之上多是人类的聚集地，那么兽域便是魔兽们的圣地，在那里的各大势力基本都是魔兽家族们的地盘。虽说也有着人类混迹在那里，不过总的说来，那些以家族成型的魔兽还是拥有着极强的排外心理，而远古遗迹就在他们的地盘上。魔兽家族们虽然对内各自交战，谁都不服谁，但是一旦有着外人入侵，他们便是会立刻停止战争，反过头来一起对付入侵的人类。这也是长久以来兽域能够屹立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强者都对于兽域的魔兽家族们十分头痛。不过萧炎对此并不担忧，有着先知先觉优势的他，完全可以绕过许多封锁，直接前往腹地。蔚蓝天际，万里无云，天空看上去就如同一块巨大的蓝色镜子般清澈无比。嗖！寂静的天空之上，陡然传来一声破空声，随后一道黑色的身影自远处天空闪过，带起一阵狂风，眨眼之间便是自高空之上呼啸而过。靠得近了，才看得到那道黑色的影子竟然是一道人影。他的背后并没有奇怪的双翼，整个人凭空伫立在高空之上，朝着远方飞驰过去，速度之快，足以让斗皇斗宗级的强者们汗颜不已。哼，如今只有我一人知道远古遗迹的消息，占据了先知先觉的优势，即使是触动了遗迹，让其提前出世，也不会跟前一世一样，早就有着无数的强者围绕在周围，来分一杯羹。萧炎暗暗握拳，下定了决心，眼神中带着一抹自信决然的光芒。他相信这一次没人到来，他完全可以独自拿走遗迹中的所有宝物。有关兽域的信息再度浮现在萧炎的脑海当中，只不过这一次不仅仅只是那般粗略的信息，萧炎有着更加关注的东西。聚集了斗气大陆将近70%的魔兽家族，那里是魔兽的天下，而魔兽界领头的最大的3家魔兽家族也是屹立于此：天妖皇族、九幽地冥蟒家族，还有太古虚龙家族。这3大家族实力一个比一个强横，里面的强者层出不穷。萧炎对此深有体会，以他如今的实力，得罪了任何一个家族都很难受。前一世的萧炎因为在拍卖会上得到了一具奇异的尸体，将他的精血和2对翅膀以特殊手段炼化，形成了一项难得的飞行斗技，反而被天妖皇族的凤七儿察觉，导致了萧炎后面和天妖皇族形成了敌对关系，在萧炎成长道路上给了他很大的麻烦。不过这一次萧炎并没有炼化那具奇异的尸体，也没有得到精血，因此和天妖皇族并没有结下仇恨，倒是不用那么避讳。不过天妖皇族的有些人，萧炎并不会因此而放过他们。一想到后者给予萧炎的阻碍以及伤害，萧炎的眼底深处便是闪过了一抹寒芒。至于九幽地冥蟒家族，有着前世记忆的萧炎自然清楚，他们如今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家族内乱不已，族长之位的纷争，恐怕以他们的精力根本无暇分心顾忌什么。至于太古虚龙一族，萧炎则是摸了摸鼻子，因为紫妍的身份，前一世的萧炎和太古虚龙一族的关系倒是不错，虽然这一世并没有联系过，不过萧炎身上也带着紫妍的几滴精血还有印记。
即便是遇到了，也不用太过担心。除去3大最强魔兽家族之外，还有着许多的附属族群，其内部划分程度之复杂，即便是萧炎回想起来也是有些头痛。还好，远古遗迹出现的范围，我记得是在兽骸山脉当中，那里应当是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地段，倒是不用太过担心。萧炎喃喃自语道，随后再度加速，很快便是进入了兽域的地界。跟随着记忆，萧炎再度在高空之上飞行了足有2天的时间，这才看到了那熟悉的环境出现身下的视线尽头，茫茫山脉之外。一进入到其中，萧炎顿感无数煞气弥漫。只见地面之上、山林之间满是无数色森森的白骨，这里全部都是死去魔兽的骸骨。在漫长的无尽岁月当中，无数的魔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死在了这里，留下了无数骸骨。沧海桑田，其中的能量流失，流进大地之中，将这一片骸骨山脉化作了一处奇异的修炼之地。当然，这只对魔兽有效。骸骨山脉终于到了，喃喃低语了一句，萧炎能够看到身下那片古林之中，每隔着一小段距离，便是有着不同种族的魔兽匍匐在其中，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视线从他们的身上越过，看向了远方。萧炎并没有展露出自己的气息，而是沿着这片白骨构筑的山脉再度前行。莫约又过了大半天的时间，一道熟悉的气息便是进入了萧炎的感知范围之内。果然是空间封印。萧炎喃喃自语道，以他如今斗尊级别的实力，应当并不能够感知到这一缕一缕的细小封印，但奈何他的灵魂本源乃是地境灵魂，外加上有着前世的经验，萧炎自然能够察觉到空间夹缝中的不对劲来。而那空间封印在萧炎的感知中，气息也是越来越强劲。只不过若想要彻底现世，凭借他自己，恐怕还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呵呵，果然不出我所料。萧炎嘴角微微上扬，试探了一番后，得出了结论，心情很是愉悦。这远古遗迹本就是一名斗圣强者作画前所封印，时光荏苒，封印已经破败，在萧炎地境灵魂的感知中，可以察觉到许多细小的封印裂缝。若是任凭它自然演化，则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才能被人所察觉。但萧炎却有着办法，能够加速令其现世。本来若是封印完好，萧炎也并没有什么办法，但如今的萧炎完全可以凭借灵魂力量去撕裂封印上原本就出现的空间裂隙，加速遗迹出现的速度。呼，这倒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啊！不过，长叹一口气，萧炎并没有收回灵魂力量，而是将之凝聚在一处，眼神一凝，原本虚幻无形的灵魂力量化作一柄长刀，猛然朝着一处封印之上的空间裂隙砍去。轰！无声的爆鸣传来，萧炎身形并没动，而那原本已经破败的空间封印之上，细小的空间裂隙陡然间增大了1倍有余，而遗迹的气息也是出现得更为浓重。没有丝毫额外的动作，萧炎再度如同刚才那样，将灵魂力量凝聚起来，开始不间断地破坏着空间封印。足足1天的时间过去，第2天清晨，第一缕晨曦洒下的刹那，额头上浮现出些许汗珠的萧炎嘴角上扬，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伴随着他最后一次斩击落下，前方的空地陡然开始发生起剧烈的变化，空间涟漪不断的扩散，一股股神秘凶悍、属于远古的气息从前方的扭曲空间中不断的激发、扩散开来，整片的骸骨山脉都能够感知到这里的变化。不过萧炎对此并没有意外，他早就知道这等级的远古遗迹出现，其中带来的威压异象，但凭借现在的他还不足以全部拦下。不过这片遗迹提前出现，最低也要有着斗宗境界的实力才可以进入其中，并且萧炎有着先知先觉的优势，足以提前其余人很多。这段时间里，萧炎也并没有白等，而是将一枚丹药塞入了口中，开始炼化。之前强行让远古遗迹出现，不间断的撕裂空间裂隙，萧炎自身的消耗也并不小。一道道红光激发扩散开来，不断的荡漾。莫约几分钟过后，扭曲的空间发出了哗啦啦一般的水流声。终于，那一抹虚幻的封印不见，扭曲的空间层当中发出如同细碎的玻璃破碎一般的声响，一道被无数空间碎片包围的漆黑通道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带着火热的目光，萧炎望向那既陌生又熟悉的空间通道，低声喃喃自语道：“远古遗迹，又一次来到这里，真是熟悉的场景啊！”感叹一声过后，萧炎察觉到自己的感知范围中依旧有气息朝着此处飞速靠拢了过来，当即不再犹豫，整个人脚下轻点，速度催动到极致，朝着漆黑通道内部冲去。他们已经被贪婪冲破了欲望的界限，赶来的一大帮人当中，还有不少蠢蠢欲动之人。见此情景，想要冲上去进入其中，但一部分实力不错之人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只不过在面对这般火道的时候，萧炎并没有慌张，而是直截了当地朝着下方坠落而去，直直地进入了岩浆之中。有着3色融合一火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随意地瞥了一眼后，萧炎便是转换了一个方向，在直勾勾地朝着宫殿的另一角走去。很快，一扇厚重无比的赤红石门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就在萧炎踏入漆黑通道数步之后，
那原本珍贵坚硬的红石地板当即爆裂了开来，崩塌下去，赤红色滚烫的岩浆喷涌而出，出现在下方，周围的温度骤然腾升起来，将这里烤得燥热无比。这便是阴险之处。噗嗤！那最先到达的一批人望向下方，当看到那被许多细碎的空间碎片包裹着的漆黑通道之时，整个人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是突然出现的神秘遗迹，快冲啊！然而一边还不仅仅如此，周围的四周墙壁上猛然腾盛燃烧起来湛蓝色的火柱。虽然看似平静，但是萧炎可是知道这些蓝色火柱的厉害，即便是一位高星斗宗强者，猝不及防挨上一下，下场都是直接化一团灰烬，毫无幸免。早已进入了远古遗迹的萧炎自然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他也可以猜出一个大概。在萧炎进入漆黑通道一段时间之后，便是第一时间看到了那浩瀚的赤红色宫殿。站在这里，巨殿更是显得庞大，一眼望去，巨殿之顶如同插入云峰一般。他的脸上还带着喜悦的神色，显然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熟悉的场景如今重新经历一遍，不得不说这远古遗迹的那位主人还真是心机得很。萧炎摇了摇头，正对着他的前方也是有着道道湛蓝色的火柱喷涌而来，一时间狭小的通道仿佛化为了绝境，上下左右前后全部都是足以致命的机关。没错，真正的远古遗迹并不在上方的巨大赤红宫殿当中，而是在这致命通道的下方。抬起头望了望上方如同被罩子隔开的厚重岩浆层之后，萧炎叹了口气，抓紧时间顺着道路向着前方飞奔过去，幸灾乐祸地笑了笑，低声道：光是这火道又能帮我拖住半个时辰。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句，7、8个经不起诱惑人扑扇着斗气双翼，眼神中夹杂着火热，就朝着遗迹入口的漆黑通道冲了过去。很快顺着道路，几分钟后，萧炎来到了一处广场之上，而在广场的尽头则是一扇厚重巨大的石门，而在石门的前方有着10道如枪般笔直的身体，万年不变地矗立在此。这些身躯皮肤呈璀璨的银色，眼神空洞，面无表情，宛若古尸。那原本被贪婪所冲晕了头脑的人们当即反应过来，脸色大变，纷纷止住身形，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位气息在斗宗级别的强者嗅了嗅鼻子，脸色微微一变，当即低喝道：是空间裂隙。那漆黑通道的外围全都是细小的空间裂隙。此言一出，当即无数人吞咽了一口唾沫，想要进入遗迹的心直接被浇了一盆冷水，不知所措。下一秒，只见那冲得最快，已经半个身子踏入漆黑通道之人，当即浑身爆血，整个人还来不及惊恐，就莫名其妙地被分割开来，当即鲜血狂涌而出。就在萧炎的一脚踏入宫殿范围之内的时候，轰隆隆的声音响起，那赤红色的石门当即缓缓抬升起来，露出了其中漆黑的通道。喃喃自语一声，萧炎消失在漆黑的通道内部，莫约过了10分钟左右，足有20多道发散着不同斗气流光的身影出现在了此处，而在远处还有更多人朝着此地靠拢。果然不出我所料，遗迹出现的突然，如今来的不过都是些斗皇斗宗，没有多大危险。摇了摇头，萧炎也没有犹豫，当即召唤出了3色异火，包裹住自己的体表之后，这才朝着漆黑通道之内闪掠了过去。咔嚓，在岩浆中朝着下方大约前行了1分钟之后，豁然开来，伴随着一阵如同出水声一旁的扑哧声，萧炎冲出了岩浆层，双脚踩在了坚实的地板上。地妖魁啊，可是好东西！萧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火热的光芒，没有丝毫犹豫，朝着他们冲了过去。对于这些守在石门之前的如同干尸一样的傀儡，萧炎可是再熟悉不过了。地妖魁那可是他前世的好帮手，不仅帮助他吸收丹雷，更是在很多危机时刻救了萧炎的性命。这一世萧炎并没有炼制地妖魁的打算，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实力增长飞快，一般的傀儡对他来说提升不大，要练就直接炼制堪比斗圣强者的最强天妖魁。伴随着萧炎身形的临近，那些地妖魁身上的银芒大涨，身形也咔嚓咔嚓地动了起来，朝着萧炎围攻过去。每一具地妖魁的实力都相当于斗宗巅峰。不仅如此，萧炎深知在这里还有着一个大阵，可以将地妖魁短暂地化为天妖魁，10只联手之下，即便是2星斗尊级别的强者都会饮恨。不过萧炎并不打算摧毁地妖魁，面对无数道破空而来的劲风，萧炎并没有避退，而是双眸微微闭合，直截了当地激发的灵魂之力冲入了他们的大脑当中，随后结下了灵魂印记。咔嚓，10只地妖魁们原本打向萧炎身体各处要害的手停了下来，伴随着萧炎微微睁开双眼，他们都收起了手，恭敬地站立在萧炎的身后。你们按照之前那样待在这里，不管谁过来都给我拦住。凭借灵魂之力的优势，萧炎抢先一步，强行抹出了地妖魁体内的灵魂印记，将之打上了自己的标签，随后对他们下达了命令。嗖嗖嗖！很快，莫约10几分钟过后，穿过了远古要林，萧炎来到了一处莫约30丈的小湖泊前。湖水异常清澈，但一眼深不见底，
小湖中心则是有着一个小岛，其上则是有着一株造型颇为奇怪的小树。这里乃是我九幽地冥蟒一族的领地，其余无关之人退去。萧炎反手从那戒中取出2株散发着奇异药香的草叶，而通天椒则是犹豫了起来，很快便是做出了决断。反正他打不过萧炎，不如换取点好处。一时间，暗流涌动，受域的诸多势力开始明争暗斗了起来。早已进入遗迹深处的萧炎自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他知道了也并不在意。如今的他已经进入了远古药园当中，将其中绝大部分的珍稀药材都搜刮了个干净。不仅如此，在其中的几处阁楼也是找到了几卷地阶的功法斗技。喃喃自语了一句，萧炎看着已经荒凉稀疏了大半的远古药林，微微颔首，旋即轻车熟路地朝着深处飞去。他可没有忘记这一次他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远古药林因为岁月的缘故，已然自成一界，里面的魔兽并不少，但凭借萧炎的灵魂力量，自然能够避开那些实力强横的家伙们。低吼着，通天椒庞大的身形缓缓退去，而萧炎则是将化形草放在岸边，随后几步轻点，几个闪掠之间便是来到了小岛之上。那魂婴妖树之上，则是挂着2只金灿灿的宛若婴儿一般形状的果实，光是闻着清香，萧炎都能够感知到自己的灵魂创伤得到了缓解。萧炎轻叹一口气，原本有些紧绷的心放松了下来。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冲到魂婴妖树面前，而是挥动袖袍，打出一道斗气劈链，砸在小湖之上。2株成熟化形草，用来换你的魂婴术。顿时，伴随着一阵咆哮，平静的湖泊之上便是掀起了一阵巨浪。一只巨大的魔兽从湖泊下方游了出来，探出了脑袋，扫视一圈之后，便是死死地盯着萧炎。巨大的兽瞳中闪现着人性化的不善的情绪，连带着魂婴果，萧炎将整整1株魂婴妖树收了起来，这才松了口气，眼神中的欣喜神色难以掩饰。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不过这远古遗迹中还有着更为珍贵的东西。就在2帮人马对峙的时候，另一边又是几道身影赶来，身影七彩，气息异样，但却不容小觑。为首的那人赶来，当即低喝道：“属于斗宗巅峰的气势，当即在他的身上激发了开来。”而在他身后的几个人一同爆发气势，最低的人修为也在6星斗宗层次。萧炎并没有意外，而是淡淡的说道：“灵魂力量激发，堪比5星斗尊的气势激发开来，压制着通天椒。”后者顿时浑身紧绷，还是太多了，想要搬干净还真的不现实。萧炎苦笑了一声，不是他不努力，而是这遗迹当中的宝物太多了。尽管之前他已经多带了10枚那戒用来装东西，但却还是不够，只能捡着珍贵的挑了。算了，这远古药林中也搜刮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不过是些普通东西，也算是留给后面那帮家伙喝喝汤。就在萧炎已经通过了2道封锁，彻底进入了远古遗迹深处的时候，外界骸骨山脉遗迹入口处，哼，我天妖皇族对这处遗迹也颇为感兴趣，不知道可否给个面子？哼，此处遗迹乃是被大家一同发现，你九幽地冥蟒一族想要独占，也未免太过霸道了。通天椒，我们来做个交易。魂婴妖术，骤然间有着几道流光闪烁，伴随着他们的到来，周围的天地威势猛然下压，无数徘徊在周围的强者们都面色一沉，整个人被生生的压了下来。好，接收到了命令的地妖魁们当即回到了原地，而萧炎则是来到了石门之前，将机关打开，伴随着一阵机关嘎子嘎子的声响，大门打开，露出了通道，而萧炎则是直接踏入其中。就在他进入通道之后，石门又再度缓缓闭合，下方的人中也是有着真正的强者，当即低喝出声，连带着几人一同爆发出气势。虽然对比起九幽地冥蟒一族的人稍弱，但也不容小觑。萧炎并不打算放过他，飞起身来，粗略辨认了一下方向之后，萧炎便是朝着森林的更深处飞去。他知道，在那里有着堪称是逆天改命神物的宝物，也是前一世为紫妍和萧炎带来蜕变的神物——龙皇本源果。想到便是做到，萧炎以急速朝着记忆中龙皇本源果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不过即使他的速度很快，但每次遇到机关阵法的时候，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机关的开启。因此，在萧炎进入遗迹莫约1个时辰之后，遗迹空间出口之外，众多势力也是达成了共识。哼，一帮该死的家伙！外界远古遗迹入口处，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冷哼一声，面容上满是不甘的神色，但他并没有发作，而是带着忌惮的神色看向了另一边。在那里有着另一批强者，他们或是身穿彩衣，或是身穿白衣，但是有个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容貌都颇为俊美，并且身上的衣袍细细说来都是羽绒制品。他们正是天妖皇族一方的强者，兽域3大霸主魔兽家族之一。得知了遗迹突兀出现的消息，也是派遣了不少强者赶到此处。除此之外，剩下的便是些零零散散的散修强者们。但是因为抱团的缘故，虽然里面的人实力参差不齐，但是人数实力反而是比起2大霸主魔兽家族来说要差上一些。
与萧炎认知当中并不相同的是，这一次来的强者并没有他上一世来的多，并且很多势力都没有出现。不过也难怪，上一世的远古遗迹是消息传出大半年之后，云集了无数的强者，这一次反而是被萧炎提前开启，之前一点意象都没有，来的强者自然少了不少。凭借地境灵魂的本质，萧炎无视了那股威压，飞速地来到了荒原的中心，在那里有着2具庞大的尸体，虽然和记载中缩小了无数倍，但还是有小山那般庞大。而在2具庞大尸体的中心，还有着一个紫金构筑成的石台，里面有着一株不过拇指大小的小树苗，其上还悬挂着一枚通体金子的巴掌大小的果实。萧炎摇了摇头，不再去想，随后玉瓶倾斜倒下，将玉瓶中还保有生机的一滴金黄色的血液滴落在了面前的虚空当中，顿时一个呈现倒扣的碗一般，下方上缘的罩子凭空出现，在那滴金黄色血液落下的地方散发出点点涟漪，随后出现一个莫约直径1米的圆形空洞，脚下一踏，萧炎穿过了那道空洞，顿时那葱郁的森林不见，出现在萧炎面前的是一片荒原，地上满是被血液染红的沙土，散发着浓郁的腥味，一股股的威压自平原的中心传来，满是萧瑟。嘴角微微上扬，旋即萧炎的手指在那界上摩挲而过，伴随着一阵轻微的波动，一只透明的小玉瓶出现在了萧炎的手中，而在其中蕴藏着几滴带有金色的血液，其中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威压。惨叫发出，其中的岩浆蓝色火柱突兀激发，一瞬间导致了不少人的死亡，许多人都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正当外界的人进入远古遗迹的时候，萧炎还在赶路。如今的他眼前满是连绵无尽森林，千篇一律的景象让人有些头晕。呼，里面蕴含着这2尊尸体生前全部的能量，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炼化分毫，还是先将之封印为好，到时候再说。旋即他们一同出手，清出了漆黑通道中的空间碎片，随后大批的强者直接朝着漆黑通道涌了进去。很快不少人都聚集在了一座通天的红石宫殿门口，冲入了通道之中。太古虚龙和紫炎同族就算了，至于这远古天皇，我可不会放过，即使是再看一次也是有些感慨啊。不过萧炎并没有迟疑，忽视了远处隐隐可见的大殿，而是继续朝着森林深处寻觅而去。足足过了20多分钟的时间，面前豁然开来，那是绿油油的草地，没有树木，恰好空出来一块。萧炎自然清楚，这里是这片要林的中心。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仿若空无一物，不过萧炎并没有在意，而是属于地境灵魂的力量提升到最高，在他的感知中，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远处的空间中有着一抹淡淡的扭曲。萧炎长长出了一口气后，这才悄然说道。随后他看向了2具尸体的眼神也充满了火热，与前一世并不相同。这一世他早来好几年，2具尸体中还蕴含着些许的能量精华，可不能浪费了。天妖皇族的一位身着白衣的俊秀男子朝前踏出一步，淡淡的说道，他的话语也得到了2方的认同。得亏离开迦南学院之前，找紫妍那小妮子换取了一些血液，不然今天差点要空手而归。龙皇本源果，龙皇本源果在被摘下的一刻，便是爆发出一阵刺眼的光芒，随后化成了一滩液体，顺着萧炎的手掌流入了他的体内，随后在手掌中心处留下来一枚印记。萧炎喃喃自语道，上一世的时候，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还不明白，不过如今自然清楚，能够在死后发出这等威压，并且制造出这片独立空间，那2只死在这里的太古虚龙以及远古天皇，实力至少都是在6星斗圣以上。时间过去的差不多了，按照约定，我们3方的斗尊强者一同出手，清除通道的空间裂缝，随后一同进入其中。至于收获，那就是先到先得。眼神略带火热地望着这一枚果实，萧炎不由得吞了口唾沫，旋即他便是将那只小玉瓶再度取出，随后将那金黄色的血液涂满了手掌，随后才小心翼翼地将那一枚金紫色交织的果实摘了下来。只有具备太古虚龙或者远古天皇血脉的存在，才能够完好的摘下龙皇本源果。哈哈，喃喃自语道。萧炎将那远古天皇的尸体也收走了，伴随着2具魔兽尸体的消失，这片空间也开始了崩塌。萧炎没有再度停留，飞速地冲出了这片空间，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大殿的方向赶了过去。不过就在此时，萧炎的神情突然微微出现变化，他感知到自己之前操纵留在外面的傀儡已经被摧毁了2具。那帮人的动作也不慢吗？对于地妖魁的被摧毁，萧炎也不意外。虽然他占据着先知先觉的优势，但是遗迹出现时候的异象可不是他能遮掩的，倒不如说这还在萧炎的预料之中。伴随着萧炎的一步步赶路，那傀儡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在萧炎的感知当中消失。终于带着萧炎来到大殿的时候，最后一具的妖魁也被摧毁了。得加快速度了，萧炎喃喃自语道。加快了速度，有着前一世记忆的他轻车熟路的在大殿内部掠过，很快炼丹室的大门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他的眼前一亮，当即一推门走了进去。嘎吱嘎吱，伴随着老旧的机关声音响起，缓缓的石门腾盛而起，而在石门的背后，
有着上百道身影出现，飞速地掠入了其中。他们的神情大多都不太好，不少人的身上还带着火热的灼伤。该死！这般遗迹当真阴险无比。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强者当即怒喝一声，面色不是很好。在之前的火道中，他们损失了3个人，而另一边的天妖皇族中人，也有人的脸上愤愤不平，显然他们也遭受到了损失。当然，想比起来2大霸主魔兽家族，散人一方损失反而是最多的，足足1/4的人死在了火道当中，剩下的人在之前的大门处也损失了不少。哼，我们分开搜寻。呼，小家伙，跟着我，以后有你吃香的喝辣的时候。见到小兽接受，萧炎也是轻轻的靠近视，趁着小兽进食的时候，开始轻轻的抚摸了起来。而小兽似乎是因为丹药的缘故，并没有跑开。潜意识的药老复活的时候，除去用了一尊斗尊强者的尸体之外，还嫁接了造化圣者骸骨的一节手骨，这也导致药老复活之后，实力跨越了9转斗尊的层次，一跃成为了高级半圣，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斗圣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萧炎喃喃自语道：“以那具造化圣者骸骨堪称高阶斗尊的实力，远不是现在的萧炎可以考虑的。那需要所有进入遗迹的强者一同围攻才行。所以现在的萧炎把注意力放在了那只经历过9色丹雷的8品丹药身上。虽然这最后一步很是艰难，但也有了跨越的可能性。而这一次，萧炎打算带走一整具造化圣者的骸骨，利用它来作为药老复活的躯体。经历过这般丹雷，丹药也开了灵智，某种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活物，会自己跑动。因此，萧炎想要找到它的难度也提升了不少。虽然有着前世的记忆，但时间线上有着差距，丹兽也不会乖乖地躺在那里等着萧炎去抓。不过好在经历过几番寻找之后，萧炎终于是在炼丹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正在酣睡、浑身布满了细密白色绒毛，看上去像是一只猫一样的肥硕小兽。它的身上没有任何气息，不过萧炎知道，它就是那只丹兽。萧炎嘴里轻声喊道，反手便是从那戒中取出了大大小小的玉瓶，并且将里面的丹药取出，浓郁的丹药香味飘散开来。小兽微微耸动了鼻尖，随后转醒，看到萧炎之后，先是瞳孔中充满了警惕，但在萧炎的笑容加持，外带他手中的诸多丹药之下，小兽还是一步步地朝着萧炎靠了过去。轻笑着，萧炎灵魂力量微动，给丹兽的身上打上了印记。而丹兽在感知到之后，身形一颤，但并没有动作。萧炎知道，这丹兽已经暂时认他为主了。轰！见到小兽上钩，萧炎也是不客气，嘴角上扬，直接将丹药抛出。那在外界被无数斗皇斗宗疯抢的6品丹药，则是被萧炎当作不要钱一样随意的扔出。而那小兽在见到这般情景后，直接跳跃起来，将丹药叼在嘴里，开始抱着啃了起来。嘿嘿，乖乖过来吧。继续摸了摸雪白绒毛的小兽，萧炎指尖轻弹，便是将丹香自小兽的身上隔绝，随后便是将之踹起，塞到自己怀中，只留下了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露在外面，随后悄然藏在了炼丹室的一角。天妖皇族的白衣男子淡淡的说道，当即带着人朝着一边飞去。而九幽地冥蟒一族的人则是朝着另一处飞去。至于那群散人们，进入到石门之后，已然分散了开来，纷纷3、3、2、2的抱团离了开来，开始朝着各处奔去。知道外面的人已经进来的萧炎，心底倒是并没太多的焦急，毕竟整个遗迹中绝大部分宝物已经被他包圆了，即使让那群人进来喝喝汤也没什么。更何况这片遗迹的最后一个地方，以萧炎现在的实力，可是没办法过去。一想到那还有着部分灵魂印记存在的造化圣者的骸骨，萧炎便是有些头痛。造化圣者身上的天阶斗技，萧炎其实并不是太过在意，毕竟有着前世记忆的他，只要实力足够，略微练习，自然可以施展出此等斗技。不过萧炎真正在意的还是那具骸骨，有着这般加成之下，说不定要老复活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斗圣。这样一来，己方实力大大增强，萧炎针对魂殿的谋划布局也会轻松方便上很多。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那只丹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下一秒，炼丹室的门被轰然砸飞，2道人影窜了进来，目光扫过，寻找有价值的物品。然而他们却没有注意到，一道身着黑袍的人影已经悄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随后举起了手刀，直接拍下。咔咔，伴随着2道闷哼声响起，2道身影软塌塌的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当中。而萧炎则是直接拔下了其中一人身上的衣服，套在身上，收敛气息。随后将这2人捆了起来，栽在房间中最大的炼丹炉当中，悄然离去，只留下了一句轻笑中夹杂着意味深藏的话语：“哼，让我看看，等一会儿，这帮家伙们打算怎么去对付主殿里的那些东西？该死，这偌大的遗迹就这么点破烂东西！”大殿之内，一声叫骂传来，众人仰头看去，只见正是一队人马掠过，他们的脸色相当难看，搜刮了一圈大殿，到头来就找到几本玄阶斗技，简直是笑掉了大牙。哼，这遗迹当真坑人，看上去不凡，实际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多少。另一边也有人应和道，看上去脸色也不怎么样。刚才他们一队人马正是从外界的药林掠入大殿，
一路上虽然灵草药材不少，但大多只不过寻常之物，可以炼制4、5品的丹药。对于这些斗宗斗尊来说，跟垃圾没什么区别。这2道话语声反而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一时间不少人都大吐苦水起来。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神情不自然，就像是吃了一只蟑螂一样。天妖皇族的一帮人脸色着实难看，他们进来之后，仗着实力因素，当即搜寻过很多地方，但如今最高所获不过是一本地阶功法，还是低级的。但在之前的火道中，他们甚至还因此损失了2名斗宗级别的高手，这一般下来，简直得不偿失。这墓穴遗迹的主人当真恶趣味，若是让本尊找到他的骸骨，当真要给他挫骨扬灰。为首的白袍男子，也就是天妖皇族那名带队的斗尊强者，当即脸色不善，眼神中泛着怒火的低吼道。相隔着不远，与天妖皇族遥遥对立的九幽地冥蟒一族中人心情更是烦躁。相比起来，他们更加倒霉，到现在还是一无所获，甚至其中还有成员不慎在药林中被魔兽打伤，气息萎靡。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一道身着黑袍、气息莫约只有斗宗水平的人影悄然进入了大殿正厅之中。除去在最开始的时候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瞥了一眼之后，便是再也没有人关注他。毕竟像他这般实力之人，在座之中太多了，不上不下，属于垫底。至于外貌，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忽略过一道道或是戒备，或是仇视，或是友善的打量目光之后，黑袍人影来到了一个角落，状似歇息，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呼，来的还算时候，好戏还没有正式上演。拿到黑袍人影，正是改变了装束和气息的萧炎，对于那些审视的目光，他并没有在意。在进入大厅之后的第一瞬间，他先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大殿之内的封印当中，确认无误之后，这才将目光投向了另外几道值得注意的身影。1位、2位、3位，阵容倒是不小，短短时间内竟然凑得齐7位斗尊级别的强者，可真是难得。萧炎喃喃自语道。他注意到大厅中几个实力强横的身影，天妖皇族的2人，九幽地冥蟒一族的3人，除此之外还有2位散人阵营的斗尊强者，他们之中实力最低的不过是2星斗尊，而最强之人恐怕已经是跨入了5星后期。在感知当中，饶是萧炎也能感知到一些凝重，可惜这般实力恐怕还差一点。那造化圣者的骸骨不是这么容易对付的。萧炎摇了摇头，思绪飘远，目光锐利，仿若直接穿透了那层空间封印，直接看到了那10几道雕像之上，而在那些雕像们的手上还存放着一个个的光团。有过潜意识经验的萧炎自然是清楚的知道，那10几道雕像并不是真正的雕像，而是状似雕像的傀儡。他们的实力不凡，每一尊恐怕都具备着斗尊级别的实力。纵然他们身为傀儡死物，但数量上的压制足以令在座之人都喝上一壶，更别说里面还有着一尊留有灵魂印记的造化圣者骸骨。此时此刻的这些傀儡都纹丝不动，还未被触发，一旦激活，整片看似祥和的宽敞大殿之内恐怕会化作一团血腥的战场。不过这些傀儡虽然凶悍，但是对于我来说却算不上什么威胁。萧炎虽然重视，但也并没有太过把这些傀儡放在身上，以他递进灵魂的强度，完全可以强行抹除出里面的印记，打赏属于自己的灵魂印记，将之操纵。零零散散的进入大殿的人终于稀疏了起来，等了莫约半刻钟后，再也没人来到大殿，好似所有进入遗迹的人都聚集了起来。这才有人缓缓地开口道：好了，如今进入遗迹之人差不多全都在这里了。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缓缓扩散开来，然而还没等他说完，便是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的话语，冷哼道：哼，黄天，谁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里面的光球很可能有着天阶斗技的存在，你是想拉人一起分了？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又有人开始开口。下方的诸多斗宗强者们此刻都是面面相觑，在外界他都是一方大人物，但是在遗迹当中，他们不过都是些普通人，真正掌控局势的从来都是那帮斗尊强者。萧炎并没有在意这些人的争吵，而是趁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远远地离开了封印边上，隐匿气息藏在了黑暗当中。很快便是确定了方案，7位斗尊强者一同出手破解封印，浓郁的空间波动扩散了开来。莫约半刻钟后，伴随着一圈涟漪的爆发，空间封印缓缓解除了。而就在空间封印解除的刹那，许多人直接率先冲入了其中，朝着那一个个光团扑了过去，顿时场面陷入了混乱。哈哈，这个是我的天阶斗技，我来了，你找死，把它还给我！一时间，剧烈的混战爆发，五颜六色的斗气溢散开来，朝着各处撞了过去。在这危险又广阔的遗迹中寻找了许久，并没有太多收获的他们，此时此刻面对可能存在天阶斗技的光团，全都近乎发狂了。就连那些斗尊强者们也不意外，纷纷朝着光团冲去，一掌隔空拍下，便是能看到几位斗宗强者爆成一团肉酱。咔嚓咔嚓，就在所有人陷入争抢的刹那，几道细微的声响传来，不过很快掩埋在了战斗的声音当中。然而他们很快便会为了自己的大意付出代价。
同一瞬间，只见那些宛若石雕一般的雕像，在这一刻陡然全部动了起来。他们眼中突然出现红光，纷纷朝着周围的人们袭杀了过去。该死，这些雕像是活的！先别打了，联手把他们镇压。不，我的手！在那10几道傀儡加入了战局之后，场面上的局势再度发生了变化。直到数位斗宗强者直接惨叫一声后，被打成一团团的血雾，这些傀儡们的威胁才在众人的面前展现。一时间，人人自危，但是没有人来抗衡。这些傀儡肯定会把所有人击杀在此，一个不剩下。那些还在互相争抢的斗尊强者们也是发现了威胁，很快停止了纷争。如今场面之上还有5个光团属于无主之物，先联手镇压这些雕像，不然我们都会死。很快，他们达成了共识，各自开始迎向了一道傀儡。同时，他们大声指挥着下方群龙无首的诸多斗宗强者们一起阻拦。20多位斗宗强者组成一队，开始对着傀儡围殴。斗气凝聚之下，竟然一时间能够打得那些傀儡节节后退。然而，所有人都在竭力交战的时候，却是没人注意到，有着一道黑袍的身影已经悄然借助着死角，悄无声息地穿梭到了大殿的中心，来到了那具盘坐在地上的金银白骨面前。那具骸骨盘坐在原地，双手合十，即使已经逝去，化为森森白骨，但是其上依旧蕴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势，好似超越了天地一样，震撼无比。造化圣者的骸骨果然不凡，萧炎喃喃自语道。在他的感知当中，他能够感觉到造化圣者的骸骨之内还隐约蕴藏着一道灵魂印记。潜意识的造化圣者骸骨突然复原，并且施展出天阶斗技，以一己之力打得10来位斗尊强者抬不起头来。恐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世萧炎如今虽然实力不足，但他的灵魂本质却是足有地境的层次，这也是他有着信心冒险的原因。看着那具骸骨，萧炎的眼瞳中充满了些许的火热。有着这样一具堪称完美的骸骨作为躯体，要老复活的时候，那实力该有多么强横！接下来就要小心了，千万不能触动激发。萧炎喃喃自语道，灵魂力量透体而出，入侵了造化圣者骸骨之内，朝着拿到灵魂印记当即发起了冲击。轰！一股堪称恐怖的碰撞陡然激发，扩散出一圈圈的涟漪，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萧炎的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低喝一声，再度施展出灵魂力量，朝着那隐隐想要动作的森森白骨再度发出了灵魂冲击。嗖！一道破空声从萧炎的背后传来，带着些许的急躁与阴冷的语气响起，低喝道：“小子，把宝物交出来！”是有不敢参与战斗之人，通过刚才的声响，看到了萧炎的动作，想要上来偷袭抢夺。滚！然而萧炎又岂会惯着他们，当即低喝一声，头也不回，袖袍一挥，顿时一股磅礴的斗气夹杂着劲风向着身后轰去。顿时那道偷袭的身影发出一声惨叫，随后倒飞回去。正在和造化圣者的骸骨陷入了激烈的拉锯战中，萧炎也懒得再度隐藏实力。如今大部分人被那些傀儡们拖住，剩下的人又不过是一群小卡拉米，又岂能拦住他？该死的家伙，胆敢对我天妖皇族之人出手，找死！见到萧炎一袖袍轰飞一人，然而还有几个跟他一起的同伴当即一同跳出，对着萧炎发动了攻击。然而这一次可没有那么简单。哼，天妖皇族，这一世我没去招惹你们，反而倒是你们先对我动手。萧炎心底冷笑，只见他眼神一凝，头也没回，手中凭空出现了一道漆黑重尺，其上蕴含着斗气，霎时间燃烧起来，随手向着身后一甩，当即一道30丈长宽的3色炽热火芒飞出，当即将那最前方的一人直接拦腰截断，化成了2半焦尸。另外的几人则是被余波轰飞，狠狠地砸在地上，生死不知。斗尊强者，怎么可能？萧炎展现出来了真正的实力，强势击杀了几人，稳定住了局势，然而也引起了几人的注意。只不过这时候的萧炎已经彻底将造化圣者的骸骨灵魂印记压制，随后打上了属于自己的印记。胆敢杀我天妖皇族人，你找死！高空之上正在和傀儡鏖战的天妖皇族斗尊强者见到自己带来的几人这般惨状，当即愤怒了起来，随后双手结印，构建出了七彩印记，一拳轰出，将傀儡轰飞一段距离后，整个人便是头也不回的离开，朝着下方猛然冲去，手中斗气凝聚，握成爪子，朝着萧炎的脑袋抓去。砰！面对黄天的攻击，萧炎当即冷哼一声，随后一步踏出，以拳对拳，直接迎着黄天的攻击打去，同时低喝道：“8级崩，给我破！”下一秒，双方的攻击碰撞在一处，周围的空间顿时坍塌了数丈，露出了其中的漆黑一片。不过让众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只见一道身影赫然倒飞出去，不是别人，正是那黄天。只见他猛地退开了几十丈，手臂不自觉的扭曲，额头上冷汗冒出，眼神中满是震惊和不解。然而萧炎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眼睛微微眯起，一抹森然的杀意在眼瞳中浮现。前一世的天妖皇族也是萧炎的生死大敌，一直和萧炎作对，
让他多次陷入了生死险境。如今重来一试，即便不会将之灭族，萧炎也绝对不会其中的某些人。黄天，既然你想死，那我便成全你。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萧炎周身温度腾升，3团颜色不同的异火飘起，形成了不同的形状的火灵，冲着脸色变化的黄天发出了阵阵咆哮。5轮离火法，给我杀！3头火灵出现的刹那，周围的温度猛然间剧烈腾升起来，一时间空气都被灼烧，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萧炎冷冷地看向了远处还处在震惊中的黄天，冷笑一声，随意便将造化圣者的骸骨收起，双手结印，狼豹狮3头火灵飞奔着，踏足虚空，朝着黄天奔袭而去。后者面色大骇，当即低喝一声，手中印记结出，身上弥漫出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古老气息。妖皇钟，顿时巨大的谷中虚影浮现在了黄天的身上，将之笼罩在内，其上光芒大作，古朴的神秘纹路上发散着阵阵余光，带着奇异的韵律，迎上了那轰击过来的3道火灵。轰！当即二者碰撞在一起，巨大的火浪当即奔涌扩散开来，炽热的温度腾升，将周围一小片地区都染成了漫天的火海，道道螺旋状的龙卷溢散。火海的中央只留下一道谷中在苦苦支撑，那原本因为对碰而消失的火灵，则是在火海之中再度张开眼睛，凝聚成形，再度对着谷中虚影发出了冲击。二者的这一下对碰和刚才那一次并不相同，动静之大，影响范围之广阔，就连上方在和傀儡交战的另外几名斗尊们都心头一惊，注意到了那里，那是天妖皇族的那个，他是在和谁战斗？连续轰出几拳，将一个傀儡打得4分5裂之后，身形雄壮的男子看向了下方，脸上带着些许的狐疑神色。他正是那位散修阵营的斗尊强者，看似人形，但实际上本体却是一头魔熊，皮糙肉厚，战力强横。嘿嘿，凤老鬼，你们家的那个小子怕是要遭殃喽。另一边，一个看似瘦弱的老头则是皮笑肉不笑的看向了远处的天妖皇族另一位斗尊强者，调侃道。至于那位年龄看上去偏大的天妖皇族斗尊强者，则是脸色一沉，就像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一样。他的心里无比焦急，想要击退身前和他颤抖的傀儡，前去援助黄天，但是以他的实力，却根本无法短时间内将之击败。傀儡不畏生死，身体坚硬无比，除去动作僵硬，战斗时候并无灵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下方的诸多斗宗强者们被溢散开来的火海逼退，只得眼巴巴地看着那交战之中的黄天以及萧炎，面面相觑。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浑水摸鱼的存在，贪生怕死，如今遇到这种情况，走也不是看也不是，坐立不安。至于萧炎，则是并没有去管上方的战斗，而是眼神凝重，以他如今的堪比5星斗尊级别的实力，与面前的黄天不过是五五之数，若不是对方之前托大一拳被他砸出内伤，还不知道要焦灼多久。这个家伙不能留。当即萧炎下定了决心，眼神中翻出一抹寒光，不仅仅是刚才有着前世记忆的他，自然知道天妖皇族的秉性宛若疯狗一样，不管谁得罪了都要死命的报复。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哪怕是这一世的自己并没有主动招惹对方，反而对方却是直接找上了门来。黄天啊黄天，我本来都准备放下这段恩怨，没有去炼化那对古意，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事情还是发展到了如此地步。萧炎喃喃自语道，眼神中的煞气凝聚，趁着3道火灵在围攻黄天的刹那，萧炎的手中也是在不断的变换着印记，道道玄奥的手印被萧炎打出，带着凝聚起来的澎湃气势，周围的天地能量都在朝着萧炎汇聚过去。妖皇拳失去了萧炎的操控，火灵的速度和进攻的凌厉程度下降，当即被黄天抓住机会施展出斗技，直接生生轰散。然而就当他红着眼看向远处的黑袍人影之时，只见那道黑袍身影忽然抬起头来，露出了一个恰好能被黄天看见的凌冽微笑。开山印、翻海印、覆地印、烟天印、地印诀4印合一，伴随着萧炎那只有自己能听得清楚的低喝声传来，当即4道颜色不同的手印在同一时间打出，随后融合在一起，迎风暴涨，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对着远处的黄天猛然拍去。而见到这一幕的黄天当即面色苍白，那怨毒的神情当即消散，剩下的唯有震惊和惶恐。不可能，不！除去黄天之外，高空交战的不少斗尊强者都感受到了一股绝强的气势，当即纷纷面色一变，注意力朝着那处探查而去，却只看见一道遮天盖地的手印朝着黄天拍去。纵然后者绝望之下开启了妖皇圣像这尊保命的绝技，但依旧在那大手印之下摧枯拉朽，只是短短的抗争了一瞬间，便是直接被轰杀当场。余波砸在大地之上，顿时道道足有100丈庞大的漆黑缝隙裂开，一时间小半座大殿宛如地震了一半，颤动不已。哼，找死！长长吐出一口气，萧炎面色有些苍白，不过他却没有露出虚弱的神情，而是回望了一眼四周，脚下猛然一点，
就朝着大厅入口猛然飞去，目的都已经达成，是时候离开了。迫于萧炎的威势，也没有敢于拦住他。但就在萧炎即将出门离开的刹那，一道破空声猛然自他的身后传来，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道怨毒愤怒的声音自高空降了下来，暴喝道：“小子，拿命来！我要让你给黄天偿命！”眉头微微皱起，萧炎身形停滞，向下一拐，恰到好处地躲开了那一下的偷袭。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数道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不仅将出口堵住，顺便还将萧炎四周的方向隐隐约约地围住。环视了一圈周围，萧炎提起了警惕，除去那位天妖皇族的老者之外，还有九幽地冥蟒一族的2位斗尊强者，以及不分各族的斗宗强者。至于高空之上的傀儡，在这段时间的鏖战中已经被摧毁了大半。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萧炎看向了一旁的九幽地冥蟒一族的领头大汉，沉声道：“天妖皇族的那人拦下萧炎，他倒是可以理解。至于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家伙们，则是有些出乎萧炎的预料。不为什么，就是想让阁下将之前的那具骸骨交出来。”九幽地冥蟒一族的2大斗尊强者，那位光头的大汉则是带着一丝微笑，阴险地说道，同时将那位脸色难看的天妖皇族老者拦了下来。萧炎心头微微一沉，这群人能够修炼到如此地步，没几个是傻子。那些光团中的斗技虽然好，最低的也足有地阶中级，但这并不能瞒过他们太久，毕竟这些都是烟雾弹。真正的天阶斗技，萧炎清楚地知道，就在那具造化圣者骸骨的3根肋骨之上。如果我要是说我不教呢？萧炎低喝道，双拳紧握，显得相当愤怒至极。不过在他的这句话出口之后，萧炎便是可以感受到，另外2人纷纷朝着他靠近了一步。而那位领头的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大汉，则是轻哼一声，皮笑肉不笑，眼神里带着一抹嗜血的杀意道：“不交出来，那就吃些皮肉之苦吧。”听闻此言，萧炎显得极为不甘，双拳紧紧攥住，周围的3人也提高了警惕，防备着萧炎一怒之下暴起。对方毕竟是一位能够轰杀黄天的斗尊强者，悍然出手之下，他们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伤者。好，给就给，不过里面有什么好处，我也要分一分。萧炎低喝道，将手指在那戒上摩挲而过，将造化圣者的骸骨取出，随后随意地抛给了大汉。而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具晶莹的骸骨吸引之际，萧炎猛然冷哼一声，灵魂之力催动，而那具造化圣者的骸骨这一刻，2对眼窝中火光猛然亮起。该死！大汉当即意识到了不对，想要闪身，但造化圣者的骸骨在这一刻却是猛然爆发，晶莹的骨骼上爆发出一抹光芒，随后一掌对着前者轰出。砰！沉闷的拳肉交击之声响起，大汉当即被轰飞，口喷鲜血，胸膛之上也塌陷了老大一块，生死不知。该死，这鬼东西怎么还会动？有惊呼传来，然而下一秒又是一道沉闷的拳肉交击之声响起，只见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另外一名斗尊强者当即被震退几十丈，捂着胸口，面色潮红，嘴角溢血。身着黑袍的萧炎则是在他的身边缓缓飘出，冷冷地看向此人，低喝道：“不愧是九幽地冥蟒，肉身就是强横。”突发的异变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刚刚还围住了萧炎3人，竟然是直接被重创2位，一时间局势逆转。你这是什么妖术？天妖皇族的老者像是被镇住了，这才反应过来，质问出声。然而萧炎并没有回答，眼神里闪出一抹寒芒，随后低喝道：“杀了他！”下一秒，造化圣者的骸骨出现在了他的背后，在后者后知后觉惊恐的眼神中，一拳轰出，将天妖皇族老者的胸膛轰了个对穿。快逃啊！剩下的一些参与围攻萧炎的斗宗强者们见势不妙，想要逃走，但却在萧炎冰冷的眼光之下，被弹指而出的道道火焰灼烧成了灰烬。至此，进入遗迹的天妖皇族中人全灭，至于九幽地冥蟒一族的人，还剩下2位。对于这些个对自己出手的人，萧炎不打算放过，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当即他便是指挥着造化圣者的骸骨上去，而自己也逼近靠拢了过去。很快，那一位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斗尊强者也是在凄厉的惨叫中被骇然击杀。萧炎的目光冷厉地扫过了高空之上，如今只剩下寥寥几个傀儡在苦苦支撑，而最后剩下的一位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斗尊强者见势不妙，已经逃到了遗迹深处藏匿了起来，短时间内难以搜寻。至于剩下的2位斗尊强者，连带着一大批的斗宗强者也是靠拢在了一起，生怕萧炎出手将他们也灭了。他们的手中已经搜集了大半的光球。算你运气好。萧炎低声呢喃道，这里毕竟是兽域，也是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大本营，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没法去真正招惹一个霸主级的魔兽家族。如今遗迹已经开启，若是再度逗留，恐怕会被后面赶来的强者堵住。走了！低喝一声，萧炎将造化圣者的骸骨收起，随后化作一道流光，以急速朝着遗迹之外飞去。花费了大约20多分钟，萧炎便是离开了遗迹，朝着外界飞去。
他能看到在遗迹入口处围拢了不少人，或是魔兽。随意的大袖挥出，将几个不要命的想要抢东西的家伙轰得生死不知。萧炎这才朝着远处急速飞去，很快便是消失在了天边。就在萧炎离开之后，莫约1个时辰的时间，遗迹中的人这才脸色难看的出现。那位仅存的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斗尊强者当即震怒，问清了萧炎离去的方向之后，便是通知了家族。1天后，让整个兽域都抖了3抖的消息传来，有一个胆大包天之徒竟然在遗迹中击杀了九幽地冥蟒一族以及天妖皇族的成员。这还不算，天妖皇族的成员里面有一位还是嫡系。一时间，2大霸主魔兽家族震怒，发出了通缉令，誓要将之追杀。但这些都与萧炎无关，他已经趁着这段时间没有保留的全速赶路，堪堪离开了兽域。随后略作改变装扮之后，萧炎便是踏上了回到星陨阁的路程之上。星陨阁后山之巅，身形略显虚幻的药老盘坐在巨石之上，灵魂威压弥漫开来，而风尊者则是和他遥遥对立，盘腿而坐。老家伙，我已经暗中联系了一些当年关系不错的老东西，他们已经给我答复，愿意成为星陨阁的客卿，当然得要你恢复肉身之后。听闻此言，药老则是微微颔首，旋即看向了远方，声音低沉地说道：“萧炎已经走到如此地步，我这个做老师的可不能拖他的后腿啊！因为如今在兽域算是得罪了天妖皇族以及九幽地冥蟒2大魔兽霸主家族，他们耳目众多，即便是在兽域之外，也有着众多的耳目。因此，萧炎也没有大张旗鼓的赶路，而是掩人耳目的变换身形。耗费了莫约大半个月的时间后，以及离开兽域很远之后。”萧炎这才来到一座城市，利用其中的空间虫洞，朝着星陨阁所在的中州南域赶了过去。星陨阁主楼之内，面对而坐的药老和风尊者再度商量着事宜。忽然，他们的脸色同时一变，看向了后山方向。在之后，一股熟悉的气息出现，药老的脸色当即放松了下来，摸着胡须笑道：“是萧炎，他回来了。”另一边的风尊者则是遥遥感知着那逐渐撕裂开来的空间裂隙，眼神中带着些许惊叹和略微羡慕，轻声道：“老家伙。”这次你可找了个好弟子啊！这次萧炎外出历练，算上来回路程，一共花了超过3个月的时间。虽然分开时间不长，但他的心情确实十分激荡。这一趟没事吧？药老看着眉宇间带着些许喜悦的萧炎，笑着问道。而萧炎则是嘿嘿一笑，轻声说道：“那是自然，有惊无险。老师，风老，我们进去说。”听闻萧炎的话语，2人也是微微颔首。虽然感觉萧炎有些神神秘秘的，但看起来显然收获不菲。有要事和他们商议。待得3人来到主厅之后，风尊者平退了他人，而萧炎见状，又随手打出了一层斗气屏障，覆盖在房间各处，将声音隔绝了起来。萧炎，这般神神秘秘的，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药老见到萧炎这副模样，当即笑道，而萧炎则是轻轻咳嗽了一声，旋即轻声道：“老师猜得没错，弟子这次收获确实不菲，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一旁的风尊者也是笑呵呵地看向萧炎，开口道：“有星陨阁做你的后盾，害怕得罪什么人？”说到这里，风尊者像是想到了什么，脸上笑容收敛了几分，低喝道：“莫非是魂殿对你出手了？”显然，风尊者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药老之前一直被魂殿追捕，而萧炎同样身为炼药师，灵魂力量强横，在中州这片地域上被魂殿盯上的几率也是不小。然而，面对药老和风尊者的紧张，萧炎则是挠了挠头，淡笑道：“并非如此，老师，风老。其实我这一次去了兽域，得罪的也不是什么魂殿，不过是杀了天妖皇族和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几位斗尊罢了。”原本还因为萧炎说并不是得罪了魂殿而微微松了口气的2人，听到后半句话，当即眼珠子一瞪，旋即面面相觑。药老倒是隐隐有所感知，毕竟他和萧炎相处的时间很长，自然清楚他的秉性。而风尊者则是有些傻眼了：“郝师侄，你确定没说错吗？”显然，风尊者对于萧炎的彪悍有些不理解。萧炎当初离开星陨阁的时候，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实力已经恢复到了斗尊层出，在药老和风尊者的眼里，萧炎如今的修为还只是表面上的斗宗而已。呵呵，当然没错，反正如今大殿内的2人是信得过的。萧炎略微斟酌了一番后，也决定不再隐瞒。当即那股雄厚的灵魂力量透体而出，足以匹敌5星斗尊级别的力量发散出来，让药老和风尊者一阵恍惚，这才略带震惊的目光看向后者。而药老的脸色上先是一阵震惊，随后又转化成了恍然，最后夹杂着些许欣赏。萧炎跟他讲过梦的事情，药老自然以为萧炎的灵魂力量增强和那个古怪的梦有关。师侄真是好澎湃的灵魂力量。风尊者则是感叹了一番，旋即收起了打量，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色。如今萧炎的实力大增，星陨阁的实力也会提升不少，
这对于接下来招兵买马的行动有着不少的帮助。见到药老和风尊者都平复了情绪，萧炎这才将之前在兽域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听得两人都是微微一怔，其中的凶险以及收获，即便是以药老和风尊者的阅历，都感到不小的惊呼。当听到萧炎收获丰厚的时候，两人又是一阵震惊，眼神里都露出了火热的神色。而萧炎也并没有隐瞒独吞的意思，微微一笑，旋即屈指微弹，顿时几枚纳戒出现在了面前的桌子上。这里面便是我在那远古药林的大半收获，用来补充星陨阁的宝库，绰绰有余。此外还有10本地阶、中低级的功法斗技，我用不上，一并由风老来处理吧。萧炎将这些东西交出去，也是存着以星陨阁为中心，在中州再度建立起一个大势力的想法。如今以加玛帝国为主的联盟已经开始朝着西北地域发展，黑角域那边也有着萧厉海波东以及迦南学院的一帮好友在管理。在中州，萧炎也需要一个代理势力用来对抗魂殿，而星陨阁就是最适合的势力。除去高层基本都是自己人以外，药老和风尊者的影响力也是不小的，可谓一呼百应，而且能够来的人实力也不会太差。待得风尊者一脸郑重地接过那几枚纳戒之后，萧炎则是再度看向了药老，随后屈指微弹，顿时一个小木盒出现了他的面前。这是？药老有些疑惑地打开，旋即看到其中那金色的如同婴儿一般的果实，当即变了脸色，震惊道：这是魂因果，还是品质最好的金色魂因果？见到这金色果实，绕氏以药老的定力，眼中都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惊喜之色。见到药老欣喜不已的萧炎，也是拱了拱手，笑着道：还请老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这枚魂因果炼化，最好将灵魂力量再度突破一番，到时候萧炎还有一番大礼要赠予老师，至于现在暂且不表。听闻这温和的话语，再看向青年那微笑坚毅的清秀面庞，药老感觉到眼前一阵恍惚，随后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回到星陨阁，在和药老以及风尊者见过面后，萧炎也是短暂的休息了一段时日。在这段时间里，萧炎和恰好出关的美杜莎女王以及小医仙二人，则是在这星界附近好好游玩了一阵。待得美杜莎女王问起有关九彩原石的消息后，萧炎则是想到了那处地方，随后摇了摇头，淡笑着回复美杜莎女王，她的实力还差上一些。原本因为修为突破而心情不错的美杜莎女王，在听到萧炎的回复之后，脸色再度冰冷了下来，随后便是冷哼一声，转身离去。第二天再度进入了闭关当中，显然萧炎的一番话刺激到了他。见到美杜莎女王如此努力的小医仙，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因此过了几天之后，他也取出了许多自魔毒宗以及万仙门收集到的珍贵毒药，进入了密室当中开始闭关。一时间享受着2个美人相伴的萧炎再度陷入了孤家寡人的状态，这让他有些无奈。不过既然休息的差不多了，索性也该开始正事了。星陨阁后山，萧炎找到风尊者，取了一间密室之后，便是开启了长时间的闭关。这一次他打算直接炼化魂因果。虽然他上一世曾经达到过斗帝的境界，即便是现在灵魂本质也是地境灵魂，但魂因果这等天地神物，其中蕴含的灵魂力量之庞大，饶是如今的萧炎也得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将之炼化，并且用来修补自己已经受损的灵魂力量。就这样，原本有些热闹起来的星陨阁再度陷入了沉寂，一时间萧炎等人全都陷入了闭关状态，这让风尊者有些无奈，只得出来主持大局。一时间仿若又回到了萧炎等人抵达星陨阁之前的状态。就这样，时间流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半年的时间就这般过去。这一日，当风尊者按照日常主持晨会的时候，他陡然间感觉到一股凶悍的气势自后山传来，犹如超越了天地一般，恐怖的威压压在心头，让他整个人在一瞬间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那股恐怖的堪称超越了天地束缚的威压，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让风尊者松了口气。接下来的时间你等自行安排。伸手压了压，风尊者示意弟子们自己行动，自己则是一步踏出，跨越了空间，一步便是来到了星陨阁后山，只留下了面面相觑的一帮人。密室当中，足足大半年未曾动作过的萧炎，此时此刻衣服皮肤上却是没有半点的灰尘，依旧干净整洁，而他的身体上却是发散着晶莹的流光。猛地，萧炎睁开双眼，一抹金芒从中爆射而出，犹如实质一样，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的身体中不受控制地飘出，但很快就被反应过来的萧炎压制。随后他审视了一番自身，感受着伤好了大半的地境灵魂，再度延伸出些许灵魂力量后，感受着其中的能量与质量，长长叹了口气，些许的担忧放下。呼，我如今的灵魂力量恢复大半，情况比我预想的好很多。以我现在的灵魂力量，即便是一般的斗圣强者也足以匹敌。感受着那澎湃的足以和一般斗圣强者匹敌的灵魂力量，萧炎的底气也是充足了很多。若是在这个基础上手段齐出，无数高阶的斗技砸下去，萧炎有着足够的自信，就连4星斗圣这个层次的敌人也能够抗衡1、2。恢复到如此地步，我也算是真正拥有了掌控自身命运的力量。
起码魂殿不出动那有数的几位强者，完全不是我的对手。萧炎喃喃自语道：“远古八族有着禁令的存在，6星，包括6星以上的斗圣强者，不可以在大陆上出手，否则必定会遭受到其他远古种族的联手压制。这样一来，魂殿、不，魂族绝大部分可以对萧炎造成威胁的强者都没有办法出手。以他现在的战力，如今的魂殿对他已然威胁不大了。不过还不能放松，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祖上萧族的身份，魂族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将我抹除，到时候可就得不偿失了。”萧炎摩挲着下巴，喃喃自语道：“如今的他虽然依旧收到钳制，但是相比起之前还处在斗宗斗尊层次的他来说，要好上太多了。还有如今我的肉身实力和灵魂力量差距太大了，吞噬异火的事情也要安排上日程。”萧炎喃喃自语，思考着接下来的事情安排。当他感知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靠近之后，则是停下了考虑，拱手笑道：“风老。”而风尊者在看到了造成如此恐怖动静之人竟然是萧炎的时候，当即瞳孔有些紧缩，他感觉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还记得不久，也就是1年多以前，他第一次见到萧炎的时候，后者不过是一介高星斗皇，但如今他却是有些看不透，如今的萧炎抵达到了什么层次？师侄，你这是突破了？如今实力到底有多强？风尊者略显迟疑地问道。而萧炎则是重重地点了点头，轻笑道：“自然，如果说实力的话，堪堪斗圣嘛。”听到萧炎轻描淡写的话语，风尊者当即倒吸了一口凉气，后退了几步，重新审视萧炎，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他感觉自己这么多年的修行，就像是修行到了狗身上一样。萧炎如今不过20多岁，就已经有着斗圣级别的水平，似乎是感觉到风尊者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萧炎连忙耸了耸肩，转移了话题，询问道：“风老师还没出关吗？”听闻萧炎的询问，风尊者也是回过神来，旋即唏嘘道：“不过药程应该快了，顶多1周左右的时间。”风尊者的回答让萧炎很是欣喜，他笑着点了点头，旋即手指摩挲，心中不免地泛起了些许悸动，暗自道：“哼，老师，待得你出关，便是弟子重新为你炼制肉身，跨入斗圣的时候。”距离药老出关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趁着这段时间里，萧炎也开始在为药老炼制肉身开始在做准备。在和风尊者交流过后，后者当即表示他身上有着一尊4星斗尊的肉身，完全够用。但如今的萧炎已经看不上这等层次的物品，更何况他早就准备好了造化圣者的骸骨，效果绝对要好上很多。待得准备的材料集齐之后，萧炎选择了一处星界后山的风水宝地，点火开炉，开始炼药。炼制肉身所需要的材料，除去合适的肉身之外，还需要生骨溶血丹之类的高品丹药来改造原本身躯中的不匹配之处，使之可以和灵魂完美融合，不会出现隐患和排斥。不过老师这一次突破远比前一世要高，若是还用之前的生骨溶血丹来作为衡量，恐怕有些不够啊。萧炎喃喃自语道：“前一世的他为药老炼制身躯的时候，提前准备的是一枚8品5色丹雷的生骨溶血丹，虽然极为珍贵，但若是以如今的眼光来衡量，恐怕是差了几分。相比起前一世来，这一世萧炎准备的东西也更加充分，因此丹药的品质也要更高。”话音落下，萧炎再度屈指微弹，顿时一枚枚晶莹的小玉瓶便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每个小玉瓶当中都存放着一小团蕴含了强烈气息和澎湃能量的精血，它们是这段时间中萧炎和星陨阁收集到的各种各样强大魔兽的精血。前一世萧炎是在丹会的时候，为了夺得丹会冠军，这才强行利用生灵之法，将这原本最高只有7品顶峰的生骨溶血丹品质提升在了8品5色丹雷的层次。但以萧炎如今的眼光看来，当年的炼制多少有些疏漏。老师出关了。萧炎微笑着拱手行了个弟子礼，药老见此也是开怀大笑。一旁的风尊者这才姗姗来迟，脸上也是压抑不住的欣喜神色。恭喜老师出关。萧炎长叹一口气，一手挥出，顿时一只巨大厚重的漆黑药鼎凭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重重地落在地上，溅起些许灰尘。这是黑魔雷，恐怖无比，只有在炼制成功9品宝丹或以上层次的丹药时才会出现，而这每一道雷霆都足以轰杀任何一名半圣级别的强者，即便是真正踏足1星斗圣层次的强者，都是难以接下太多。小家伙，这次还需要你帮忙了。而在萧炎的面前，一只晶莹的小玉瓶中盛放着数滴透明的血液，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药香，让人心旷神怡。萧炎感到一阵惊喜，当即便是一步踏出，旋即整个人的身形化作虚幻，下一瞬间他便是出现在了药老闭关之处。只见一道与之前相比凝实了许多的虚幻身影凭空飘出，苍老的脸上洋溢着笑意，带着些许的惊喜。相比起之前来，药老身上的灵魂力量也是壮大了许多。萧炎一脸狞笑地将这由丹药化灵成型的丹兽提了起来，紧紧地看向后者。雪白色小兽趴在萧炎的肩上，神情有些萎靡地叫着，气息相比之前虚弱了不少。
不过伴随着萧炎将一枚枚至少有5、6品级别的丹药递后者后，他又是打起精神，开始抱着啃了起来。正当他想要去和风尊者等人解释一番的时候，突然像是感觉到了什么，骤然间朝着远处望去，下一秒，一股熟悉的气息从那里爆发而出，当即又是一道光柱凭空出现，屈指微弹，3色的融合异火自萧炎的指尖挥出，落入药鼎当中，顿时周围的温度剧烈的腾升起来。待得过了一阵之后，伴随着萧炎的动作，一枚枚的珍稀药材便是被投入了药鼎当中。这一次的炼制丹药，足足花费了萧炎5天的时间。而在丹药成型的刹那，便是一阵犹如天罚一般的威压凭空出现，自高空之上对着下方一切卷袭而下。这一次，萧炎决定改进炼制丹药的方法，将它的品质再度提高一定层次。旋即，萧炎便是将头低了下来，目光看向怀中一只雪白色毛茸茸的小兽，似乎有所感知，从萧炎的怀中探出头来，一脸天真迷茫。呼！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炸起，顿时一道漆黑雷霆直接自高空劈下，朝着那枚丹药凶悍地砸落过去。轰隆隆，那股威压之强，就连风尊者都是心惊胆颤无比。他隐隐可以感知到其中蕴含着恐怖的能量，若是沾染到一下，恐怕即使以他的修为，也绝对会死。连风尊者都这样，更别说其他弟子的。酝酿了许久之后，待得药鼎破开，一道光柱从中乍现，直射天际之后，那浓郁的不断翻滚的雷云也是终于开始动作了。然而对于这等恐怖的雷霆，萧炎却是并没有任何畏惧，睁开眼，随后身形一阵徐晃，他便是出现在了高空之上，面对着那一道轰来的黑魔雷，当即一拳轰出，澎湃的灵魂力量透体而出，覆盖在其上，生生将那道黑魔雷轰散。天地似乎是被萧炎的举动触怒，当即再度发出轰鸣，又是3道黑魔雷轰落。然而这对如今的萧炎并没有丝毫作用，只见他生生轰出3拳，灵魂力量爆发，生生将黑魔雷击溃。最后的最后，萧炎提起如今可以动用的全部灵魂威势，冲入云层当中，将那覆盖在星界上空的这片雷云生生剿灭。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回头望去，发现了想要逃跑的丹药，当即挥手一捞，强大的力量涌出，便是将之直接禁锢，丢入玉瓶当中收了起来。几人交流了一番后，药老便是抚摸着胡须，略带唏嘘地感叹道：没想到我要成灵魂境界，竟然还有着能够踏足天境后期的一天，这一切都是萧炎你的功劳。听闻此言，萧炎当即笑着回复道：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过老师，你还记得吗？在你闭关之前，我说要赠送你的一份大礼。哦，药老有些意外，不过如今借助萧炎赠予的金色魂因果突破灵魂境界之后，药老的心情也是不错，当即笑道：什么礼物？说说吧。一旁的风尊者也是想到好奇，与闭关当中的药老不同，他可是非常清楚药老这个二弟子的能耐到底有多么强。而萧炎也不再故弄玄虚，当即便是嘿嘿一笑，手指在那界上摩挲而过，旋即屈指微弹，顿时一道晶莹中泛着金光的骸骨便是凭空出现了高空之上，其上并没有任何血肉的存在，但是森森骨骼之上却是发散着凶悍的威势，光是散落出来的威压，便是让风尊者和药老有些窒息。这难道是斗圣强者的骸骨？风尊者和药老被萧炎拿出来的白骨吓了一跳，后者在观察了一阵后，便是声音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颤抖的说道：老师慧眼如炬，这的确是斗圣强者的骸骨，其生前名为造化圣者，乃是弟子上一次外出历练时候所获。一旁的风尊者这时候恍然大悟，带着些许的震撼道：魂殿主大殿，谁告诉我药尘是如何能够逃脱追捕，不仅复活，修为还踏足到斗圣层次？然而如今的他们全部都战战兢兢地站在这里，一言不发，只等着主位之上的那人开口。药老重重地点了点头，他接受了萧炎的好意。与此同时，药老也在心底里下定了决心，无论萧炎之后做什么事情，他都会进行无条件的支持。药老知道萧炎和魂殿有着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想要和魂殿宣战，光凭一人是不够的。萧炎，如今的你已经超越了老师，实力上老师也无法为你提供什么帮助了，不过为师一定会为你建立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消息才显得震撼，显得相当疯狂。许多中州的强者在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纷纷赶至星陨阁，想要加入其中，成为其中的客卿长老，只为了获得药老的一份好感。之前的萧炎并没将所有远古遗迹中发生的事情说出，不过结合当初的言语，再加上如今萧炎出手，风尊者和药老便是能够很轻易地推断出萧炎当初做了什么。除此之外，还有这枚9品宝丹，还有这些魔兽精血。一袭身上被黑雾萦绕的阴冷身影坐在主位之上，并没有开口说话。而在大殿下方站立着许多身影，观其服饰，他们都是魂殿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强者，最低也是魂殿天尊级别的人物。自然是这样，老师，弟子打算以这具斗圣强者的骸骨为基础，为你炼制新的肉身。
萧炎就是准备趁着这个机会打魂殿一个措手不及，获取其中的灵魂本源。这样一来，萧炎的灵魂力量还能再度恢复不少。不仅如此，在之后他也打算联系一些前世就关系不错的势力，赶在魂族彻底有所反应之前，再度组建出天府联盟。为药老炼制肉身的事情就这样展开。有着造化圣者的骸骨，外加上已经将品质提升到9品宝丹层次的生骨溶血丹，外加上各种强大魔兽提炼而出的融合精血，以及萧炎这位曾经的斗帝强者把控，药老的复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成功为药老炼制出身躯之后，后者再度陷入了短暂的闭关，用来磨合灵魂和新的肉身。3天之后，药老再度出关，这一次他成功从9转斗尊巅峰的层次一跃晋升，踏入了1星斗圣的层次，尊号药圣。这大都在萧炎的预料之内，毕竟前一世药老以天境中期的灵魂力量，光是凭借造化圣者的一根手骨，复活之时便是借此踏入了半圣层次。如今这可是整整一具的斗圣骸骨，岂有不踏入斗圣的道理？原来这就是你和那2大魔兽家族争夺的宝物，果然珍贵。听闻萧炎的话语，饶是药老的手也是颤抖了几番。看着面前微笑的青年，药老的眼眶不由得有些湿润了起来。他药尘终于没有再瞎眼一次。好，每一转，全身的斗气质量和数量都会比之前提升1倍，可想而知中间的跨度有多大。与其他人不同，他们深知这个境界多难达成。不仅如此，在斗圣之前还有9转以及半圣这2个层次。要知道9星斗尊并不是斗尊级别的极限，在这里还需要压缩全身斗气9次，达到9转，方才可以跨入半圣。而在药老复活之后，3人也是商量了一下之后的对策，有关星陨阁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针对魂殿的报复行动。很快，一个震惊了整个中州的消息便是传递了出来，那曾经销声匿迹的斗气大陆第1炼药师药尘再度出现在了斗气大陆之上。不仅如此，他还成功跨越了9转斗尊的层次，一步踏入了斗圣。这个消息几乎令整个中州陷入了震撼。对于不知道斗圣到底有多么强悍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震惊的消息，但因为他们距离这个境界太过遥远，对于这种强大有着一种虚幻的模糊感。但是对于那些中州上的斗尊强者们来说，这个消息就宛若一个炸弹一样，一旦激起千层浪。虽然有着极度严格的审查机制，不过饶是如此，每天来到星陨阁所在强者也是层出不穷，星陨阁的势力也在不断的扩大，远远超越了4方阁的层次。而也正因为如此，萧炎也开始谋划着要对魂殿的一座分殿动手。如今药老成为斗圣的消息扩散出去，魂殿肯定可以得到消息。不过他们却并不知道，星陨阁却是还有着萧炎这第2位斗圣的存在。伴随着他的话语落下，一股强悍的气势卷袭整座大殿，压得大殿内绝大部分人都喘不上气。实力稍弱一些之人，竟然生生被压趴在地上。此人抬起头来，脸庞上满是压抑的暴怒。若是萧炎在此，轻易便是能够认出来，大殿上暴怒之人便是魂殿殿主魂灭生。魂灭生此刻怒火中烧，要知道很久之前，他便是看中了药尘这位大陆第1炼药师，其灵魂力量之强，一人足以顶1000万人。不仅如此，他那一身炼药术也让他十分眼馋。也正因为如此，当韩风主动找到魂殿，试图击杀药尘的时候，饶是魂灭生也很是心情舒畅。当药尘丧失肉身逃离后，他更是下达了通缉令，让魂殿诸多成员注意，一旦有机会发现药尘的踪迹，便是直接拘回。可是现在，药尘不仅恢复了肉身，更是堂而皇之的踏入了斗圣，这简直是让魂灭生暴怒到几乎跳脚，眼皮子底下的掌中之物竟然就这般飞了。殿主息怒，下方一道身着灰白袍子的老者，额头上蹦出冷汗，他正是摘星老鬼。即使是在大陆上，也是有着赫赫威名，一招摘星大手之下，亡魂无数。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他，此时此刻却战战兢兢，冷汗直冒，宛若一个小孩在面对暴怒的家长一样。因为负责抓捕药尘灵魂的事情，正是摘星老鬼在负责。如今出了意外，魂灭生暴怒，他首当其冲。原来是你！魂灭生的眼神冷了下来，暴怒的气息收敛，但是一股浓重冰冷的杀意确实在此刻扩散开来，整座大殿都是能够感知到。不仅如此，一抹森然的寒光也是在魂灭生眼中浮现。哼，既然这样，那你就为了自己的失职而付出代价吧。冷哼一声，魂灭生并没有做出动作，但在他话音落下的刹那，摘星老鬼半伏在地上的身躯便是不住的颤抖。下一瞬间，只见他的一只臂膀直截了当的爆炸开来，血肉飞溅，发散出浓重的血腥味。摘星老鬼发出一声闷哼，失去一臂的剧烈疼痛让他忍不住想要大叫出声，但此时此刻他却不敢有任何动作，脸色苍白不已，额头上大滴大滴的汗珠不断的涌出。谢店主手下留情。颤颤巍巍的摘星老鬼低下头来，虚弱的开口道，而魂灭生却不再管他，而是看向了另一旁，在那里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然而除了他之外，并没有任何人察觉到这道身影的出现。你怎么来了？魂灭生微微皱起眉头，看向了那道突然出现的人影。只见他整个人穿着黑色烫金边的华贵衣袍，脸上还带着些许淡笑。魂灭生，你如此大怒，可当真稀奇。本座不过是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消息引得你如此暴怒。那人似乎并没有惧怕魂灭生，而是就这般说道。就在此时，下方的诸多魂殿天尊尊老这才察觉到这道突然出现的人影。魂灭生冷哼一声，旋即道：药尘复活了，不仅如此，还跨入了斗圣。听闻这句话，那道身影也是发出一道惊疑，旋即轻声道：没想到在我闭关的时候竟然发生这等事情，他现在在哪？本座去会会他。显然对于已经晋级到斗圣的药尘，此人并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有些跃跃欲试。而魂灭生则是摆了摆手，冷冷地说道：如今他已经跨入斗圣级别，足以引起上面的注意，不能再像以前一般对付他了。贸然出手将之击杀，肯定会引来远古八族的注意，到时候万一引得他们坏了族长大人的计划，你我即便是以死赔罪也远远不够。听到魂灭生这般像是放弃的话语，那道身影也是叹了口气，不再坚持，旋即道：既然暂时动不得他，那你想怎么做？魂灭生看向了这人，冷声道：你闭关10数年，手中事务全然不知，先去地殿镇守一段时日吧。那里的灵魂本源也快成型了。魂殿身为中州第一大势力，也是明面上斗气大陆第一大势力，其中具有天罡3殿以及地煞24殿，落座在中州。天罡3殿又分为天地人3殿，是魂族最为重要的地方之一。天殿便是魂殿的总部，由魂灭生亲自镇守，而地殿和人殿则是由魂殿的副殿主以及大天尊、二天尊等人镇守。至于地煞24殿，每一座分殿都至少有2位尊老镇守，这也印证了魂殿势力的强横。那位神秘人的身份也不言而喻，他便是魂殿那位神秘的副殿主。不过以上发生的事情，萧炎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即便他不知道，但他也清楚，药老复活的消息足以给魂殿带来多么大的打击，而一位中州明面上的斗圣强者，也足以令到魂殿忌惮。畏手畏脚，萧炎打的便是这个时间差，也是时候该去针对以下魂殿的天罡3殿了。萧炎的眼神微微眯起，其中泛着一抹寒光。潜意识的他曾与不少人联手血洗的魂殿天罡3殿之一的人殿，并且从中获取了100万灵魂才可以凝聚而出的灵魂本源，将之连环之后，将灵魂力量跨入了天境大圆满。不过如今的萧炎实力比起潜意识去血洗人殿的时候还要强上不少，如今的魂殿也只有殿主魂灭生一人会让萧炎忌惮。也正因为如此，萧炎这一次放大了胃口，将注意打到了另一座分殿之上。有着潜意识的记忆，萧炎清楚地记得魂殿之人镇守各殿的布局。大天尊、古幽圣者，一尊低星斗圣，一尊高级半圣，还不值得我出手一次？萧炎喃喃自语道。以他现在的实力，用来对付这2人简直是小题大做。他想要真正意义上的重创魂殿，为了联合各大势力组建联盟而争取时间。这样的话，魂殿副殿主，潜意识你未能陨落我手，属实遗憾。这一世就来弥补一下吧。萧炎淡淡的说道，手指压下，一张中州的地图之上，一处坐标被他点出。虽然其上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记，但是萧炎清楚地记得魂殿各殿的分布位置。想到便是做到。1刻钟后，一道流光便是悄然消失在了星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如今的星陨阁，因为药老的重新现身，引来了大批的强者，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力。不过其中鱼龙混杂，说不定也有魂殿的奸细潜藏其中，因此萧炎并没有直接现身在众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存在来。而风尊者和药老对此也表示赞同。因此在萧炎的故意掩藏外加上星陨阁高层的掩护之下，外人只是知道药老又收了一位2弟子。此时此刻，这位2弟子还在闭关，无法外出。而这种行为也恰好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扑了个空，也让一些想要提前结交萧炎，从而取得药老信任的人抱有不小的遗憾。总而言之，在药老这座金字招牌的带领下，星陨阁如今蒸蒸日上，论起势力来，已经超越了4方阁的限制。即便是3谷中，也只有那隐藏颇深的焚炎谷可以与星陨阁相提并论。即便是2宗之称的天明宗以及花宗，实际上论其顶层力量，也不如如今的星陨阁。这样一尊庞然大物的崛起，顿时吸引了中州上的绝大多数目光。玄冥山脉坐落在中州西北地域，方圆1000里之内极度荒凉，生机难见。这里也算得上是有名的兄弟。一般来说，根本没有人会想要路过这鸟不拉屎的荒芜之处。据传闻，玄冥山脉几百年前并不是这样，反而生机勃勃，算得上一处能量充裕的修炼圣地。后来经历某种天灾，外加上爆发过诸多大战，在那泥土之下埋葬了无数骸骨，也因此将这一片生机勃勃的修炼之所染成了一片生机全无的大凶之地。不仅如此，如今的这里还有着浓郁的寒雾，若是实力稍弱之人误入其中，恐怕会被活活困死。然而就在这荒无人迹的大片土地之上，
忽然一阵破空声传来，顺着视野望去，便是看到一袭黑袍人影陡然自天边远处而来，伴随着距离的拉近，随后又是急速的远去，朝着玄冥山脉的深处前进。此人正是萧炎。别人不清楚玄冥山脉里面有什么，但萧炎却是很清楚的知道，这边都是魂殿的手笔，将这一处地方改造成了养魂之所，以严苛的环境再加上阵法，强行抽取着灵魂之上的每一点魂灵。寒雾弥漫，若是一般人，恐怕连灵魂都会被冻得裂开。然而，这对于萧炎来说，却甚至比不上轻抚的微风。再度辨认了几番方向之后，很快，萧炎便是在那寒雾笼罩的山脉之中，选择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山顶，落了下去。玄冥山脉到了，若是我没记错，那座地殿便是就藏在玄冥山脉深处的一座地宫里。喃喃自语着，萧炎回忆着上一世的记忆。在那个天府联盟以及各族联手对抗魂族的时空中，除去魂界本身之外，魂族的一切爪牙都是被肃清干净，地殿也正是如此。而每一座魂殿，不论是主殿还是分殿之下，都囚禁着大批大批的灵魂，他们被极端手段折磨着，凝聚了滔天的怨气，只是为了提供一点魂灵。整整上千年的时光就这样积累着，魂族手上染着的斑斑血迹，即使是如今的萧炎再度想起来，也是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果然这个魂殿就是整个大陆的祸害，如今我有实力，便是要将之颠覆。萧炎再一次为魂殿下达定义之后，便是身形一晃，遮掩住气息，朝着山脉深处前进。伴随着越发越深入，那寒雾也是越发越凝重。若是一位初入斗尊级别的强者，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深入其中，也会迷失在其中。可惜如今的萧炎可不是斗尊那么简单，有着前世记忆的指引，外加上堪比斗圣一级的灵魂力量在不断的感知着，莫约耗费了小半日的功夫，萧炎便是摸清楚了这座地殿的所在。那里的寒气明显要比别的地方浓郁一些，并且还有着浓厚的凶意以及怨气。略微改变了一下气息，萧炎戴上兜帽，身着黑袍，便是一步踏出，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地宫的入口之处。在这里还有着两人在守着，观其气息，在五星斗宗上下，应当是魂殿的护法。你是何人？有通行令吗？魂殿护法当即警觉，能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对方的实力怕是至少也有斗宗巅峰，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位魂殿的尊老。然而萧炎面对那两位魂殿护法的询问，却是叹了口气，随后冷哼一声，低喝道：“魂殿的狗杂碎们，出来受死！”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开来，犹如滚滚惊雷一般，震慑人心。而那两位魂殿护法在愣了一瞬间之后，当即便是勃然大怒，其中一位当即暴喝道：“何人胆敢在我魂殿门口放肆？找死！看我把你的灵魂抽出来，日日炼化！”一瞬间，二人便是挥手朝着萧炎扑了过来，手中当即出现漆黑的锁链，伴随着哗啦啦的声响，形成交织之势，朝着萧炎搅过去。其力道之大，就连空间上也浮现出阵阵涟漪。聒噪！面对二人这般凶猛的攻势，萧炎没有丝毫在意，当即便是一步踏出，手都没动，斗气爆发之下，凶悍的威势便是将那卷袭而来的漆黑锁链卷得寸寸崩碎。而在那两位魂殿护法惊恐的眼神之中，气息碾压过去，便是将二人轰得吐血暴退。是斗尊强者，快去请尊老出手！而萧炎的这般爆发斗气，也是引起了魂殿中人的注意。旋即几道灵魂力量扫过，看到了地宫大门之上的情形，便是暴怒了起来。旋即几道人影凭空闪身，出现在了地宫之上。结，好久没人胆敢来我魂殿撒野了。一位老者负手而立，眼神中夹杂着凶悍森冷，阴笑着说道：“又有好戏看了。”另一位中年人淡淡的说道。而只有一只手臂的老者，却是带着一丝暴力，低喝道：“你们谁都别动手！我要亲手把他折磨致死！”目光从扫向那位断臂的老头，萧炎原本带着些许寒意的眼神中出现了些许惊异，他自然认得对方究竟是谁。有趣，摘星老鬼，你这条手是怎么废的？萧炎并没有对周围的气氛感到任何紧张，在他的感知中，已经可以察觉到，除去已经出现在了萧炎面前的三人之外，地殿所处的地宫里面还有着10多道更加强横，也是更加晦涩的气息。不仅如此，还有几道明显更加强盛的气息隐藏在其中，但都没有要现身的意思。他们并不认为地殿就会被如此轻松的攻陷，毕竟光是这般恐怖的阵容，足以横压大半个中州，随随便便跑出来叫门的一人，又怎么可能引起重视？萧炎的话语出口，他对此还是有些好奇。摘星老鬼这人，他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熟悉。毕竟前一世的自己可是在他的手上吃了大苦头，不仅玄重齿上都留下来深深的掌印，就连自己也是因为和摘星老鬼对拼大招，差点殒命当场。若是没有提前吞服阴阳龙玄丹，外加上之前就已经收服了3000焰炎火，再加上星陨阁特殊的环境，恐怕萧炎已经废了。对于这位曾经一度将自己逼入绝境甚至击杀的敌人，萧炎也是记忆犹新。不过前一世对方断臂乃是被自己的毁灭火莲命中导致，
而这一事又是为何？然而萧炎的话语刚刚问出口，摘星老鬼原本有些苍白的面容上当即涨红了起来，旋即一股恼羞成怒的表情便是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并没有接萧炎的话茬，下一秒便是提起斗气，整个人朝着萧炎飞去，一双肉掌上充斥起如同星芒一般璀璨的能量。该死！摘星手，给老夫死！摘星老鬼低喝道，满脸的怒容。之前他因为办事不力被魂灭生废去一臂，这件事几乎已经成为了他的逆鳞。如今这突然出现的上门挑事的陌生人陡然提起这件事，顿时让他暴怒不已。然而下一秒，便是宛若一桶冷水自头颅上浇了下去，让摘星老鬼整个人感觉冰凉不已。他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他打出的攻击竟然被原封不动地返还了回来。那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竟然就那样伸出一根手指来，随后弯曲，然后轻轻一弹，就是这般轻描淡写的动作，竟然直接将那摘星老鬼含怒一击的摘星手生生弹了回去。轰！摘星老鬼急忙再度提起斗气，挥出一拳迎上了自己被弹回来的攻击。然而仓促之下，他也是发出了一声闷哼，嘴角溢出了一缕鲜血，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被轰飞出几十步的距离。还是太弱了，摘星老鬼。萧炎淡淡的说道。随意的击溃足有5星斗尊修为的摘星老鬼之后，萧炎一只手背负在身后，脚下猛地一点，然后在魂殿另外2名尊老惊骇的目光中消失在虚空中。砰砰，2道沉闷的拳肉交击之声出现，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咔嚓声响起，还剩下的2位魂殿尊老直接抛飞，砸在了地宫的大门之上，将那厚实的红色石门都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谁胆敢来我魂殿撒野？萧炎轻描淡写的秒杀了3位尊老之后，地殿之中原本还在看戏的一群人坐不住了，当即纷纷闪身出现在了高空之上，气息深邃。其中最弱一人也是斗尊5星之上的天尊，而为首的2人，其身上发散出的气息更是远超9星斗尊巅峰，进入了转进的层次。血河尊者。萧炎扫向那群人，其中熟悉的面孔并不多，而那血河尊者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魂殿的4天尊，另一人气势和他差不多强，应当是5天尊。这处分殿只有你们几个人？萧炎漫不经心地说道。在他的感知当中，那最强的2道气息并未出现。不过既然他们选择按兵不动，掌握了绝对优势的萧炎也不会点名这一点，他也不介意陪他们玩一玩。毕竟就算是真正遇到了魂灭生，萧炎也有能够成功逃走的自信。如今的魂殿其他人根本没有被他放在心上。哼，事有如何？血河尊者当即冷喝出声。作为在座魂殿中人实力地位最高的那人，他的意思便是代表了魂殿。既然如此，那么这座分殿就毁了吧。弹了弹指，萧炎轻描淡写的说道，并没有把高空之上的诸多魂殿之人放在眼中。而他们听闻此言，眼中出现一抹嘲讽，脸上却是带着些许温怒。笑话，魂殿传承1000年，尤其是你这狂徒说灭就灭的，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不知天高地厚。小子，你这是在找死，还跟他废话什么？直接动手！一时间，魂殿众多天尊纷纷出言，而血河尊者也并没有制止，而是看向了萧炎，眼神中带着些许的寒意和杀机，低喝道：既然如此，我等便送你上路。话音落下，血河尊者气势大涨，顿时一道道被斗气构筑，犹如实质一样的血河出现，朝着萧炎冲刷而去。不仅如此，同一时刻，另外诸多魂殿天尊当即暴起，纷纷打出得意斗技，无数的斗气流光溢散，朝着萧炎猛地轰了过去。一瞬间，大片大片的万丈高山崩塌，大地裂开，河流改道，地面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坑，无数植被当即被掀起吹飞。哼，找死的家伙，去把他的灵魂抓过来，我要亲自拷问。望着那浓重的烟尘，血河尊者冷哼一声，指使着一人，随后转身便是想要回到地宫当中。然而下一瞬间，一道淡淡的声音便是自浓烟中响起，让在座所有魂殿之人身形不由得微微一僵，陷入了极端的震惊当中。就这，狂风忽地吹过，下一秒烟尘散去，只见那站在深坑中心的萧炎依旧维持着之前的站姿，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破损，好似刚才恐怖的攻势对他来说不存在一样。见到这惊骇的一幕，血河尊者当即瞳孔骤然紧缩，一股如同坠入冰窖一般的冰寒笼罩了他的周身。他已经意识到这位神秘人的实力究竟是在什么层次。快退开！血河尊者急促地低喝出口。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刹那，只见那道神秘的黑袍身影却是隔空抬起手来，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一掌隔空对着魂殿众人所在的方向挥出。当即一只斗气大手凭空浮现，随后自上而下，朝着魂殿诸多天尊所在的方位自上而下落去。轰！有着血河尊者的提醒，不少人都反应了过来，施展出浑身解数，堪堪飞离了巨掌所在的攻击范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反应过来的，有几个慢了一拍的倒霉蛋。当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逃离，在众目睽睽之下，生生被那只斗气大手如同拍苍蝇一般砸落在地上。伴随着斗气大手刀的落下，顿时形成一圈肉眼可见的气浪，便是直接将周围浓重的寒雾驱散开几十里，道数百丈长宽的裂隙自巨掌落下的方位出现，撕裂了大地。烟尘消散，只看得到几团模糊的血肉出现在坑底，彻底丧失了生机。一巴掌便是如同拍蚊子一样轻描淡写地击杀了数位斗尊巅峰的强者。这等恐怖的实力，已经让魂殿诸人陷入了震撼与惊恐当中。有人望向这一幕，旋即声音颤抖地出声道：“斗圣强者，怎么可能？”这句话一出口，魂殿诸人这才反应了过来。然而为时已晚，只听得萧炎淡淡地说道：“答对了，不过没有奖励。”随后如同之前一样的斗气大手再度出现，几次拍击之下，便是将此处地势几乎磨平的同时，将除去血河尊者、武天尊之外的全部魂殿尊老击杀当场。而剩下的2人此时此刻也是冷汗直冒，背后的衣衫直接被打湿了。刚才的大规模轰击中，他们勉强逃出了攻击范围。然而他们也知道，但凭借自己的实力，在一名真正意义的斗圣强者手下，根本毫无反抗之力。逃！当萧炎的目光再度扫向2人的时候，血河尊者和武天尊当即打了个机灵，就要分开逃窜。然而还没等他们跑出多远的距离，便是突然觉得眼前一晃，随后一股巨力在自己的身后传来，随后一阵剧痛传来，他们2人便是失去了意识，陷入了黑暗当中。掂量了一下手中2道气息萎靡的人，萧炎环视看向四周，周围空无一人，仿若根本没有生命存在一样。不过萧炎清楚地察觉到，地宫当中还有2道气息并未现身，若不是自己的灵魂不菲，恐怕还真就被遮掩了过去。出来吧，别藏了，我知道你们在哪。萧炎淡淡的开口道，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开来。然而过了几分钟后，还是没有动静，这让萧炎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既然你不出来，那我就帮你一把。话音落下，萧炎挥手一招，顿时一只巨大的漆黑铁尺出现了萧炎的手中。下一秒，3色融合的异火覆盖在了其上，周围的温度猛然腾升起来。旋即，萧炎将重尺举起，随后向下猛然劈出。焰分式浪尺，给我破！一道足有几十丈长的炽热尺芒当即自重尺之上飞出，带着骇人的威势，朝着下方地宫的方向猛然砸去。若是没人阻挡，不知道要打穿地底多深的距离。唉，忽地，一道叹息声传来，旋即一只足有100丈大小的斗气巨手出现，随后朝着硕大的尺芒拍去。2者接触的刹那，顿时卷起一圈圈恐怖的气浪，周围的空间都是大片大片的崩裂，而在2者交接的中心，更是被轰出了一片塌陷的虚无。尺芒消散，随后2道身影凭空浮现，一人身着黑色烫金袖袍，面容并不苍老，中年人的模样，而另一人则是身着晦色衣袍，形容枯槁。刚才击溃了萧炎尺芒的攻击，便是那黑衣人发出。只见此时此刻，他微微皱眉，看向了下方大地，一片狼藉，眼神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怒意。哼，若不是灵魂本源即将成型，本座短时间内无法脱身，又会容你放肆？胆敢毁我魂殿一座分殿，杀我魂殿之人，不管你是谁，都准备好面临无穷无尽的报复吧！魂殿副殿主当即低喝道，属于3星斗圣的气势自他的身上爆发出来，远远要比萧炎之前所爆发出来的气势强上不少。而那一旁的灰袍老者则是拱了拱手，退后一步。纵然他的实力足有半圣，但是面对斗圣强者的战斗，光是卷入余波当中，便是能将他生生震死。你这缩头乌龟，终于赶出来了！见到魂殿副殿主出现，黑袍之下，萧炎的眼睛微微眯起，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自我重生以来，这还是第一尊要亡于我手的魂族斗圣，光是想象就让我兴奋不已。萧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道，随后他便抬起头来，看向那眼神中蕴含着怒意的魂殿副殿主，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冷笑。刚才自始至终，萧炎都没有用出全力，只是凭借灵魂力量本身来进攻防守，没有用出诸多手段，看起来不过1星斗圣而已。也正是这一点，魂殿副殿主这才在萧炎发现了他的踪迹之后才会现身。他觉得可以吃定萧炎。你莫非以为能够吃定我？萧炎淡淡的开口道，语气中夹杂着几分戏谑。与此同时，魂殿副殿主心头却是莫名其妙的闪过一丝阴霾。下一秒，他的瞳孔骤然紧缩，顿时明白了这不安的究竟来源于何处。只见前方的那道神秘人影已然踏步上前，带动周围的天地能量，一圈圈宛若漆黑虚空一样的涟漪出现，吞噬了周围的一切。他遥遥隔着100丈距离，猛然拍出一掌，大天造化掌，给我杀！轰！伴随着冰冷的低喝声，一掌落下，空间几乎是在瞬间崩塌，一个漆黑的令人感到心寒的黑色光圈迅速的自萧炎掌心处扩散开，眨眼间大小暴涨数十倍，朝着魂殿副殿主砸去。后者脸色微变，眨眼之间提起斗气，便是一跃而起，
手中带着凶悍的威势，一拳轰出。而伴随着他这一拳轰出，其面前的空间顿时破碎开来，近乎100丈大小的拳风在天空上轰出一道漆黑的空间隧道，眨眼间贯穿到萧炎面前。说时迟那时快，两者碰撞在一起。不过让人意外的是，预料之中的激烈爆炸并未发生。黑色光圈和拳压僵持数秒后，便是开始扩张起来，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样，将那拳压吞噬，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魂殿副殿主脸色骤然一变，想要再度补上一招，然而为时已晚。大天造化掌形成的波澜已经轰到了他的面前，他只得提起斗气飞退。哼，想逃？问过我了没有？见到魂殿副殿主的动作，萧炎的脸上挂起了一抹冷笑，手中动作微微一变，那黑色光圈扩张的速度再度加剧。与此同时，一股剧烈的吸引力也是自光圈中心出现，周围的天地能量以及各种物质都被拔起，朝着黑洞中心落去。魂殿副殿主的速度当即停滞下来一瞬间，然而就是这短暂的停滞，却让他被那扩张的黑色光圈追上。砰！沉闷的声响发出，魂殿副殿主当即被击退，脸色浮现出一抹苍白，嘴角溢出一缕鲜血。而萧炎轰出的大天造化掌，此时此刻也已经消失不见，徒留下满地的残骸以及斑驳的痕迹，印证着之前的碰撞。好诡异的天阶斗技！魂殿副殿主略显忌惮地说道。刚才的一番碰撞之下，本该由实力更强的他获胜，然而大天造化掌诡异的特性，反而让他的斗气被吞噬，反过来成为对方的力量，击伤自己。果然还是这些恶心的东西，都烧了吧。萧炎望向了魂殿副殿主，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眉头一皱，顿时磅礴的灵魂力量涌出，连带着炽热的3色火焰朝着周围卷袭过去。扑哧扑哧，下一秒，原本看似平平无奇的虚空当中，顿时发出了细小的爆响，一道道犹如人头大小的虚幻影子出现在半空中，隔在萧炎和魂殿副殿主之间，散发着不祥的气息。若是刚才乘势追击，恐怕反而会陷入这些东西的包围当中，或许会带来一些麻烦。魂殿副殿主见到这一幕后，脸色再度暗了下来，一抹冷厉的寒光自眼底深处浮现，他带着些许的困惑以及震惊。明明只不过是第一次交手，但为何对方对他、对魂殿的诸多手段，怎么看上去这般熟悉？竟然能看穿我的魂网？你这家伙到底是谁？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忌惮，魂殿副殿主看向了萧炎，微眯着眼开口道。而萧炎却是淡淡的回复道：“灭你魂殿之人，狂妄！”魂殿副殿主怒火中烧，当即低喝道。伴随着话语落下，他的周身衣袍无风自动，鼓了起来。下一秒，只见魂殿副殿主斗气全部爆发，远超之前。想要覆灭我魂殿，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脚下猛然一点，魂殿副殿主周身黑雾乍现，随后一缕带着些许漆黑的火焰悄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而这一缕火焰出现的刹那，便是吸引了周围所有的光线，仿若一个真正存在于虚无的黑洞当中，吞噬着一切。周围的天地能量也在不断朝着他靠近，那道漆黑的火焰就宛若一切能量的主宰一般。去，把他杀了！魂殿副殿主当即挥手一样，数道漆黑的锁链出现在他的手中，其上被那蔓延开来的漆黑火焰覆盖，随后发出阵阵破空声，朝着萧炎轰去。其说所过路径，全部都被那漆黑的火焰悄无声息地焚烧出空洞。虚无吞咽的紫火还真是有些麻烦。萧炎喃喃自语道：“虚无吞炎乃是异火榜排名第2的异火，也是魂族最大的底牌之一。也正是因为它的吞噬能力，才能让魂族的血脉在几近覆灭的时候延续。而且，光是他的本体实力便是有着9星斗圣，虽然是初期，而且现在他的灵魂境界依旧卡在天境大圆满，没有跨入地境，但依旧恐怖。若是一般斗圣强者对上这一缕虚无吞炎的紫火，恐怕都要焦头烂额，头痛不已。毕竟对方的特性太过难缠。然而对于萧炎来说，这让人恐惧不已的虚无吞炎反而并不是那般难以对付。论玩火，我可没怕过谁。萧炎嘴角上扬，当即挥手而出，3道颜色不同的异火出现，随后刹那间融合在一起，化作通明如同琉璃一般似蓝似绿的橙色。然而这还没完，只见萧炎再度从眉心处一点，旋即一缕淡淡的白色火焰便是出现在了他的指尖，投入了那融合的异火当中，为其染上一点白色。这是古灵冷火，曾经的药老在沉睡之前担忧萧炎不敌，为其留下了些古灵冷火，封锁在了身上。原本应当作为萧炎的底牌，但是伴随着萧炎上一世的记忆觉醒，实力增长之快，便是再也没有。谁曾想到在这里，这一缕古灵冷火还能再度派上用场。4色火焰融合的刹那，萧炎的手中印记掐动，高空上铺起来了一圈又一圈的火海，而他的手掌也再度抬起，眼瞳之中泛起了奇异的色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火焰！伴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那融合的4色火焰猛然聚拢在他的手掌之上，疯狂旋转起来，转眼间便是化作了一道边缘呈现4色，通体足有100丈庞大的奇异圆环，圆环缓缓转动，气内呈现黑暗之色，
这种黑暗比起之前大天造化长所画的黑洞还要更加深邃，那是一种轮回的味道。佛怒轮回，去！圆环成型于萧炎掌心，然后在其轻轻一推下，轻飘飘的与魂殿副殿主的一击碰撞在一起。火焰黑盘转动，黑岩锁链束缚，一时间二者发出摩擦，迸射出耀眼的火花。而在那碰撞的中心，大片大片的空间被轰得塌陷，暴露出其中黑暗的深邃。一时间，二者的碰撞僵直了起来。不过这看似平分秋色的对局，反而让魂殿副殿主脸色再度变化了起来。不对，仔细感知之下，魂殿副殿主能够察觉到一股莫名的分解之力，却是出现在火焰黑盘之上，反而将他魂链之上附着的虚无吞炎之火不断的泯灭，就如同遇到烈火的黄油一般，在不断地融化着，在那缓缓旋转的黑盘之下，仿若空间本身都会被分解。这是什么斗技？魂殿副殿主惊骇道，他已经察觉到了不妙，一旦虚无吞炎的紫火被泯灭干净，以他的现在的状态，对上这手段层出不穷的神秘黑袍人，恐怕要遭重。这个时候，他的心底已经萌生出了淡淡的后悔之意，不应该托大出手。就在这个黑袍人出现的刹那，他就该直接通知魂灭生一起过来将之擒下，而不是想要将功补过，独自出手。远在一旁的另一位魂殿半圣见到魂殿副殿主陡然间陷入了不僵局的境地，当即脸色微变，身形一动就想要逃跑。他根本没有想过魂殿副殿主会输的场景，然而事实却让他有些打脸，对方的实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然而就当他转过身的刹那，萧炎的目光陡然间穿透空间，看向了后者，也没有动作，而是灵魂力量分出一部分，随后化为一道利刃，直接冲向了对方。他早就在这里等着了，下一秒感受到不妙的魂殿半圣面露惊骇，想要躲避，但是那宛若实质一般的灵魂利刃切割而过，将他整个人自上而下竖着劈成了两半，热血撒空。你找死！魂殿副殿主见到这一幕，双眼通红无比，怒意暴涌。在和自己的战斗当中，对方竟然还有余力去杀了一位半圣，这是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即魂殿副殿主强行提起一口气，不顾自己会受伤，当即挥出掌印，从另一边朝着萧炎轰去。天魂血掌！一时间腥风血雨似乎浮现，足有100丈大小的猩红血色掌印从另一边出现，对着萧炎砸去，抵在后方，配合着沾染着虚无吞炎之火的锁链，成功将巨大的火焰黑盘震飞开来。一时间，萧炎的身前空门打开，而魂殿副殿主的眼神当中露出一股疯狂与兴奋的光芒。赢的人是我！他竭力催动斗气，两道攻击交织，朝着萧炎轰去。然而萧炎此刻却嘴角微微上扬，没有丝毫为了即将到来的恐怖攻击而担心的意思。只见他的手中印记猛然出现了变化，火焰黑盘当即缩小，随后一道漆黑的光柱骤然从中爆射而出，后发先至，迎上了魂殿副殿主的2道攻击，然后将之抵消泯灭，顺着他攻击的路径反过来轰向了魂殿副殿主。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我使用了权力的错觉？萧炎低喝道。与此同时，他也不再掩藏，如今此时此刻，剩下的魂殿活人只剩下面前这一位，不用担心消息走漏。怎么可能？不！魂殿副殿主瞳孔骤然紧缩，发出凄厉的暴喝，随后那漆黑的光柱便是泯灭了他的所有攻击，直直地轰在了他的身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发出任何剧烈的爆炸。只见那魂殿副殿主的整个身子当即在漆黑光柱中彻底分解成了虚无，躯体的消散，一道虚幻的灵魂体出现，想要逃窜。然而在那漆黑光柱之下，即便是灵魂也会被覆灭，如同沾染了热水的血一样，魂殿副殿主的灵魂也消融在了其中。至此，魂殿地殿已经名存实亡。呼！萧炎也是缓缓叹了口气，旋即将火焰黑盘收起，脸色上带着些许苍白。显然刚才的连番动用天阶斗技，对于他本身来说消耗也不小，毕竟他的本体斗气修为不过是高星斗宗，距离斗尊都有着一小段的距离，光凭借灵魂力量施展如此强大的斗技，对他身体的负荷未免有些太大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灵魂力量和肉身拉得太大，恐怕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此行回去过后，便要考虑一下那还在丹域的3000焰炎火，以及那净莲妖火了。可惜，如今距离空间拍卖会的展开还有不短的时间，那一块净莲妖火的残图恐怕要费不小的功夫了。萧炎喃喃自语道，旋即身形缓缓自高空之上落下，灵魂力量扫过，仙药猛然一提，顿时大地撕裂开来万丈深渊，露出了地宫之下隐藏的魂殿地殿。而在那道道囚牢锁链之中，满是各种各样的被魂链束缚的灵魂，每时每刻都有着灵魂的本源，从他们的身上被抽取出来，顺着魂链流向一处。看见这一幕，萧炎眉头皱起，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是感到了些许的不适，以及满腔的怒火。大手一挥，那束缚在诸多灵魂之上的魂链当即崩碎，无数麻木的灵魂们重获自由。而萧炎望向已经无法长存世间的他们，不喜不悲地开口道：“
此处魂殿已经覆灭，各位还请自便吧。萧炎的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了开来，回荡在每一道麻木的灵魂耳边。他的眼底闪现出了一抹灵光，随后诸多灵魂盘踞，纷纷对萧炎俯下了身子，跪了下来，行了一个极大的礼之后，化作点点流光，消失在虚空当中。坦然自若地承受了诸多灵魂的大礼之后，萧炎摇了摇头，将心底的一抹烦躁散去，随后挥手砸在巨殿的一角，一个莫约1丈大小的悬浮光团呈现透明之色，出现了萧炎的面前。它正是魂殿成立以及搜集灵魂的真正目的。灵魂本源，灵魂本源。萧炎喃喃自语道。他望着手中的这个光团，从光团中，他能够感受到一种极端可怕的灵魂力量波动，而且这种波动极为寸静，不掺杂丝毫的杂质。萧炎潜意识便在机缘巧合之下收获过这种宝物，自然明白这代表着什么。灵魂乃是生灵之根本，天地万物生灵皆是有着灵魂的存在，而灵魂的深处便是孕育着一丝的灵魂本源，这是灵魂得以诞生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天地间最纯净最神奇的能量。而且不仅如此，萧炎手中所获的这枚灵魂本源光团比起潜意识所获的那枚要大上许多，能量质量也凝实不少，论起效果来，差距可能在10倍以上。潜意识覆灭人殿所获得的那枚灵魂本源，至少也是100万灵魂所凝聚而这，超越了那枚灵魂本源的2倍，又是多少灵魂才能来凝聚？萧炎喃喃自语道，他越发越感觉到手中这仿若无物一样的灵魂光团有着多么的沉重，这代表着的可是上千万人的生命啊！魂殿行事不择手段，狠辣无比，为了达成目的，什么都可以做。长叹一口气，萧炎轻轻地说道：“这还只是一处地殿、天殿、人殿，还有那24地煞殿，其中灵魂本源又岂能在少数？魂殿这1000年以来累积残害血迹的生灵，又何止千万计数？这魂殿当真是整个大陆的祸害，一日不除，终究是一块顽疾。”萧炎再度笃定了对魂殿的定义，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魂殿在整个斗气大陆上建立如此多的分殿，其目的就是为了手中的这些灵魂本源，想要将一个存在的灵魂境界提升到地境。若是想要凭借自己修炼到地境的灵魂力量，那除去长年累月的积累以及无数的磨练，还要有着足够的心性资源，无一不缺，才有一丝可能踏入其中。然而有一种取巧的办法，也是可以极大幅度降低将灵魂境界提升至地境的门槛，那就是吞噬吸收灵魂本源。灵魂本源是世间最精纯也是最纯净的能量，即便是随意吸收，也不用担心收到什么后遗症，更是能轻易将之化成自己的力量。或许潜意识那魂天地以及虚无吞炎都能够踏入地境灵魂，也正是凭借着不断吸收灵魂本源才能做到。萧炎对此做出猜测，但是不置可否，毕竟潜意识的事情已经伴随着他的重生化为了前尘过往，如今最重要的还是这一世。将那散发着淡淡白光的灵魂本源收起，萧炎再度在地殿的废墟上搜寻了一番，在找到一处隐秘玄奥的阵法后，萧炎将之彻底摧毁之后，这才隐匿气息，以急速离去。就在萧炎离去后半日后，原本陷入沉寂的玄冥山脉上空，当即被撕裂出1000丈的漆黑裂缝，数道气息强横无比的身影从中走出，先是微微皱眉，但当看到下方那几乎化为废墟的一样的群山之后，这才变了脸色，伴随着一阵波动扫过，发现这满片狼藉中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彻底陷入了愤怒当中，暴喝出声：“到底是谁，胆敢对我魂殿下手？”天罡3殿之一的地殿覆灭，连带着镇守此处足有3星斗圣巅峰修为的副殿主，以及诸多天尊留在魂界内部的灵魂之牌崩碎，再加上灵魂本源还被盗走，这般损失对魂族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魂界一处虚无当中，一道身着漆黑衣袍、眉心有一点印记的黑发男子负手而立，其周身温度炽热，时不时有着道道漆黑的火焰在他的周身燃烧起来，显得异常怪异。忽地，他微微皱眉，感觉到跟自己相连的一道气息陡然消失，那是自己分散出去的一道子火，具备虚无吞炎本体些许性质，威能不俗，给予一些魂族中低星斗圣强者作为底牌。有着这般底牌，即使遇到高出自己1星的斗圣强者，魂族斗圣都能有着把握逃离。再加上如今明面上的斗圣强者绝大部分都在远古8族之内，斗气大陆虽大，但也只有寥寥数位，加起来也凑不出20个。下一秒，虚无吞炎的脸色微变，看向了一旁，一道羽扇纶巾的宛若书生一样的身影，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边。不过他那往日里看起来胜券在握、风轻云淡的神情，此时此刻却有些崩坏。魂天帝，你来干什么？虚无吞炎冷哼一声，看向后者，而魂天帝却是看向了虚无吞炎，漆黑的眸子中深邃中夹杂着些许莫名的情绪。虚无，你感受到了吗？魂天帝莫名其妙地问出一番话，而虚无吞炎此时此刻也是脸色微变，低喝道：“你是说有人死在外面了？谁动的手？”虚无吞炎并不傻，能够被他分散紫火的魂族之人，最少也是斗圣修为，死亡一位
都是莫大的损失。浑天帝的脸上泛起了阴霾，摇了摇手中的扇子，冷声道：“就在刚才，魂长生的气息消失了。若是你手中的紫火也失去了联系，那他无疑是死了。”听闻这番话，虚无吞炎也是瞳孔骤然紧缩，旋即皱着眉，低声说道：“他可是3星斗圣后期，中州之上，除去丹塔那个老家伙，亦或者是那几个老鬼，谁能杀得了他？莫不是远古八族中某些人出手了？”浑天帝脸色带着些许阴霾，先是点了点头，旋即又摇了摇头，淡淡的说道：“目前还不清楚，或许是某些老东西察觉了些许蛛丝马迹吧。不过虽然他们知道我魂族图谋甚大，但却不知道我们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说到这里，浑天帝则是再度摇了摇头，旋即轻声道：“不论如何，接下来我魂族行事都要收敛一番。虚无，距离你突破到地境灵魂还差多少本源？”虚无吞炎原本不知道何时紧攥起来的拳头放松了几分，抬起头来看向浑天帝，沉声道：“5000万人分。”就在萧炎离开玄冰山脉1个时辰后，陡然间一道恐怖的灵魂力量出现，短短时间内便是跨越整个中州，开始细细的搜查。萧炎背后冒出一股冷汗，察觉到了这股难以言喻的灵魂波动，一股威胁的感觉出现在他的身上。下一刻，他提起自己全部的灵魂力量，将自己的气息压低到了极致，随后身形降落，几个闪身间落入一座城市当中，装作了行人。那道恐怖的灵魂力量在玄冥山脉扫了好几个来回，似乎在侦查着什么。正当那道灵魂力量还要扩散，朝着更远处进发的时候，另一道强横的灵魂力量也是撕破了虚空，出现在了此处，拦下了那道灵魂力量的去路。浑天帝，你想要干什么？莫非是想打破远古八族的禁忌吗？声音雄厚，带着威严的气息，仿若一个长处高位的上位者一样。他透露出的力量不比浑天帝少上丝毫。哼，古元，本座不过是在找毁灭我魂殿之人的凶手，莫非你要包庇此人不成？或者说，这人便是你们古族中人？浑天帝轻笑着，声音平淡，并没有夹杂丝毫情绪，和之前在魂界内简直是判若两人，丝毫看不出一点波动。伴随着浑天帝的话音落下，属于古元的灵魂力量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随后他再度开口道：“哼，不论如何，大陆上的事情就在大陆上解决。远古八族处于6星斗圣，包括6星斗圣以上的力量都不准出手。”听闻到古元蕴含淡淡警告的话语，身处魂界的浑天帝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旋即道：“那是自然，若是没事，本座就先走了。”话音落下，见到古元并没有搭话，浑天帝收回了灵魂力量，而古元见到浑天帝退去，确认对方不见之后，也是将灵魂力量收了回去。天地间再度恢复了平静。藏身在人群当中的萧炎感受到2股恐怖力量的退去，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擦去了额头上细密的冷汗。这时候他才感觉到后背的衣裳有些被打湿了。果然，覆灭地殿带来的影响力过大，引起了浑天帝的注意。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怕是都没法打这些分殿的主意了。若是一个不好，惹来那家伙亲自出手，怕是要凉了。萧炎叹了一口气，将自己心中的情绪平复。虽然二者处于同一个大阶段，但是斗圣这个阶段，尤其是在高阶之后，一星的差距之大，远远比斗圣之前的境界要差距大得多。即便是萧炎身负各种逆天的斗技，潜意识在到达6星斗圣之后，都无法越级战斗，同级对战之间都是险象环生。别看他现在具备4星斗圣的战力，与9星斗圣的浑天帝差距不过5星，但是这其中的差距，比起斗者到1星斗圣差距还要远远大得多。另一人就是我那个岳父古元八野道士，除去被囚禁在驼舍古地墓穴大门口的紫炎老爹之外，也只有他能够拦得住浑天帝了。萧炎喃喃自语道，双手紧紧攥住，握成了双拳，感觉到了一阵无力升起，但随着而来的却是一阵火热。如今的他想要颠覆魂族还差了很远很远，但是他有着先知先觉的优势，萧炎自信能够破除魂族的全部谋划。既然如今还打不过，那就先苟起来发展自身。反正如今的魂族注意力已经被收集了2块古玉的古族所吸引，而古族又是和魂族整体上下实力差距并不是很大，因此即便魂族想要针对古族的古玉出手，也是最为艰难。这已经足够给萧炎拖出足够的时间，而且不仅如此，萧炎还知道真正的驼舍古地传承之地到底遗留在何处。到时候即便魂族集齐了全部的古玉，也会被萧炎直接带着人堵门。既然我实力不够，那就先去提升实力。算算时间，这一届的丹域炼药师大会也差不多了，让老师出面谈一谈，想必对方也会给个面子。萧炎一边策划着接下来的谋划，也不敢再度高调赶路，而是悄然打扮了行头，利用空间虫洞辗转各个城市，这才回到了星陨阁。这一来一回，又是3个月的时光过去，而如今的星陨阁已然大变了样子，与萧炎离开时候相比已经大不相同。
强者林立。如今的星陨阁已经一改以往，不过是只有寥寥数位斗尊强者的窘迫模样。除去药尘、萧炎师徒2位斗圣以外，如今的斗尊强者已经接近了20位，而且除去风尊者以及星陨阁原本的长老之外，无一例外，修为最低的也在7星斗尊以上，8、9星不在少数，甚至还有几位已经跨入了转境。一时间，星陨阁实力激增，这还是考虑到可能有内鬼的存在，严格审查了很久后才招进来的人选。而且有着药尘这位药圣的存在，灵丹妙药的加持之下，他们的实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突破。除此之外，药老也是凭借着当年在大陆上行走的关系，开始联系起来一些老朋友。根据萧炎之前的嘱咐，暗中透露出要结盟的意思。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各大势力的天才，如今也大多是各大势力的顶梁柱，说话的分量也是极其之重。天府联盟的雏形也是在现在微微凸显了出来，让萧炎也是相当满意。纵然斗气大陆上诸多势力相比起远古八族来说要弱上不少，但是一旦联合起来也不容小觑，完全可以比拟远古八族中的一族。前一世的天府联盟联合了中州所能联合的全部势力，其势力之强甚至还要超过远古八族较弱的药灵13族一头。星陨阁这边有着药老坐镇，萧炎很是满意。他打算在炼化吸收了这一枚灵魂本源之后，便和药老一道前往丹域一趟，毕竟那一枚存放在那燃烧了1000年的3000焰炎火，萧炎可是期盼很久很久了。魂殿竟然能干出这等残忍之事，不怕遭到报应吗？星陨阁中，一道略显苍老的白衣身影抚摸着胡须，眼神中带着惊怒的低喝道。而在他的前方，则是盘坐着一位容貌清秀的黑衣青年。此2人正是药老和萧炎。在后者回到星陨阁后不久，师徒2人会晤，互相交流了一下今日发生的事情。而萧炎对于药老也没有太过隐瞒，而是思索了片刻，便是将自己覆灭了魂殿一座分殿的事情和盘托出。而药老在听闻了这般事情之后，先是有些担忧，随后又是震怒了起来。他未曾想到魂殿之下竟然还隐藏着这等龌龊的勾当，那可是千万人分的灵魂才能汇聚出来的灵魂本源光团啊！这还只是一座分殿，更别说魂殿搜捕灵魂的行为，在大陆上已有1000年之久。这1000年来，魂殿因此获取了多少灵魂本源，也因此残害了多少生灵，光是想一想，便让药老感到头皮发麻。他不禁想起当初自己被魂殿毁去肉身的时候，魂殿中人是否也有着类似的打算，将自己的灵魂囚禁，用来抽取灵魂本源。药老的背后不禁一阵发凉，而萧炎则是平淡地盘坐在原地，看着药老，语调略显沉重，平静地开口道：多行不义必自毙，魂殿多年来手段残忍，必将会迎来最终的清算。虽然萧炎的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水准，但他有着先知先觉的优势，这一世从一开始便是做好了应对魂殿的准备。萧炎不觉得自己会输。听闻萧炎平淡的安慰话语，药老也是沉默了一瞬，旋即眼神有些感慨地看向萧炎，淡笑道：是啊，有你这么一尊妖孽，魂殿迟早会遭到报应。如今自萧炎正式踏入修行，在药老的教导下以来，也就数年的时光。然而就是这短短的时间，萧炎已经从一个废柴具备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斗圣级实力，如此恐怖的精进，可谓是斗气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天资。药老甚至隐隐有着一种感觉，多年以后，萧炎甚至有可能冲击那等自远古以后便是在无人所踏足的境界。萧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但却并没说出什么其他的话，因为药老所言在萧炎看来也是事实，他当得起这般称赞。药老也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结，而是看向萧炎，继续道：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需要为师帮忙吗？而萧炎听闻这般话语，也是轻轻点了点头，带着几分笑意，略显轻松地说道：弟子还真有个忙需要借助一下老师的面子。什么事？据传闻，丹域之中有着一朵燃烧1000年不灭的火焰，疑似异火。说到这里，萧炎吧咂了下嘴，搓了搓手，随后继续补充道：虽然以我的实力完全可以强取豪夺，但丹域是丹塔的地盘，若是闹得太僵也不好，更何况他将会是我们对抗魂殿有力的帮手之一。听到萧炎说到这里，药老又岂能不明白萧炎的意思，旋即笑道：原来如此，这点好办，过段时间为师陪你走一趟。丹塔的那帮老家伙虽然心高气傲，但是也得给我一个面子。听闻这般话语，萧炎的心中也是略微松了口气，将一件心头事放下，随后笑道：既然这样，那弟子便等着老师的好消息了。星陨阁刚刚才有诸多强者加入其中，新人老人以及他们本身之间都会产生些许的摩擦以及矛盾，这段磨合的时期，诸多事情的定夺还需要药老坐镇，因此他也脱不开身。趁着这段时间，萧炎也再度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闭关，刚好可以将那枚从魂殿地殿收获的灵魂本源炼化，将灵魂力量再度恢复到一个程度。不过这次恢复的量可得把控好了。密室房间内，萧炎盘坐在蒲团之上，喃喃自语道：毕竟他现在肉身斗气修为
还不过是高星斗宗级别。越是伴随这里灵魂力量的回复，萧炎也越是能感受到肉身承受的庞大压力。若不是他的灵魂造诣很高，外加上前一世便是踏足过地境，有着超高的掌控力，恐怕早就出现问题了。对于萧炎来说，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肉身相比于灵魂力量来说，就像是一只蚂蚁背负着一座万丈大山一样，寻常情况根本无法承载，只能够凭借技巧来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没想到有一天，实力太强反而成为了制衡。萧炎有些无奈地吐了一口气道，心中对于那3000焰炎火的渴望感更加浓重了。净莲妖火如今还缺最后一份残图，但那最后一份残图前一世是萧炎在空间拍卖会上所得，时间线上来算还是数年之后，谁也不知道如今那份残图身处何处。算了，想那么多做什么？大不了到时候多冒一些风险。萧炎摇了摇头，咬了咬牙，便是将这股情绪放下，旋即便是将那枚灵魂本源光团自那戒中取出，承载在面前。这灵魂本源虽然是世间最精纯的能量，但也是杀戮所化，看似平和，但其中的怨念无穷。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灵魂光团，感受着其中无数纷乱、怨恨、不甘、悲伤、恼怒，种种的负面情绪流淌。饶是萧炎也有些动容。放心吧，你们的仇我会帮你们报的。伴随着萧炎平淡的话音落下，灵魂光团中那些诸多纷乱的负面情绪却是统一停滞了瞬间，随后一股股的释然之感传来，灵魂光团之上也是发散出了淡淡的光芒。见此情形，萧炎知道其中的怨念与负面情绪已经被化去，这是吸收灵魂本源光团的最好时机。没有犹豫，萧炎伸手便是有着一团三色融合的异火出现，将那灵魂光团包裹在其中，随后张嘴一吸，那偌大的灵魂本源光团便是伴随着火焰而缩小起来，落入了萧炎的口中。就在萧炎将灵魂本源光团吞入体内的刹那，便是有着一股奇异的波动自他的身上激发。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日复一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间便是1周的时间过去。密室当中的萧炎却是依旧维持着原先的姿势，盘坐在原地，外表看似没什么变化，但若是深入体内，便是可以看到萧炎识海中那覆盖着道道斑驳伤痕的虚幻魂体，脸上则是覆盖着一抹淡淡的沉醉，而那灵魂本源光团则是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犹如温和的眼光一样，不断地灌注在萧炎的灵魂之上，填补着那一道道的斑驳伤痕。陡然间，当一道伤口被填补完毕，其上泛起一层奇异的金层，而这一刻，萧炎的气息也是不自觉地暴涨。一瞬间，属于萧炎的灵魂猛然睁开了双眼，一抹金光爆射而出，带着奇异的神色。下一秒，一道无形的波动传开，随后数道灵魂构筑而成的锁链凭空出现，将那已经缩小了近乎1/3的灵魂本源光团束缚住，封印在了体内。外界，萧炎猛然睁开双眼，随后握了握拳头，感受着澎湃的灵魂之力，心念一动，面前的空间便是被凭空撕裂出一个漆黑的缝隙，再次微动，那一道缝隙竟然又被凭空补合上了一半。不仅如此，萧炎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掌来，在他的手掌当中，奇异的空间波动乍现，很快，一个美轮美奂精致的小型世界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手中，其与如今萧炎身处的密室简直一模一样。深吸一口气，萧炎挥手将小世界散去，嘴角上扬，挂起一抹淡淡的微笑，低声道：“空间挪位，虚无空间开辟一方小世界，6星斗圣。”萧炎感受到了自己如今肉身承受的极限，并没有将灵魂本源光团全部炼化，但是他如今已然感觉到自己的水准不在6星斗圣之下。这样的萧炎，在远古8族真正强者不出世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堪称斗气大陆明面上的第1强者了。就是魂殿的殿主魂灭生，也不过是5星斗圣初期的修为。除此之外，丹塔那位神秘老祖以及散修神农老人，也不过是6星斗圣修为。但他们一个本体是丹药，被异火克制，而另一个又是专精炼药师，不擅长战斗，面对萧炎还真不一定是对手。到达这等水准，萧炎真正意义上可以说是无惧一些手段，魂族不出手的情况下，可以堂堂正正的和魂殿有着一战之力。感受了一番如今的实力变化后，萧炎也是收敛了灵魂力量。如今的他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对于肉身的压迫也越来越强了，迫切需要斗气修为上的突破。萧炎和药老离开星陨阁，并未大肆声张，而是只和几位信得过的高层以及风尊者告知过后，便是悄然离去。两人如今都是斗圣修为，对空间之力由于得水，光是凭借他们本身的速度，短短数天便是足以跨越那让寻常人以数月年计数遥远距离。丹域位于中州中央，距离星陨阁所处的中州南域也是有着不短的距离。但是萧炎和药老不过是短短2天的时间来到了丹域附近，而丹塔的本身便是坐落在丹域圣丹城的内域当中。呵呵，丹塔的名头虽然响亮，但是它存在的地点还是极为隐秘，并且那圣丹城周围也是有着强者布置下的空间封锁，因此一般人即便是斗尊强者也难以直接找到他所在的地点。
虚空之中，药老抚摸着胡须，带着微笑为萧炎介绍道。而萧炎虽然有着前世的经历，但回望着熟悉的热闹的城市，透过虚空的封锁，看向那无数身着炼药师衣袍的青年男女，不由得摇头失笑，心中有些感慨。前一世的他也是在丹会当中击败了无数炼药师，这才走出来的。但如今物是人非，重来一次的自己，面对前一世可能的竞争对手，反而变成了不值得在意的小辈，反而让萧炎有些觉得滑稽。算算时间，距离这一届的丹会开启时间也差不多了。萧炎，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下？反正年龄上也符合。药老带着几分调侃和撺掇的看向一旁的萧炎，后者则是摆了摆手，带着几分无奈的微笑回应道：“那岂不是太欺负他们了？到时候给他们打击的道心破碎，怕是日后炼药界又损失一大批好苗子。”药老也不再说话，毕竟萧炎说的也是事实，以他这足以炼制9品丹药的水准去欺负下面的人，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就是丹塔的那一帮巨头长老，炼药造诣都不是萧炎的对手。摇了摇头，药老看向前方的圣丹城，带着几分唏嘘和怀念。他当年也还是丹会的冠军，如今看到这一幕，反而让他有些回想起年轻时期来。不过也就是沉寂了一小会儿，药老便是伸出手来，打出一道奇异玄奥的波动，而那道波动扩散开来，融入那掩盖着圣丹城的空间锁时后，便是缓缓融入其中，也不见锁打开。而药老则是负手而立，对着萧炎笑道：“等一会儿吧，那帮老家伙应该很快就会过来。”萧炎微微颔首，就在药老打出那道印记融入空间锁的瞬间，圣丹城内便是有着7、8道强横的灵魂力量扫了过来。不过以他们的水准，自然是瞒不过萧炎和药老的眼。很快，莫约5、6分钟过后，便是有着2道流光自圣丹城一角飞出，很快便是突破了空间封锁，来到了2人的面前。萧炎定睛望去，只见一位白袍色炼药师衣袍的中年男子，以及一位美妇。此2人正是丹塔3巨头之2的玄空子和玄一，后者似乎还和药老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些许关系。想到这里，萧炎便是偷偷看向了一旁的药老，而后者的脸上也是带着尴尬。药尘，没想到你这老家伙竟然还活着。玄空子见到药老，当即高兴地说道，眉宇间都透露着欣喜的神色。而玄一则是带着些许幽怨的目光一直放在药老身上。嗨嗨，你们几个老家伙都没事，我又怎么会死？药老干咳了几声，回答了玄空子的问题，顺带将尴尬的情绪一闪而逝，同时将目光看向了玄一，轻声道：“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啊。”而那美妇眼眸中诸多的复杂情绪闪过之后，也是不轻不淡的略显幽怨的开口道：“是啊，可不想某个人一句话不说，就是在大陆上消失了几十年。”萧炎竖起来耳朵，饶有兴趣想要打听打听老师的秘密。然而药老确实咳嗽了一声，带着些许无奈的开口道：“并不是我想装神秘不去见你们，而是我确实那段时间没法现身。”听闻此言，玄空子的脸色微微一变，略微沉思，便是低声开口道：“莫非当年大陆上传的沸沸扬扬之事是真的？”听闻此言，玄一的脸色也是略微有些变化，而药老则是苦笑着点了点头，随意道：“不全是假的，也不完全是真的。当年实际情况便是我和风贤被那魂殿之人盯上了，再加上寒风那个逆徒联合魂殿诸位天尊一起背刺于我，若不是当初我以自爆肉身为代价，强行将灵魂逃出来，恐怕早就落入魂殿手中了。”说到这里，药老也是顿了顿，旋即开口道：“就算这肉身也是不久前才恢复的。”3人一阵寒暄，将多年来不曾见的感情抒发了一下之后，玄空子2人便是将目光投到了一旁的萧炎身上。而萧炎见状，也是嘴角微微上扬，拱起手来，轻笑着说道：“萧炎见过2位前辈。”前一世，萧炎初入丹狱，2人看在萧炎是要老2弟子的份上，也是给予了他不小的帮助，萧炎自然也对他们礼遇有加。2人回礼过后，感受着萧炎近乎察觉不到的气息之后，2人的眼神也是越发越惊奇。刚刚他们的注意力都在药老的身上，并未注意到一旁的萧炎。然而此时此刻观察着后者，他们确实越发越觉得萧炎并不简单。玄空子有些忍不住了，打量了一番萧炎过后，又是看向了药老，旋即感叹道：“老家伙，你这个2弟子也并不简单啊！”以他跨入转境界的斗尊巅峰，看萧炎的感觉都深不可测。那萧炎肯定不简单，如此年纪便是有着这般造诣，再加上已经跨入斗圣级别的药老的栽培，在他看来，萧炎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他们并不知道萧炎如今的实力，只是根据看见他的年龄，再加上萧炎可以凭空伫立于虚空，误以为他在斗宗阶段。至于那股气息的深邃，应当是药老给予的护身宝物。萧炎也不打算解释，不过药老却是抚摸着胡须，露出几分笑意和欣喜来。为人师表，有着一位足以让他自豪的弟子，又怎能在多年不见的老友面前显摆显摆？哈哈，哪里？萧炎这小家伙，如今不论是实力还是炼药造诣，都比我还强上几分。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玄空子和玄一听到这句话，则是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神情有些错愕，看向了一脸温和微笑的萧炎。
这位看上去不过20多岁的青年，竟然实力比药老还出色。不仅如此，炼药术还超出几分。药老头，你莫要糊弄我！玄空子瞪大了眼，看向药老，而药老则是笑眯眯地说道：“老夫可从不说谎。”配合着药老，萧炎也是面露微笑，心底轻叹一口气，隐约放出一丝气息。而光是这一下，便是令玄空子和玄一有一种不可力敌的感觉。身为丹塔3巨头之二，他们本身炼药术都在8品巅峰左右。不仅如此，丹塔内部的真正掌权组织小丹塔里面的诸位长老，实力最差之人也跨入了半圣的门槛。可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萧炎展露出来的一丝气息，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小丹塔里面的大多数长老。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啊！玄空子略显结巴的把话说完。如今药尘师徒2名斗圣级别的强者一同前来丹塔，这件事情基本已经超出了他2人的处理范围。药尘，今日你师徒2人前来，有什么事情吗？玄一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语气略显沉重地问道。而药老则是摇了摇头，旋即道：“萧炎，你自己跟他们说吧。”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也是并不客气，隔着虚空，遥遥看向了圣丹城内隐藏在虚空当中的一处隐秘空间，笑道：“2位前辈，萧炎不为别的，只是对那3000焰炎火有着一些想法罢了。”听到萧炎的话语，2人脸色都是微微一变，想要一口回绝。然而一旁的药老则是帮着说道：“哼，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大事。那3000焰炎火在那星域之中燃烧1000年，至今无人能够收服。不若就让我这弟子去试一试。”听到药老的话语，玄空子可是带着几分苦笑的说道：“药老头，你这可不地道啊！以你这弟子的修为，那3000焰炎火又能如何？翻手即可镇压。”而药老则是带着些许愉悦和撺掇的说道：“反正平日里丹域炼药师大赛前几名也是有着进入星域的资格，我这弟子论年龄可是也就20多岁。”听闻药老的话语，玄空子的手都有些颤抖了，指着药老低喝道：“药老头，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是这般不要脸！”而药老面对玄空子的这般指责，也是笑眯眯的说道：“如何？反正最终都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莫非还真要走过流程不成？”药老的声音平淡，但却砸在了玄空子的心口，让其有些无语凝噎。半晌之后，他却摆了摆手，带着些许郁闷的说道：“行吧，败给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了，让你弟子去吧。”而听闻此言，萧炎也是微笑着，略微拱手道：“那就多谢前辈了。”萧炎去就回。话音落下，萧炎便是轻易的一指点出，直接将面前的空间撕裂，一脚踏出，迈入其中。在萧炎离开之后，药老则是看向了2人，笑眯眯的说道：“小丹塔的那帮老家伙们在哪里？除去我弟子的这件事以外，老夫还有些事情想跟他们商量商量。”听闻此言，玄空子忍不住问道，旋即开口道：“药尘，你这次又想干什么？”药老则是笑了笑，眼神中带着些许欣慰，看向了萧炎离去的方向，随后一抹决绝与寒光浮现在眼底深处。魂殿那些年对我做的事情，老夫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丹塔和魂殿一向不和，所以这一次我想谈谈星陨阁和丹塔联手之事。星域之外，丹域之中，药老和玄空子2人的谈论，萧炎并不知晓，但在此前他便提议过，而药老也赞同他的想法。只不过这一世的他和丹塔之人并没有过联系，双方彼此之间也不是很熟悉，因此需要药老作为跳板。来到这片星域当中，萧炎也是松了口气，旋即看向了这片奇异的空间。前一世他也来过此处，知道3000焰炎火的诞生和星辰有关。这火焰号称不死之火，将其掌控，无论是受了多重的伤，有着3000焰炎火转化星辰之力，治疗己身，终究能够复原。而且这3000焰炎火当年也是被丹塔之人封印在此处，多年以来始终没人能够将之收服。在这堪称大陆炼药师圣地的圣丹城，多年以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将之收服，也算是一件遗憾之事。如今却要便宜萧炎，也难怪玄空子等人有些颇为不舍。不过宝物自然是有缘者得之，忽还真是怀念啊！望着这片璀璨的区域，萧炎有些感慨道：“前一世丹会之中混入了魂殿的木谷老人，他们想借此解除3000焰炎火的封印，即便不能将之带走，也要用此来摧毁圣丹城，恶心丹塔。不过有着萧炎存在，他们的计划自然被戳破，反而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萧炎正式的进入了魂殿的视野当中，可谓是玄妙之极。当年星域开启，丹塔3巨头需要维持星域封印的存在，无法亲身进入其中，而星域之中也不能一次性进入过多人，否则会惊扰3000焰炎火的苏醒。如今想来，当初也是一场不错的冒险经历。不过这一世，即便没有那3人开启星域，我亦可以轻松进入其中，即便是直面这一火榜排名第9位的老朋友，也能反手镇压，好得很啊！萧炎喃喃自语道，不再掩藏自己的气息，脚下几步跨出，身形便是一阵模糊，几个起落之间，便是跨越了千里距离，来到了充盈能量的光芒之所。光芒之内，一头看不见尽头的庞大巨龙，
而如今巨龙龙眼紧闭，身体蜿蜒盘踞，在其那庞大的身体上缭绕着一种紫黑色的诡异火焰，火焰升腾间，周遭的空间都是出现了扭曲之感。茫茫虚空中，巨龙盘踞，紫黑色的火焰不断地从其体内渗透而出，不知疲倦地燃烧着。这种壮观一幕，令得人有种难以掩饰的震撼之感。在这3000焰炎火所化作的巨龙身旁，别说是人了，即便是万丈大山，也不过是稍微高一些的土丘罢了，一脚便是可以踩平。前一世第一次所见，萧炎便是被这3000焰炎火所震撼，然而这一次重新见面，却没有那股悸动，反而满是怀念。醒来吧，3000焰炎火，萧炎淡淡的说道，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开来，朝着那被束缚封印着的沉睡巨龙开口。而那巨龙也是在萧炎的话音落下之后，周围不断翻腾的紫黑色火焰也是不断蒸腾，伴随着一阵响亮的龙吟之声，刹那间，只见那巨龙猛然睁开了眼睛，爆射出一股冰冷的暴虐。好！巨龙爆发，注意到面前的身影，身着黑衣的青年负手而立，伫立在虚空之上，平淡地看着他。一股暴力自3000焰炎火所化的漆黑火焰巨龙上爆发，顿时一大团的火焰化作了火球，朝着萧炎砸了过去。呵呵，还真是不怪。面对3000焰炎火的这一幕暴动，萧炎也是早有预料，毕竟他本身便是被丹塔之人囚禁在此处，若是没有一丝怨念，那才是不可能的事情。别说是排名第9的3000焰炎火了，即便是排名第14的陨落星炎，在迦南学院多年的封印之下，那一抹微弱的灵智也是充满着暴力。爹！伴随着淡淡的话音落下，只见那砸向萧炎的火团猛然间爆散，消失开来，随后一股浩瀚的气势自萧炎的体内渗透而出，压了下来，直直地砸在漆黑巨龙庞大的身躯之上。轰！刚才还威风不已的漆黑巨龙，现在宛若是被洪荒巨兽压制的小猫一样，趴在地上，身躯挣扎不停，但却始终无法动弹。而萧炎则是平淡地站在他那巨大的龙头之前，平淡地盯着那带着惧怕与愤恨的双眸，开口道：“给你2个选择，一是被我吞噬本源炼化，为我所掌控，成为我的一伙；至于第2种，则是我抹去了你的灵智，再将你炼化。你能诞生如此灵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听着萧炎的话语，漆黑巨龙的眸子中一抹阴霾一闪而逝，旋即他低吟开口，声音虚弱萎靡，做出臣服之状。随后从他的额头处，一片犹如实质一般的鳞片脱落下来，足有1人大小，落入了萧炎的手中。此火焰正是3000焰炎火的本源。感受着手中散发着本源气息的火焰，萧炎微微点头，旋即也不做掩饰，而是当着巨龙的面将之塞入口中，将之吞下。见到萧炎竟然如此托大，一口吞下本源火焰，巨龙的眸子中顿时暴力再起，顿时那被萧炎吞下的本源之火熊熊燃烧起来。然而下一秒，一股错愕之感便是出现在巨龙人性化的脸上。只见萧炎的体内3色融合的异火猛然间腾升，反过来将那漆黑的本源之火包裹起来，开始炼化。漆黑的巨龙发出一阵咆哮，旋即一股莫名的龙威自他的身上激发，带着悍然的威势扩散开来，就连整片星域的空间都被泛起了层层涟漪。而伴随着这阵咆哮过后，这3000焰炎火所化的漆黑巨龙竟然可以顶着萧炎的气势强行起身，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巨大身躯带着属于异火的毁灭性力量，动辄间便是令得周围的大地空间崩碎，显得异常骇人。你这家伙明明不过是一团异火，还真把自己当作太虚古龙了不成？有些意外地看向了3000焰炎火化作的漆黑巨龙。萧炎虽然已经将他的本源收入了体内，而且在3种融合异火的加持下开始将之炼化，然而3000焰炎火本体多年以来在星域当中累积的能量也是相当雄厚，短时间内很难消散。觉醒了上一世记忆的萧炎自然知道3000焰炎火如此的异变是因为什么。当初紫妍便是告诉过他，3000焰炎火的身上有着一枚属于太虚古龙一族种下的龙印，也正因为如此，沾染了太虚古龙气息的3000焰炎火具备了独属于自己的灵智之后，便是朝着如此化形靠拢。愚蠢的人类，想要吞噬我，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漆黑火龙发出了剧烈的咆哮，无数漫天漆黑火焰自他的身躯中暴涌而出，一时间整片星域都被覆盖成漆黑一片，周围的温度剧烈的腾升，似乎要将一切焚烧殆尽。在这种恐怖的温度下，斗宗级别的存在恐怕会直接被蒸发，即便是斗尊级的强者，属性克制之下也会被压制得狼狈不堪。然而这还是3000焰炎火没有真正动手，光是凭借高温余波带来的威势。与此同时，萧炎体内的那一缕3000焰炎火本源也是陡然间暴动了起来，不顾一切疯狂地撞击着由3色异火形成的防护层，试图在萧炎的体内捣乱。若是这一缕本源被炼化，那么3000焰炎火本身恐怕永世不得超生，这一刻他也顾不得什么本源受损的因素了。然而面对着内外的2重夹击，萧炎却是歪了歪头，长叹一口气，旋即向前平伸出一只手来，然后向下按了按。
就是这平淡的动作，下一个瞬间，只见那似乎要将整片星域焚烧殆尽的漆黑火海，突兀间被熄灭，就像是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将之瞬间压灭。然而这还没完，只见一只虚幻的斗气大手凭空出现，遮天蔽日，带着磅礴的风压与威势，朝着那漆黑的巨龙抓去。本来若是你臣服，我也并不会抹除你的灵智。天地万物有灵，你能到达如此水准也不容易。可惜，萧炎淡淡的说道，面对那激进疯狂，再度鼓起全力，朝着斗气巨手扑去的漆黑火龙轻轻的压下。顿时，斗气大手砸下，而那漆黑的巨龙则是在接触到巨手的刹那，便是直截了当的被拍成了一团漆黑的火焰。大袖一挥，顿时一股狂风涌起，随后便是将那团漆黑火焰直接击散，彻底化作精纯的能量，消失在星域当中。这束缚在丹塔星域很久，未曾有人奈何的黑岩巨龙，就这样轻松地被萧炎击溃。而后者在做完了这一切以后，眼神中也带着些许惆怅的神色，叹了口气，随后淡淡的开口，轻声道：“前一世，狂暴的你给我带来的压力可不小，险象环生。这一世轻松将你镇压，反而让我有些不太习惯。”摇了摇头，将这些思绪甩出脑袋，萧炎将注意力集中在体内。前一世的自己第一次吞噬3000焰炎火的时候，纵然有着提前准备炼制好的丹药以及焚诀的帮助，但依旧险象环生。但这一次却不同，不仅因为实力的原因，曾经抵达过地境，号称炎帝，执掌天下万火的自己，如今一身控火的本事，敢号称天下无双。即便是有着焚诀的压制，在吞噬不同的异火时，也会出现反噬和异火暴动。然而现在在自己的操控下，3种已经被吞噬的异火没有一点的暴动，如指必使，宛若乖巧的小猫一样听话。纵然3000焰炎火本源极度暴怒，几次都想要突破3色异火的封锁，萧炎体内的任何一种异火单拿出来都远不是3000焰炎火的对手。然而当他们融合起来之后，威能绝不下于后者，甚至还要超出。因此3000焰炎火被封锁，被动跟随着焚诀运转的功法行进，已经在萧炎的体内运行了半个大周天。在萧炎解决完外界的首尾，将注意力集中在体内之后，3000焰炎火更是再无抵抗之力，很快焚诀斗气一个大周天运行完整，随后被强制送入纳灵当中。就在完成3000焰炎火炼化的刹那，萧炎的双目再度闭合，他的灵魂力量当即收敛，属于高星斗宗级别的斗气修为展露出来。然而在这一刻，他修为确实疯狂的暴涨，8星斗宗、9星斗宗。很快，萧炎的气势凝滞了一瞬间，然后伴随着犹如镜子破碎一般的声音响起，横跨在斗宗和斗尊之间的天堑被打破。1星斗尊、2星斗尊、3星斗尊，直到萧炎的气息稳固在3星斗尊后期，这才悄然停止。而萧炎也是睁开双眼，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带着几分欣喜和愉悦。打了一个响指，一缕火焰出现在萧炎的手中，通体呈现紫黑之色，而在最中心，外焰紫，内焰黑，通体散发着不俗的威势。火焰在空间中跃动，没有被斗气激发，轻易便是将空间灼烧的融化，出现一个个漆黑的空洞。然而奇怪的是，周围确实丝毫感觉不到这火焰的温度。哼，这一次融合一火之后，威能倒也惊喜。萧炎喃喃自语道，感受着手中的融合一火，虽然如今只是融合了4道异火，而且其中3道都是排名在前10之后的异火，但论起威能来，应当足以逼近前6的异火。而且除此之外，焚诀的进化程度也很是令人惊喜啊！萧炎喃喃自语道，感受着体内斗气运转的速率，心念一动之间，便是有一股磅礴的黑洞以他为中心扩展开来，体型不大，不过3丈有余。而伴随着黑洞的出现，周围的天地能量犹如疯了一样朝着他靠拢过去，一时间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漩涡。不仅如此，就连整片星域这时候也被撼动震颤了起来。萧炎连忙停止了试验，眼神中带着欣喜的光芒，即使没人看着，他也放声大笑起来。哈哈，没想到焚诀竟然直接进化到了天阶水平。是的，成功吞噬了3000焰炎火之后，一直卡在地阶高级，相当于准天阶的焚诀，在这一刻成功踏足了天阶低级功法的水平。刚才的黑洞便是功法成功进化到天阶的标志，能够这般大规模的吞噬天地能量，还能够将之炼化为可以供给人类使用的精纯斗气，这便是天阶功法的象征。有着天阶功法的存在，同级对敌之中就不会存在斗气匮乏的问题了。萧炎有自信，自己如今的3星斗尊，即使不凭借灵魂力量，也足以吊打前一世斗尊6、7星时候的自己。平复了一下心绪之后，萧炎再度在星域了待了一段时间，估摸着药老大概和玄空子等人差不多商议完毕之后，便是一脚踏出，整个人身形虚幻，一阵模糊之后，便是离开了被种种封印加持的星域。圣丹城丹塔之内，玄空子眉头紧蹙，而在他的对面坐着的正是药老。除了他们2人之外，房间内部还有着3个人的存在。除去和药老有救的美妇玄一之外，
一人则是身材壮硕，皮肤呈现古铜色，看起来粗犷无比，根本不像是炼药师的中年大汉。而这看起来更像是个武夫的大汉，则是丹塔三巨头之一的天雷子，也是跨入转境的斗尊巅峰强者，更是一名8品巅峰的炼药师。而另一人的气息则是身形矮小，须发皆白，看起来年纪很大，还拄着拐杖，气息隐晦，就像是普通人一样。然而2位丹塔巨头对他确实显得十分尊敬。此人正是小丹塔如今驻守在圣丹城的一位长老，虽然其貌不扬，但他也是8品巅峰的炼药师，本身更是一名终极半圣级别的强者。这等实力，在远古8族不出的斗气大陆上，称得上是金字塔顶尖的一批。药尘，对付魂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你可要想好了。苍老的声音从矮小老者的口中传出，声音略带些许沙哑。而药老对于此人的动作也没什么不满，而是笑呵呵地说道：“罗老，我正是想好了，这才走这一遭。而却据我所知，丹塔这些年来处境也是很艰难啊。”听闻药老的话语，被称为罗老的矮小老者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褶皱的面皮上浮现出了些许无奈的神色。丹塔虽然跟魂殿并称为斗气大陆上最顶尖的2大势力，并且享有一殿一塔的称呼，但世人皆知这一殿还是排在一塔前面的。而且丹塔除去一位5星斗圣后期的老祖之外，其中最强一人也不过是2星斗圣的小丹塔大长老，剩下最强之人也不过是高级半圣。反观魂殿，除去一位和丹塔老祖互相钳制的魂殿殿主之外，还有3星斗圣的副殿主，以及一位跨入斗圣级别的大天尊。即便是半圣层面的对弈，双方也是拉不开差距。更别说魂殿背后还有着更为强悍的魂族，一旦真正意义上的撕破脸皮，丹塔必败无疑。而且近些年来，丹塔之下的诸多炼药师也是离奇失踪，或是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死伤不已，而且经常是灵魂都难以逃脱的那种。尽管中下层的炼药师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这些高层又岂能不知道？然而即便是这样，确定是魂殿动手，但是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再加上实力差了一筹的情况下，却又依旧处处受到钳制，着实憋屈。唉，罗长老叹了口气，看向了药老，开口道：“药尘，合作这件事可以，不过真正想要通过提案，并不是我们几人就可以做出决定的规矩，你也应该是知道的。”罗长老说出这句话之后，便是带着些许苦笑的看向了药老。论起辈分来，他比起药老甚至还要高出一些。而药老听闻此言，脸色却是有着些许古怪的变化，看向了几人，失声道：“那个老东西又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了。”药老所指的那人，正是丹塔的老祖，也是丹塔中实力地位最强的那一位。若是他本人在，便是可以拍案决定丹塔接下来的方针。然而如今这个关头，他却是失踪了，事情便是变得有些微妙。若不是灵魂玉简依旧完好无损，我们恐怕都以为他是否遭遇了不测。听闻此言，药老则是摇了摇头，旋即道：“若是算上你们几人，小丹塔会议上票数也应当够吧？若是丹塔老祖不在，丹塔大方向上的事宜，则是由会议上的集体投票来决定。大长老院上有着总共10席，丹塔3巨头也是落座其中，剩下则是小丹塔的7位长老，每人有着1票。丹塔3巨头和药老关系不错，肯定有着1票。而罗长老和魂殿有着不小的摩擦仇恨，也是有着1票。这边是4票到手。剩下的6位长老当中，还有着1位和老夫一样，和魂殿有着深仇大恨。若是能够拉到他的票，我们便是有着5票，占据半数。”罗长老缓缓地开口道。而一旁的天雷子则是挠着头叹气道：“可惜剩下的几位长老都是保守派系，贸然联合起来，联手对付魂殿，一定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就在众人眉头皱起之际，药老则是感觉到了什么，看向一边。下一秒，罗长老也是跟随着药老所看方向望去。至于丹塔3巨头，则是什么都没察觉到。呵呵，各位前辈，萧炎有礼了。话音落下，丹塔内不知何时，一道身着黑色劲装的身影出现在了几人面前。他的周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泄露，看起来不过是个普通人一般，但刚才的一番手段却是让在座众人都不敢小觑。见到萧炎到来，药老也是松了口气，带着几分欣赏的看向他，笑呵呵的开口说道：“怎么样，那3000焰炎火的收服可还算顺利？”虽然3000焰炎火在异火榜上排名不菲，况且威能惊人，但它太过狂暴，封印之地又是无法一次性进去太多强者，因此被丹塔封印了近乎1000年。即便是小丹塔的长老，都有人打过这3000焰炎火的注意。然而能够彻底压服这等异火的半圣级别长老，在他们看来，有没有这种层次的异火，对于炼药的帮助也不大，因此也就作罢，反倒是便宜了萧炎。呵呵，幸不辱命。萧炎轻笑一声，打了个响指，顿时一朵火焰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外焰紫，内焰黑，温度没有扩散，但带给人一种寂灭的感觉。这是……见到这道火焰出现的刹那，罗长老有些坐不住了，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看向萧炎，低喝道：“
这不单单只是3000焰炎火，里面还有着其他异火的味道。这怎么可能？他也是8品巅峰的炼药宗师，对于火焰的掌控和味道自然也不陌生。当即便是从萧炎展露出来的火焰当中看出了些许端倪。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但他3巨头也是颇为骇然地看向萧炎。要知道，异火这种天地间毁灭性的力量，寻常人掌握一种便已经是极限。迄今为止，他们还没听说过有人能够只掌2种异火。要知道，2种异火碰撞之后，便是会产生难以压抑的爆炸。即便是巅峰强者，若是2种异火无时无刻都在体内爆炸，恐怕也难以抗住。然而萧炎的这紫黑色异火，好像还不单单只是2种异火的融合，还要更加神秘一些。哼，罗长老还勿见怪，不过是小子的一些手段罢了，不值一提。一边说着，萧炎轻轻挥手，将这紫黑色的火焰收了起来，轻描淡写，好似并没有丝毫的不适。而罗长老那浑浊的老眼看向萧炎的时候，也带着些许的凝重。之前丹塔3巨头以及药老介绍萧炎的时候，说对方不下于药尘，他还以为对方不过是谦虚致辞，但当他见到这黑衣青年本尊之后，他却发现自己好像还是低估后者了。对方虽然没有发散出任何威势，平易近人，还执着晚辈里，但那隐隐给他的感觉却是不亚于丹塔大长老。你便是药尘的弟子萧炎，还真是英雄出少年啊！罗长老眼神带着些许复杂的说道。当他发现自己修炼了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斗气修为都被这么年轻之人超越，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衡。萧炎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他对罗长老也并不熟悉。前一世来到小丹塔的时候，他已经踏足到斗圣级别，中州闻名，只是为了建立天府联盟，需要获取小丹塔的支持而已，记忆并不是很深刻。在后来的战场已经延展到斗圣级别的对垒，对于这些半圣长老们，萧炎的关注度自然是下降了一个层次。再度闲聊了几句之后，萧炎却是带着几分笑意看向了罗长老，温和地开口说道：“罗长老，对于你之前的担忧，我倒是可能有着解决的办法。”听闻此言，罗长老也是抬起头来，扪心自问。虽然他和魂殿有着不小的仇恨，希望和星陨阁达成结盟，但这毕竟不是他一人能够决定的事情。如今萧炎既然说他有着解决的法子，这却是让他有着不小的意外。而药老却是用些许意外的眼光看向了萧炎，眉头有着皱起。他已经预想到了萧炎要说些什么，但这个时候在这里将这件事和盘托出，合适吗？面对着药老略带担忧和质疑的眼神，萧炎轻轻地点了点头。他有着自己的考量，丹塔之内虽然也是有着魂殿的探子内鬼，但是小丹塔之内还是可以信得过的。况且这件事事关整个炼药师群体，即便是那几位保守派的长老，相信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会改变态度。顿了顿，萧炎的手指在面前的桌子上扣了扣，发出轻轻的声响，旋即他以一种极为平和的语气淡淡的开口道：“想必以丹塔这等势力的手段，应该已经得知了魂殿发生的动作吧？”听闻萧炎的话语，丹塔3巨头互相对视一眼，瞳孔微微紧缩，里面带着些许不自然。莫约1分钟过后，玄空子这才沉声地说道：“前段时间魂殿势力收缩，好像是遭受到了某种打击，看起来损失不小。显然，丹塔也是有着些许的情报手段，虽然不如魂殿，但是对于对方近期的动向还是盯得很紧。”然而萧炎却是有些意外，魂殿竟然将地殿覆灭的消息隐瞒了下来。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萧炎接下来的思路和话语。只见他环视了一圈几人，淡淡的开口，吐出一句话：“魂殿覆灭了一座地殿，并且魂殿副殿主也已经陨落，连带着还有一位半圣以及数位转进斗尊的天尊。”听闻萧炎轻描淡写的说出这番话，对他来说不过是陈述，但是对于丹塔的另外几人，反而却是一阵惊涛骇浪。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消息啊！魂殿副殿主一位3星斗圣的陨落，连带着地殿这座魂殿天罡3殿之一的覆灭，魂殿可谓是损失惨重。等等，罗长老似乎反应过来了什么，用惊骇的目光看向了萧炎，低喝道：“难道那击杀了魂殿副殿主，覆灭了一座地殿之人，就是你？”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除去药老之外，剩下的人都是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了萧炎。房间之内顿时沉寂了下来，只剩下了沉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在等着萧炎给出一个结果。呵呵，侥幸而已。呵呵，侥幸而已。萧炎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件事，展露出自己的实力，让人看重，也是谈判时候的重要一环。不再继续等几人惊叹，萧炎则是加快了几分语速，沉声地说道：“但当我将那处魂殿的分殿覆灭之后，正要离去，便是发现了一个让我很是震惊的东西。”说到这里，萧炎的声音都是有些发寒，他的目光扫向了几人，低喝道：“我在魂殿的废墟深处发现了他们留下的隐秘阵法，而在那阵法的中心，便是看到了灵魂本源所化作的光团，足足至少1000万灵魂才能凝聚出来的灵魂本源光团，而那里还囚禁着诸多的灵魂，被我解救之后，全都自行化光消散。”听闻萧炎的述说，即便是见过大世面大场景的丹塔3巨头以及罗长老，也是不由得感受到了一阵寒意。
而药老则是早就和萧炎沟通过，对于这些事情早就已经知晓。不过他的面色也不是很好。这样的分店，光是中州便是还有着20多座，更别说中州之外了。再加上他们一直隐秘地热衷于手击灵魂，尤其是炼药师的灵魂，我相信接下来应当不用多说了吧。萧炎的话音落下，他已经说得足够多，足够明白了。而反应过来的丹塔中人，此时此刻都是面色苍白，但却带着森然的寒意。此时此刻，他们全都明白了，以前他们自以为的和魂殿只是暗中摩擦，实际上早就被对方单方面的撕破了脸皮。要知道，丹塔自从成立以来，一直都有不少优秀的炼药师莫名其妙的失踪。现在看来，他们很可能早就被魂殿盯上了。该死，魂殿的这帮畜生，简直是欺人太甚！脾气最暴躁的天雷子当即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愤恨地说道。而一旁的玄一以及玄空子脸色都不是很好，而罗长老则是沉寂过后，用凝重的神情看向了萧炎和药老，低沉地开口道：“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告知大长老的，这件事肯定能得到他的支持。而且，即便是保守派的那几个老顽固，估计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也会坐不住了。毕竟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动摇了丹塔有史以来的根本。”囚禁灵魂，抽取灵魂本源，而且这种事情谁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可真的是让人一想起都是毛骨悚然。萧炎的嘴角微微上扬，他的目的已然是达成。有着上一世的经历，他知道当将魂殿底下的这些龌龊之事告知丹塔后，有着极大程度促成合作的可能性。再加上星陨阁这边一门双斗圣的威压之下，小丹塔也会慎重地对待这件事。这一次来到丹塔的目的已经达成的差不多，药老和萧炎对视了一眼后，便是起身。前者抚摸了几下胡须后，笑呵呵地说道：“罗长老，我在星陨阁期待着你的答复。我们师徒二人接下来还有事，就不唠叨了。”罗长老和丹塔三巨头也是寒暄了几句，前者更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沉声道：“好，此事事关重大，接下来恐怕要耗费一段时间，我也不留你们。若是出了结果，我会亲自登门去一趟星陨阁。若是平时，以他们和药老的关系，肯定会留他一段时间，但如今事关重大，他们也要陷入繁忙，接下来恐怕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双方告辞之后，萧炎和药老便是朝着丹域之外飞去。花费了大约大半个时辰之后，师徒二人这才来到了丹域的边缘。萧炎，你接下来应该还有事情吧？药老停下身子，声音平淡的说道。而萧炎则是笑呵呵的点了点头，旋即回复道：“知我者，老师也。我确实有离开中州一段时间的打算，一是为了避避风头，至于第二，则是另有谋划。”听闻萧炎的答复，药老也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旋即道：“既然这样，那你去忙吧，为师一人回到星陨阁便好放心吧。别的不谈，星陨阁永远是你的大本营。”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也是有些感动，点了点头，旋即低沉道：“美杜莎和小医仙就拜托老师照顾一二了，放心吧，这一趟顶多大半年的时间，我便会回来。”说到这里，萧炎有事顿了顿，旋即道：“老师，还有那最后一份的净莲妖火残图，还请留意。我冥冥中有种直觉，他们应该就在中州。”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则是摸了摸胡子，笑道：“这是自然，都交给为师吧。”师徒二人再度寒暄了几句之后，便是在半空中化作两道流光，一道向南，一道向北，急速的分开，很快便是互相化作小黑点，消失在天边。呼，这样一来，有着80%的把握把丹塔拉上车。至于接下来的焚炎谷，还没有好的理由接触，过个小半年的时间，等到他们广招人手帮忙炼药的时候，再将丹药送过去，开始接触。如今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内乱也来到了最高潮，不过还不是解决的时候，等到九彩原石现身的时候，与彩铃的事情一道解决。至于花宗，有着老师的那层关系，即便我不去说，自然而然也会被拉上战车。至于其他的势力，除去最为神秘的阴谷之外，剩下的三方阁以及冰河谷，萧炎压根没有看上眼。他们虽然被并称为中州的顶尖势力，但是实力上的差距却是太大了，即便绑在一起，都拿不出一个高星斗尊强者。而至于那有着数位半圣级别强者的天明宗，想到这里，萧炎的眼神也是微微眯起。有着潜意识记忆的他，自然知道天明宗不过是魂殿养了一条狗罢了，他们本就是一体的。若是萧炎猜测的不错，面对强势崛起的星陨阁，魂殿方面会在暗地里悄然扶持天明宗，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以便他们混淆视听。不过这些都放在一边，相信以老师的本事足以应对。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趁着躲开了魂殿视线的这段时间里，收服太虚古龙一族。太虚古龙一族虽然和九幽地冥蟒以及天妖皇族并称为3大魔兽家族，屹立于兽域之巅，但是若说起其中真正意义上最强的魔兽家族，当之无愧自然还是太虚古龙一族。本身能够与太虚古龙争锋的魔兽家族，应当是远古天皇以及远古天蛇这等站在血脉巅峰的魔兽。
而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逐渐消亡在历史中。而如今的天妖皇族和九幽地冥蟒一族，正是继承了远古天皇部分血脉以及远古天蛇部分血脉的后来者。只不过太虚古龙一族一向神秘，不怎么出世，并且做事相当低调，因此名声上比起另外2大魔兽家族来说要弱上一些。对于不清楚3大魔兽家族内在势力的其余人来说，恐怕会以为他们几个差不多，但是对于觉醒了前一世记忆的萧炎来说，那可是再也清楚不过了。虽然其他魔兽家族里面也有斗圣级别的存在，但不过寥寥2、3位，而太虚古龙一族光是4大龙岛加起来就有着不下10位斗圣级别的强者，有着他们与星陨阁守望相助逐渐起来的联盟，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具备和各大远古家族平起平坐的实力。到了那个时候，萧炎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发育自身，担心魂天帝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以萧炎现在堪比6星斗圣级别的实力，虽然放在远古8族里面也是一流的强者，但是还不足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大局。光是能够轻易击败如今的他的，便是不下10位。一旦引起魂族的注意，那可真是得不偿失。毕竟光是远古8族自己内部都是斗争不断，内讧严重，而且他们过于自信自己的实力，即便萧炎将魂族的谋划和盘托出，他们中的绝大数也不会联合起来一起将魂族剿灭，反而会联合古族一起对魂族做成制衡。下次注意点，别大呼小叫。一只足有30丈大小的鸟类魔兽翱翔而过，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未曾发散气息的漆黑裂隙一头撞进了其中，下一秒就被那裂隙精准地分割成了数块，化作血雨凭空洒下。5阶堪比斗王水平的存在，竟然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那里，毫无反抗之力。散了，继续赶路。众人骇然，下一秒，只见那些裂痕猛然暴涨开来，顿时高空之上100丈之内的空间顿时塌陷，悄无声息地化作了一大片的漆黑虚无，宛若死亡一般的绝境。还是实力不足啊，不过时间还很充裕，我有着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计划。魂天帝，这一次你魂族的千年谋划注定还是要落空的。广袤无垠的漆黑平原屹立在大地之上，显得极为黝黑，宛若是一处独立的空间，将里面和外面的世界分割了开来。在平原尽头的不远处，可以看到无数连绵不绝的重重山峦重叠在周围，而在那山峦山脚之下，恰好有着一条不宽的小路，连入了漆黑的大平原当中。在其上有着莫约30多辆马车在缓缓前行着，周围满是守卫的佣兵，他们等待着黑风暴的临近。只不过等了莫约10分钟，高空之上依旧是艳阳高照，一丝一毫黑风暴出现的踪迹都没有，似乎之前不过是他们的错觉。到底是谁瞎嚷嚷的？哪有黑风暴啊？巨大的吸引力自那漆黑的虚无塌陷之中出现，吸引着周围的万物，填补着裂缝。而即便是远在10多里之外的商队马车，也是能够感受到那股磅礴的吸引力，他们在不自觉地被拉扯过去。不少人发出惨叫声，还有一些人以及马车在猝不及防之下，已然被吸力带起，朝着高空上凭空飞去。下方的人目眦欲裂，盯着高空，一阵绝望之感在他们的心中浮现。就在这时，一道淡淡声音突然出现，带着些许的自责以及些许的温和，伴随着斗气扩散了开来。抱歉，落点有些出了问题。话音落下，有人笑骂，有人狐疑，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下一刻，让他们所有人可以铭记一幕的震撼场景出现。只见远处高空之上，一片湛蓝的天空，不知何时布满了细密漆黑的裂痕，宛如即将破碎的玻璃一样，让人触目心惊。毕竟在他们的考量之下，一旦魂族覆灭，那就没有人可以对抗古族，如今可以信任的唯有自己而已。全体下车驻扎，靠在一起，不要散开。他们极为紧张地靠拢了过来，马车都拴在了一起，而人则是围在了一起，或是依靠着兵器，或是抓着马车，纷纷找好了位置。然而就是他们刚刚放下戒心，忽然再度一阵轰鸣凭空炸响，一位佣兵恰好抬着头，当时目瞪口呆起来，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指向天空，声音颤抖说道：天空碎了。就在这极为辽阔的黑域大平原上空，忽地凭空传来数道轰鸣之声，犹如雷霆炸响，顿时下方的车队慌乱了起来。萧炎喃喃自语道，流光划过天际，无数景象落在了他的身后。很快，萧炎身形加速了起来，灵魂力量撕扯，凭空撞出一道漆黑的空间裂隙，而他则是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其中。这一幕让不少人头皮发麻，足有大斗士巅峰水平的佣兵队长瞳孔骤然紧缩，失声道：“30丈，那可是5阶的金翼雕啊！西北地狱，黑域大平原，莫不是黑风暴临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伴随着那道温和的男声出现，只见在那片塌陷的虚无当中，凭空出现了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身影。他宛若天地的中心一样，只是出现的瞬间，那漆黑他现处传来的吸引力便是停了下来，万物受到重力，从空中坠落。而他凭空一点，那些坠落之中的东西都放若是减轻了重量一样，缓缓飘落而下，毫发无损。再见他大手一挥，
那撕裂百丈天空的漆黑塌陷便是直接被生生闭合。呼，还好没造成什么伤亡。萧炎也是有些尴尬，恢复到了6星斗圣战力之后，他的自信心有些上涨，当即便是撕裂了空间，没有构筑虫洞，朝着西北地狱所在的方向赶了过来。一路上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空间风暴，或许能够对斗宗、斗尊造成威胁，但在他只差临门一脚，便是能够恢复到完美递进的灵魂力量来说，却是算不得什么，直接被镇压。然而就在萧炎一路横推，即将进入西北大陆的时候，他的举动引来了一头奇异魔兽的针对。萧炎潜意识并没有见过他，也叫不上对方的名字，但他的实力确实相当强横，还能隐匿于虚空之中，难以察觉，堪比5星斗圣，而且占据地利，让萧炎也吃了不小的苦头。在将他打跑之后，萧炎的定位也是出现了些许偏差，这才从原本拟定的直接来到黑角域外的荒原，变成了黑域大平原，出现在了几千里之外。呼，下一次别让我逮住你！萧炎咬着牙，愤愤地吐槽了2句，便是将那奇异魔兽的事情放下，转而将因为他而受到波及的商队救下。而那些人在经历了这一幕后，不少人都是双腿发软，直接软倒在了地上，大口喘息着，庆幸着死里逃生，没有打算下去见见他们的意思。萧炎转身便是想要离去，而一道洪亮的声音此刻却是从下方传来：多谢前辈搭救，晚辈乃是炎盟之人，前辈此次大恩，炎盟必将铭记。听闻这句话，原本打算直接离去的萧炎却是略微提起了兴趣，眉头一挑，原本准备直接离开的打算悄然放下。下方只见那商队的主人，一个看起来有些肥胖圆润的中年男子，额头上布满冷汗，拱手行礼：不用谢，此事本就是因我而起，你们不过是遭了无妄之灾而已。萧炎落下，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看着面前的那位肥胖的中年男子，萧炎的眉头微微皱起，他总觉得对方有些熟悉，似乎是从哪里见过。思绪在脑海中回转，待得对方抬头的那一刻，萧炎这才猛地想起来，此人名叫多玛，潜意识自己第一次来到黑角域的时候，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正是对方赠送了一份黑角域的地图给他。你说，你们是炎盟中人，为何会在此处？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何会加入炎盟，但萧炎此刻心情却是好上了少许，转头问起了有关炎盟的信息。他也有些汗颜，身为炎盟之主，反而整整1年多，接近2年没有回去，也不知道炎盟如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多玛却是心头一喜，他并没有打算能够揭示这位强者，报出炎盟的名号，不过也是试了一试，但没想到真的有效。面对对方的疑问，多玛犹豫了一下，一想到双方的实力差距，便是咬着牙说道：前辈有所不知，炎盟早在1年前便是吞并了周围的各个小国，发展到了堪称庞然大物的水准，即便是出云、落雁、木兰3大帝国联起手来，也只不过是能偏安一偶，苟延残喘。而黑角域正是炎盟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两边互相守望相助。根据多玛的描述，萧炎也是对加玛帝国以及黑角域这段时间的经历的事情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只不过事情的发展让他有些错愕莞尔。炎盟的成立比起前一世要早上许多，而也如同前一世一样，3大帝国联手进攻加玛帝国的事情依旧发生了，只不过不一样的是，炎盟这一次格外强大，而且还拉拢了黑角域的绝大部分势力和强者。大战当日，黑皇宗的莫天行以及散修阴山老人2大5星斗宗强者一同出手，帮助炎盟挫败了3大帝国的攻势。而黑角域之所以会出手帮助炎盟，乃是自从黑角域诸多强者，包括地魔老鬼、药皇寒风等人离奇死去，剩下的势力又在迦南学院、黑皇宗2大黑角域老牌势力，以及突然崛起的强横势力萧门3者联合之下，彻底整合在了一起。如今炎盟和黑角域整体关系相当亲密，几乎相当于同一个的宗门的2大分宗一样，只不过为何2者会结盟，反而成了一个外界不知道的秘密。听闻了多玛的叙述，萧炎倒是对此有些了然，毕竟这件事几乎是他一手促成。当初在黑角域击杀了大批强者之后，黑角域一方示弱，迦南学院趁势而入，再加上萧厉亲自前去黑角域组建萧门，实际上单单凭借萧炎这方面的关系，迦南学院一方苏谦大长老和萧厉通一下气，便是完全可以联合起来。至于黑皇宗等人，则是出乎了萧炎的预料。不过莫天行此人的确算得上有些智慧，本来以为黑皇宗会覆灭，但没想到反而却是和迦南学院联合了起来，成了自己人。这倒是一个好消息，没让我怎么费心，炎盟便是扩张了开来。待得成功吞并了周围3大帝国之后，与黑角域沉淀一番，足以在西北地域具备相当影响力的大势力。萧炎喃喃自语道，心情不错，微微点了点头。他看向了面前的多玛，随意抓过一把斗气，凭空构筑成了一枚令牌，递给了后者。回到炎盟之后，找到你的堂口长老，提升1阶职位，把这个给他看，就说是萧炎说的。话音落下，萧炎已然是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原地呆滞的众人。萧炎，莫非是盟主大人？一声惊呼响起，再度引起了一阵喧哗。
只不过这一切已然和萧炎无关。见到多玛，也算是上一世给予过自己帮助，再加上为自己提供了信息，萧炎不介意小小的给予他一点机遇。作为一个普通人，也算是给了他足够的帮助。虽然萧炎很想回到加玛帝国感受一番变化，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他也没有忘记，当即便是压下了心头的思绪，化为一道流光，朝着迦南学院的方向赶了过去。黑角域外围地势一向崎岖，周围连绵山脉不断，黝黑的树林大片，道路也是相当狭窄。除去长期行走在这里的商队之外，根本没多少人会走这条路。就在这稀少人烟的上空，忽地传来了尖锐细小的破风声，掩盖在了呼啸的狂风当中。放眼望去，只见远处的天空之上陡然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随着距离的拉近放大了开来。那是一个身着黑色衣袍的男子。只见他猛地加速几分，提起身形，整个人周身的流光不显，便是朝着另一边的天际飞去，很快便是将身下的地形抛在了身后。此人正是萧炎。数分钟的时间，他便是跨越了寻常人需要花费将近1个月时间才能跨越的黑域大平原，来到了黑角域的外围。看着下方略显熟悉但又有些陌生的场景，萧炎心中有些感慨。前一世的他虽然和迦南学院交好，但并没有想把黑角域这片地方划在自己的名下，也因此最后虽然先一步得知了迦南学院下方的地底岩浆空间的尽头就是驼舍古地洞府所在，但却依旧功亏一篑，被魂族插手。这一世的他提前有所准备，早就和内院大长老苏谦沟通过，并且临走之际还击杀了诸多黑角域顽固不化的老牌强者，做出了威慑。不仅如此，就连萧丽也被萧炎安排到了黑角域发展势力。如今这一切到了开花的时候，纵使是萧炎也有些感慨，自己如今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不少，他进一步的看到了挫败魂族谋划的期望。如今黑角域虽然算不得铁板一块，但已经比起之前好太多了。徐徐图之，相比不久之后，整个黑角域将会只有一个声音。萧炎喃喃自语道，他仿若已经看到了未来。黑角域一角，迦南学院。今日对于迦南学院来说，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整个学院都是显得相当热闹，因为这恰好又是一届新生入院、老生进入内院的一天。典礼广场之上，周围的座无虚席，几乎是人山人海，一道道声音的洪流汇聚在了一起，直冲云霄。在那广场之上，大大小小的分着10个擂台，每个擂台之上都有着2道矫健的身影，时不时交锋在一起，斗气迸发，人影交错，显得异常火爆。有人获胜晋级，欣喜若狂；有人落败，垂头懊恼。整个学院都是因此充斥着许多年轻人特有的活力。而在那迦南学院观战席最高一处，明显大了许多的看台上，坐着数道身影，或是中年，或是有些苍老，但无一例外，他们的身上都穿着属于内院长老的服饰，地位可以说是相当尊崇。这一次的新生质量可真不错啊！一位内院长老笑呵呵地看向一片擂台，上面2道身影交错战斗，青石地板上时不时出现皲裂，看起来相当激烈。而他们的身上都是有着斗气构筑的铠甲，将全身包裹在体内，显得异常凶悍。2个高薪大斗师的争斗，换作往年，他们2个人恐怕都足以争夺这一届进入内院的新生第一了。但如今有着这般实力的，可远不止2个人。除去他们之外，至少有着3处擂台都爆发着不下于他们之间的激烈战斗。另一旁的外院副院长虎钳也是笑呵呵地扶着手掌，看着这一幕，笑道：自从那1年后，学员们都像是遭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刻苦了许多，带动整个学院的风气也变得更加勤奋了起来。另一边的黄袍长老则是笑呵呵地打趣道：那可不是，不过这些新生的资质也是相当不错。对了，话说他们都是从哪来的？说到这里，虎钳倒是有些古怪地抚摸了几下胡须，轻声说道：他们都来自加玛帝国。这般话语落下，一时间周围有些沉寂。就在这时，主位之上的灰袍苏谦则是弯曲手指，轻轻扣了扣扶手，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无妨，严盟毕竟是萧炎那个小家伙的势力。听闻这句话，几个学院高层都是有些叹气，面色有些复杂。萧炎无疑是迦南学院成立以来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离开学院之前，他的实力就强大到了一个离谱的地步。不仅如此，他一手创立起来的严盟，堪称加玛帝国真正的掌控者。在和迦南学院以及黑角域一方达成联系合作后，更是隐隐有着横扫周围数个帝国，成为西北地域一流势力发展的趋势。望着那下方热闹的情形，苏谦也是略有感慨，苍老褶皱的面皮之上浮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也不知道那个小子如今怎么样了，以他的天赋和能力，即便是在强者云集的中州，怕也是能闯出一番天地吧。苏谦轻笑着说道，声音平淡，宛如一个真正的老人一样。周围几人也是面面相觑。苏谦大长老。就在这时，忽然又是有着2道身影出现看台之上，背后的斗气双翼收起，其中一人身着红色衣裙，一条鞭子缠绕在柳腰间，服饰包裹不住那曼妙的身材，火辣无比。另一人背负着血色的重剑，面容淡漠，没有丝毫波动，
他整个人站在那里，便是一股肃杀的气息飘荡开来，令人窒息。哼，虎家丫头，还有吴昊，你们两个怎么回来了？苏谦笑道。除去萧炎之外，迦南学院最优秀的几个学生，虎家、吴昊、林修崖、柳晴、林燕等人。不过他们自从接二连三的突破到斗王之后，便是将势力扩展到了黑角域当中，不断打拼，很少会回学院。1年1度的盛会，我们又岂能错过？不过那几个家伙最近忙着围剿野狼帮，有些走不开。虎家耸了耸肩，轻笑着说道：“虽然从学院走出去的几人内部还是有着竞争，但面对黑角域的顽固势力之时，他们也是一致对外，也是在他们的清扫之下，许多黑角域的大小势力都不得不选择站队。”林修崖那家伙托我带了句话，说祝您老身体健康。一旁的吴昊生硬地说出这般话，随后又跟什么都没说一样，直接站了回去，反而让苏谦有些失笑。好了好了，老夫也没有要怪他们的意思，忙点好啊。就在几人寒暄之间，下方也是分出了胜负。今年外院的最强50人也是分了出来。见此情形，虎钳起身，开始轻轻咳嗽了几声，如同往年一样开始发言，声音严肃，但是却带着鼓励。在斗气的扩散之下，声音很快便是笼罩了整个典礼会场，所有人都倾心地听着。2年前，我们也是在那里站着，听着副院长的演讲吧。吴昊叹了口气，冷漠平淡的神情上也是有些动容。另一旁的虎家则是嘴角上扬，微微一挑，带着几分故作的惊讶看向了吴昊，笑道：“哟，我们的沙胚怎么也有心情会谈论过去了，罕见啊。”吴昊白了他一眼，也没说什么，毕竟都是从盘门一道出来的打拼的同伴，对于对方小魔女一般的性子，他早就熟悉，也没在这个问题上和他争论。而就在这时，一道略显怀念的声音却是突兀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而在场所有的感知当中都没有注意到这道气息的存在。确实有些怀念，不过虎钳副院长这么多年还是同一套话术，是我没想到的。话音落下，包括苏谦在内几人都是心头一惊，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此人的气息，直到对方发声之后，他们才注意到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身影不知何时站在了他们的身边，看向了下方，目光连忙投向来着。几人如临大敌一般，纷纷起身拉开距离。虎家和吴昊也是取出武器，属于高星斗王的气息从他们的身上发散，而苏谦更是微眯着眼神递和道：“阁下是谁？今日乃是我迦南学院盛世之日，不方便接待外客。”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出来这的实力强弱，对方站在那里，但在苏谦的感知中，他却毫无察觉，这让他有些惊骇不已，额头上都是冷汗冒下。要知道，这2年的时间里面，不用压制陨落星年，他的修为也是精进了许多，已经到达了7星斗宗的层次，堪比当年的地魔老鬼。哼，别紧张啊，诸位，学院典礼盛会，没说不允许毕业学员参与吧？那道黑袍人的声音带着点无奈，随后他摘下了遮挡面容的兜帽，露出了一张略显清秀的面庞，一头黑色的碎发，脸上挂着淡淡温和的微笑。萧炎，你竟然回来了！一旁的虎家见到他的容貌后，当即惊呼出声，而伴随着这一句出口，误会也是当即解除。你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出没，当真吓死老夫！苏谦见到来着竟然是萧炎，内心里也是松了口气，笑骂道：“要知道刚才的他在面对萧炎的时候，压力可是最大的。”呵呵，不过是不想打扰到诸位。略作解释的话语出口，萧炎目光看向诸位，抱拳拱了拱手，行了个礼，道：“萧炎见过各位长老。”一旁的吴昊也没有说话，但是眼神中却带着些许震惊，上来就是给了萧炎一个熊抱，然后松开。紧接着虎家也是如此，毕竟是老友，多年不见，甚是想念。没想到你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可惜了。林修崖、柳晴他们都在黑角域，脱不开身。虎家带着几分惊喜和遗憾地说道，而萧炎则是笑了笑，回复道：“无妨，我这段时间会一直待在这里，顺便见见学弟学妹们。”萧炎此次前来，就是要帮助紫妍完成第1阶段的进化，以及血脉上的蜕变，然后借此来收服太虚古龙一族。前一世紫妍突破到6阶，花费的时间可是超出了1年。这一世虽然有着萧炎的帮助，但估计也得耗费2-3个月往上。看来你是要办大事啊！话说过了2年，你的如今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为什么即便是老夫也有些看不透？莫不是突破到了斗尊？苏谦抚摸着泛白的胡须，带着几分好奇地问道。这一番话出口，反而让周围的长老以及虎家等人也有些意外。他们不过是斗王、斗皇级别的修为，看不透当年就能击败陨落星年的萧炎的修为也就罢了，但为什么连晋升到了高星斗宗的苏谦大长老也看不透如今的萧炎？莫非他的修为已经真正意义上的超出了他们认知的界限？而萧炎的嘴角则是微微上扬，对于这些前一世的友人长辈，他也没有多少想要隐瞒的意思。不过他们的实力太弱，知道太多也不好，如今魂殿的威胁还在，得谨慎一些。况且虽然加玛帝国境内的魂殿爪牙虽然当年就被萧炎全部拔除磨灭，但是整个西北地域
肯定还是有着不少魂殿的痕迹存在。比如说天星帝国的一处山涧。潜意识的萧炎从秦夏的魂殿人及护法铁护法身上得知西北地域的一处魂殿分点所在位置，不过因为当时实力的缘故，放弃了前去的想法。而这一事肯定要动手处理一番。相比于中州来说，西北地域更加贫弱不少。潜意识在魂殿插足以前，这边最强的噬冥宗也不过只是有着几位低星斗尊的存在罢了。也正是因为魂殿的插手，联盟的扩张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打击，险些覆灭。萧炎心中定下了打算，趁着这段时间回来，他要将西北地域的全部魂殿爪牙拔除，将这里作为魂殿的盲区。差不多吧，不上不下，还差了点。萧炎摸着鼻子，略显随意地说道。而他的一番话出口，反而是让在座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纷纷发出了牙酸的声音。就连苏千也发出了一个趔趄，心里宛如出现了玻璃被打碎的声音。算算如今萧炎的年纪，怕是23、24岁吧，这么年轻的斗尊强者。一时间，看台上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子言，你找那个疯丫头干什么？迦南学院内院一处房间内，苏千带着些许疑惑的表情看向了萧炎，苍老的脸上褶皱在微微颤动。他没想到萧炎回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这个。嘿嘿，大长老，实不相瞒，这次去中州，我也算是查到了子言的身世，想要带他过去认认。萧炎嘿嘿一笑，旋即说道：“有着前世记忆的他，自然知道子言的真实身份，而且如今已经具备6星斗圣战力的他，已经有能力通过虚空坐标去找到太虚古龙一族的藏匿地点。原来如此，难道子言的身份真的是？”苏千的手微微有些颤抖。2年前萧炎离开内院时候，可是说过他有关子言身世的猜测。如果真是太虚古龙一族，想到这里，苏千的心里也是微微一沉，莫名的有些复杂。不得不说，当初寻到子言的时候，她也是那般幼女模样，还是苏千心一软，把她带回了内院，养在身边，就像是养了个小孙女一样。如今对方身世明朗，萧炎要带她去中州，饶是苏千也是一时间有些不忍。哼，大长老别急，这件事还要看子言的意思。若是他不想去，我也不会强行带走他，更何况这次回来，我还带给他一场大造化。萧炎自然看出了苏千的神情有些不对，笑着解释道：“不过这也契合他原本的打算。如今的子言不过是个小女孩，纵然获得比较久，但是常年在内院后山，经历的多一些，但心智依旧卡在那里。2、3个月的时间已经够他想通，也够萧炎为他做好思想工作。有着潜意识经历的他，早就将子言当成妹妹以及挚友一般看待。萧炎断然不会让他受到委屈。而且在这2、3个月的时间内，萧炎决定为子言提升一波实力。按照潜意识的轨迹来看，若是没有自己插手，如今的子言应当在5阶巅峰，临近突破到6阶的层次，而且中间突破所花费的时间也足足在1年以上。除去消化天地能量以外，也是在熟悉血脉间传承下来的力量。不过如今的萧炎觉醒了前世记忆，眼光自然不同于以往。以他现在足有9品宝丹炼药师层次的水准，自然有着独到的方法为子言解决这些麻烦。去吧，那丫头现在应该还在后山。自从你们几个都不在内院待的之后，她也觉得无聊，天天跑去找那些魔兽们打架。苏千的声音也带着几分无奈。萧炎有些憋笑，他已经可以想到苏千到底有多么头痛，当即拱了拱手，便是告退。大长老，回见。说完，萧炎整个人便是从窗户上一翻，化作一道流光，没有带起丝毫的气息波澜，便是朝着内院后山的方向赶去，只留下苏千一人在房间中，时不时叹气，又时不时傻笑。内院后山一处山清水秀的密林之所，陡然间震动了起来，让不少生活在其中的魔兽们鸟兽作散，发出呜呜的悲鸣，远离此处，坐立不安地徘徊着。伴随着视线朝着密林中心拉近，震动越来越剧烈。与此同时，也传来了数头魔兽的凶厉咆哮。好！忽地，一道白色的小小人影带着些许狼狈地从密林中闪出，他洁白的衣裙上已经沾染上了不少灰土，就连头上还挂着些许枯黄的树叶。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下脚步，背后的淡紫色斗气双翼扇动，便是急促地朝着远处奔去，嘴里还嘟囔着：“急什么急？姑奶奶不过是拿了你点喝的，瞧吧，你急的。”而就在他的身后，一头身形巨大、莫约20多丈高的血魔天元出现，双眼通红，眼眶上还有着一点乌青。不仅如此，除了这头血魔天元之外，稀稀疏疏的从乃密林中又是窜出了好几头不同的魔兽，或是通体血红的巨狼，亦或是如同牛犊般巨大的金毛耗子，还有走起路来便是能让大地皲裂的如同小山一样的暴熊。迦南学院内院后山，绝大多数5阶之上的兽王都聚集在了此处，而他们之间并没有交锋起来，反而是同仇敌忾，对着白衣小女孩发动了阻击。紫妍跑路的时候回头一看，头皮都有些发麻，背后的蒲扇的斗气双翼也是加快了几分，整个人的速度骤然提升了一截。他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后怕，怎么这些家伙联起手了？失策！也无怪这些兽王们联合。要知道，这2年以来，
紫妍的实力也在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如今已经是有着斗王巅峰水平。而那些魔兽单个不过也是5、6星斗王的水准，弱一些的甚至也就1、2星，斗灵巅峰的强榜高手都能过个几招。也因此，以前因为实力不足被欺负的紫妍，也是仗着实力的提升打了回来，还抢走了不少灵药。因为实力不够的缘故，几个魔兽也是苦不堪言，只得捏着鼻子认了。然而这一次，好巧不巧，血魔天元守护的山洞里面有着地心淬体乳的存在，反而被紫妍盯上了。他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血魔天元离开洞府的时间溜了进去，喝了一大半，还顺走了1瓶。然而也正是贪了一下，反而被赶回来的血魔天元给撞见了。见到老家失手的血魔天元当即暴怒，开启了天赋能力狂暴血怒，失去了理智，追着紫妍就是打。不过他并不是紫妍的对手，而他们的打架动静也传了出去。剩下的几个兽王看到有机会教训这个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白衣小丫头，也是恶向胆边生。这一下子整个后山都暴动了起来，引起了众怒的紫妍只得吐了吐舌头，开始跑路。毕竟他虽然强，但是面对成千上万魔兽群的夹击，也只能退避锋芒。而那些没有灵智的灵兽们，可不会因为他体内那一丝淡淡的威压而被慑服。别让他跑了，追！今天一定要给这臭丫头一个教训！众兽王咆哮道，朝着紫妍追了过去。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大了！臭老头肯定要找我的麻烦。紫妍吐了吐舌头，头皮有些发麻，在后山不断到处飞着，试图甩开追击的魔兽。但是那些追击的魔兽们在途径其他地方之后，反而又有魔兽的加入，队伍还壮大了起来。虽然魔兽们众多，但是在内院的附近自然也是受到内院的掌控，相当于一个养殖场罢了。纵然魔兽们集体暴动，但惹来苏谦的话，后者也是可以将之镇压。只不过到时候紫妍可是要挨好一顿训，说不定还会被禁足一段时间。一想到要在小黑屋里待到天荒地老，无聊的不行，紫妍就感到浑身一冷。她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悲惨命运。就在她考虑着要不要跑路一段时间，等苏谦气消了再回来卖乖的时候，一道声音却是传进了她的耳中：哟，刚一回来就看到你在被人追杀，紫妍，你这家伙到底是又挖了多少天才地宝？声音平淡温和，夹杂着几分调侃，略显清朗的嗓音让紫妍感到熟悉。随后她的小脸上泛起了惊喜，乌黑水灵的眼睛里也出现一抹欣喜的神色，连忙道：炼丹的，你回来了。伴随着她声音的落下，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身影不知何时凭空出现在了紫妍的前方。看那清秀的面庞，不是萧炎又是何人？他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加速了起来，反而一头撞了进萧炎怀里。随后娇小的身形灵巧的一绕，躲到了萧炎身后，指着那一大片黑压压的魔兽群，小声道：萧炎，帮我个忙，把他们都赶走。听闻这句话，萧炎不禁哑然失笑，嘴角略微上扬，勾勒出一抹笑意，旋即他故作低沉的说道：嗨嗨，紫妍，规矩你是懂得。而紫妍却是连忙转头各处看了看，确认没有别人后，压低声音道：老规矩，55分成。早在之前的内院中觉醒了潜意识记忆的萧炎就知道紫妍有着不菲的寻宝能力，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萧炎可没少跟着紫妍瞎混，到处在内院周围寻找天才地宝。好，点了点头，答应下了紫妍的条件。萧炎也不含糊，放出了自己的一丝气息威压，随后伸出手来，一掌隔空拍下。轰！巨大的斗气手掌凭空出现，足有30丈大小，随后自空中拍落，重重的印在地上，顿时发出一阵爆裂的轰鸣，一阵剧烈的颤动自斗气巨手落下之处震颤开来，带动了小半座山谷，让不远处的大部分魔兽们摔了个人翻马扬，一时间引起了不少的骚乱。是大魔王？该死，他不是走了吗？有兽王认出了出手的人是谁，萧炎标志性的黑袍以及气息，让这些在他手中吃过不小亏的兽王们记忆犹新。这两个家伙又混一块了，点子扎手，快撤！5阶的大地暴熊当即低喝一声，四肢着地，朝着身后灵巧地跑了过去，相当娴熟。周围的几个兽王也是面面相觑，随后跑路，牙都快咬碎了。没有了几只兽王的指挥，刚才还暴动的魔兽群们顿时鸟兽作散，不一会儿的时间便是已经看不见了踪影。嘿嘿，我就知道，你一出手，这帮家伙们谁还敢欺负我？眼见事情解决，紫妍从萧炎的身后跳了出来，双手叉腰，哈哈大笑，不可一世。下一秒，他就被萧炎扣着手指敲在了头上，后者带着几分笑意的对捂着脑袋的紫妍伸出手来，说道：我的那份呢？紫妍吐了吐舌，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纳戒，略带心痛的点出了一大堆足有1人高那么多的药材，递给了萧炎。而后者的眼角却是跳了跳，虽然藏得有些隐秘，但萧炎还是看到了，在那堆药材中有好几个都是装在玉盒里面，上面还盖着内院药材库独有的章。叹了口气，萧炎将这些东西随意的收起，掂量了一下，差不多够给紫妍做药语的。嘿嘿，萧炎你怎么回来了？这段时间都去哪里了？中州有什么好玩的吗？紫妍见到萧炎收起了这些东西，当即迫不及待地问道，
两人的交情可不错。内院的那段时间，萧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紫妍炼制药丸，后者赫然已经将他当做了相当亲密的朋友。也没什么，这一次回来我就是来找你的，紫妍。萧炎摸了摸鼻子，淡淡笑着，温和地说道。两人找了个风景不错的地方坐下，萧炎也在为紫妍粗略地讲述了一段自己这段时日的经历，听得小丫头的脸上满是惊奇的神色。可真是好玩，紫妍笑嘻嘻地说道。而萧炎则是微微扶额，不过对于紫妍依旧能够保持这份心性感到欣慰。哦对了，你之前给我炼制的药丸早就吃完了，瓶子我还留着，你看是不是该？紫妍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看向了萧炎，而后者带着几分无奈，随意地摸了摸紫妍的头。小女孩也不反抗，就那么用乌黑水灵的大眼睛看向萧炎，带着几分可爱和无辜。好了好了，给你炼就是了。不过紫妍，等会儿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跟你有关，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萧炎屈指微弹，一缕火焰便是被弹射而出，漂浮在虚空，而一株株药材却是凭空飞起，落入火焰当中，开始凭空炼制。以萧炎现在的造诣，炼制这些玩意儿太过简单了，不出1分钟，药材便已经化作灰烬。几十枚还带着温热的淡金色药丸落入了紫妍手中不知何时出现的小瓶里。什么事啊？还要跟我商量？咱俩谁跟谁啊？紫妍带着几分老气横秋地说道。而萧炎却是没有笑，就是这般看向他。他知道紫妍很是聪明，此刻怕是已经猜出来自己想和他说些什么，故意在装傻充愣。哼，萧炎，你是知道的，我有多讨厌那些事情。自从有着意识以来，我就是一个人，想要吃饱都得天天打架，被欺负了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跑。紫妍很是聪明，从萧炎的态度，他就能意识到对方想要和他说些什么。只不过他一直回避着这件事情，虽然语气平淡的述说着，但是萧炎却能感觉到，在那平淡的话语下，满是十足的怨气。他在恨，为什么自己会被抛下，一个人受苦那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放下了一些，有着苏谦等内院长老们的照顾，有着萧炎以及内院学员们的友谊，紫妍几乎已经看开了。虽然他经常在内院搞事，每每弄得鸡飞狗跳，惹出祸端，惹来长老们和苏谦的责骂，但他心底里清楚，这些人对他的照顾，而他自己也是明白这一点，反而才能养成这般看似大大咧咧的性格。难道你就不想当面问一问，当初你为什么会独自一人吗？心底微微叹了口气，萧炎转了个话题方向。若是紫妍不想去，那他自然也不会强迫对方。不过他相信，紫妍最后自己会想通。毕竟以小女孩要强的性子来说，即便现在不挑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也一定会去寻找。毕竟前一世就是这般轨迹。1年以后的紫妍跟随着萧炎和小医仙一同前往了中州，并且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太虚古龙一族的成员，中间的具体经历萧炎也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紫妍在经过最初的抗拒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去。放心，有我在，为你撑腰，即使他们对你不好，我也会出手相助。萧炎了然，也意识到了这就是前一世让紫妍从5阶突破到6阶，足足花费了1年多时间的罪魁祸首。否则以紫妍太虚古龙一族龙皇血脉的优越，以及强悍的身体素质和空间感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卡上多久。而且萧炎也发现了，紫妍体内的一些暗伤，虽然不会影响实力，与平常修炼也无大碍，但它始终隐藏在体内，不知道何时会出现，影响一切。我知道，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吧。不过不用担心，我始终站在你这一边，毕竟我们是好朋友嘛。有些可惜的是，萧丽这段时间刚好有事，回到了加玛帝国，没有过来此处。不过萧炎也不着急，毕竟时间还久，他在这边待的时间不会短。既然已经探明了原因，萧炎自然也开始做起来了准备，随手一挥，便是一簇异火凭空出现在了手中。萧炎这一次并没有将之融合起来，而是4色交织在了一起，互相泾渭分明。萧炎喃喃自语道，带着些许的无奈。相比于他这种炼药师不同，紫妍本体却是魔兽，对于暗伤的查看自然不会多加在乎，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肉身强悍，这样一来日积月累之下，自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萧炎哑然失笑，点了点头，随意道，那就客随主便喽。天色临近黄昏，萧炎带着紫妍从后山归来学院，而得知了萧炎回到内院的灵验几人也是连忙放下了手头的计划，乌乌泱泱的一大帮人聚了起来，吃了个席。就连一向不怎么乐于展现自己情绪的柳晴也是破天荒的多和萧炎唠叨了几句，喝酒喝得有些上头。你知道那个抛弃我的家伙在哪？好啦，你离开这么久才回来，今晚我请客，想要吃什么随便选。而以萧炎如今的造诣，一些中低品级的丹药他都不用考虑药方的因素，完全可以自行将之创造出来，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手中的各种药材。嘴角上扬，略微挂起了一抹微笑，萧炎淡淡的述说道，语气平淡。太虚古龙一族中却是有一些害群之马，比如说北龙王试图染指龙皇宝座，要将紫妍吞噬，夺取他的龙皇血脉。听闻萧炎的话语，紫妍也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旋即挂上了如同往常一样古灵精怪的笑容，故作几分的说道，
他随手一挥，手中的火焰分了开来，在面前形成了4团不同的焰火。而萧炎则是随意的从那戒中取出一份份的药材，那是之前他才从紫妍手中敲来的竹杠。虽然以萧炎现在的造诣，即便是9品丹药也可以炼制，但是紫妍本身修为太弱了，他要考虑到后者的身体状况，因此丹药的品级不可以太高。月上树梢，凌晨之际，散了桌。几个在外人面前威严不已的斗王强者、帮派领袖杀伐果决的人物，却在小小的房间中醉得不堪人事。还是萧炎摇着头，一手一个抬回了房间里面。说着，他又叉起腰来，站直身子，扫视着远处山间，带着几分豪气，全然没有了之前被追得到处跑的狼狈模样。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却显得有些违和。次日，他开始考虑该给紫妍使用何种丹药来进行温养以及实力方面的提升。这一次的时间线比起记忆中提前了足足1年的时间。紫妍如今虽然已经到达了斗王巅峰，但距离突破还差了点积累。面对着女孩的询问，萧炎也是重重的点了点头，胸中长出了一口气，旋即开口道：想必这一身细微的暗伤，恐怕就是在他还没有来到内院的那段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吧。然而紫妍却有些理解错了，她抬起头来，略显呆滞地看向萧炎，乌黑水灵的眼中带着疑惑，声音却有些瓮声瓮气的：冰灵花、赤血草、岩蛇蜕、地心淬体乳。喃喃自语着，萧炎信手拈来，天马行空一般的想法浮现。此前从未在大陆上展现出来的药方被他随手构筑而成。不过即便是初次出现，萧炎的动作也依旧很快，伴随着他的提炼，药力的精华凝聚了出来，而那些没用的杂质则是被直接蒸发。随后那些被提取出来的药材精华在一火的融合下凝聚在了一起，伴随着萧炎的灵魂力量压制，很快凝聚成了一枚闪烁着红、蓝、白3色的圆润药丸，滴溜溜的，龙眼大小。大概有着7品的药力，以紫妍的目前修为，应该可以承受得住。具备洗精伐髓的功效，还可以固本培元，激发本身血脉中的潜力，就叫它玄元筑基丹吧。萧炎随意的给自己临时创造的丹药起了个名字，便是将之收了起来，随后大袖一挥，将屋内有些浓郁的药味驱散。心念一动，无形的灵魂力量透体而出，不到1秒钟的功夫，便是扫过了整座内院。萧炎便是直接锁定了紫妍所在的位置。这个丫头和往日不一样，没有泡在内院的药材库，反而在一处山顶没有动弹。显然萧炎的一番话也是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摇了摇头，将思绪抛在脑后，萧炎一步轻轻踏出，身形一阵虚幻，下一秒便是出现在了内院山头之上。抬头望去，看到紫妍躺在一处大石头上，双手枕在脑后，嘴上还叼着一根狗尾巴草，神游天外，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萧炎也不打扰，盘膝坐在原地，留下一点思绪照看着外界，已经沉浸进入体内，缓缓地修炼了起来，能积累一点是一点。他的肉身修为突破到了3星尊巅峰之后，还没有好好稳固过斗气。他很清楚，斗气的根基稳固，才代表着上限。潜意识的自己一直压制着斗气修为的突破，斗气极其夯实，但依旧在最后突破斗帝之前，遭受到了极其痛苦的试炼。莫约过去了半个时辰，紫妍眼珠子一转，一点高光浮现。他起身拍了拍土，从足有3、4个磨盘堆放在一起大小的青石上跳了下来，却一眼看到了刚好睁开眼的笑眯眯的萧炎。哇，吓我一跳！紫妍猛地一跳，脸上带着些许戒备，但当看到是萧炎的时候，这才松了口气，大大咧咧了起来。而萧炎在感知到后者已经醒了之后，便是带着些许的笑意，随手将一枚小玉瓶抛给后者。紫妍手忙脚乱地将之接过，随意地将瓶塞扒了开来。这是什么？新口味的药丸吗？浓郁的药香顿时从瓶口中发散出来，紫妍有些开心地说道。而萧炎却是嘴角上扬，笑了笑，轻声道：嗨嗨，也算是吧。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这不是看你快要突破了吗？一点心意罢了。听到萧炎的话语，紫妍也是嘿嘿一笑，没有拒绝，而是直截了当的收了起来。随后他看向萧炎道：好东西，萧炎你对我可真好，放心吧，以后我发达了，保准封你个专属炼药师当当。听闻此言，萧炎翻了个白眼，没好气的说道：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你就是嘴馋，想让我给你炼一辈子药丸是吧？见到萧炎识破，紫妍也是不尴尬，反而对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来。两人就这么闲扯了几句，很快便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紫妍把玩了几下手中的小玉瓶之后，便是将之收了起来，随后才带着几分莫名的意味，轻轻的开口道：我说啊，萧炎，你昨天跟我说的事情，我回去仔细的想了想，得到了一个结论。听闻紫妍的话语，萧炎也是来了几分兴趣，精神一振，看向他问道：你的最终结论是什么？紫妍撇了撇嘴，视线移开，装作不在意的说道：我要问问那个家伙到底为什么抛下我，然后狠狠的揍他几拳，最后告诉他，没有他，我也活得很好。萧炎，你要帮帮我。听闻了紫妍还带着些许赌气的话语，萧炎嘴角略微上扬，心头浮现出了一笑意，旋即开口道：好，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保证站在你那边。嘴上这般说着，
心底里，萧炎为那这一世还未曾见过面的老朋友不咸不淡地祈祷了一下，心底还在偷笑。此时此刻，他甚至还想对老龙皇说一句话：“老登，你的小棉袄漏风了。”一想到紫妍即将和竹坤见面的场景，萧炎的心底就不由得带上了些许的兴奋和几分愉悦。他猛然发现，这样做好像很有意思。另一边，紫妍听到了萧炎的回答，他没有注意到萧炎的神情变化，也是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来，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萧炎，你带我走吧。”听闻着这略显有点奇异的话语，萧炎也不客气，一把拉住了紫妍的手，随后一步踏出，周围的空间直接荡漾出阵阵涟漪，犹如进入的水幕一样，二者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大长老，萧炎有事，去一趟地下岩浆世界，还请见谅。大厅内正在主持诸多长老进行会议的苏谦耳边猛然蹦出了这样一句话，旋即他也有些无奈，就当没听见一样。如今的天坟炼气塔并没有开启，周围的空间被封锁，隐隐荡漾出一阵不易察觉的涟漪，显然在隔绝着塔内和塔外。然而这般手段对于萧炎来说却不算什么，他们的身形一晃，便是进入了空无一人的塔内，站在那黑漆漆的大洞面前，他直通下方，其上的空间封印也是最为稳固的。萧炎，这里是天坟炼气塔，我们来这里干什么？紫妍环顾四周，有些好奇，而萧炎却是带着神秘的笑容，指了指面前的大黑洞，轻笑着说道：“这下面可是别有一番洞天，你抓紧我便好。”话音落下，萧炎便是带着紫妍从那漆黑的大洞里跳下，在呼啸的风声中，二人的身形不断的飞速降落。莫约过了好几分钟后，一股炽热的感觉从下方传来，而在漆黑的视野尽头，也是出现了一抹绯红。10秒后，二人过了那个绯红色的洞口，冲了出来，顿时一股炽热充斥在了二人的身边。火热和红色岩浆构筑而成的地下世界出现了两人的面前。紫妍瞪大乌黑水灵的眼睛，显然并不知道，在他生活了这么久的内院下方，竟然还存在着这么一片神奇的地方。紫妍，你想要见的那个人就在这片岩浆的最下方，跟我来吧。岩浆下面，紫妍从平台探出头去瞧了瞧下方，不由得咽了口唾沫，缩回头来，那炽热无比的岩浆蒸腾起来的温度，若是肉身进入其中，怕是斗皇级别的强者也是有着不小的死亡率。而且谁又能知道那岩浆具体到底有多深呢？他真的就在这下面？紫妍微微颤动嘴唇，轻声说道，声音很是微小，掩藏在炽热火红岩浆不断翻腾而有爆裂的气泡当中。当然，准备好了，我带你下去。话音落下，萧炎便是牵住紫妍的小手，望向那熟悉又带着些许陌生的岩浆层。萧炎的心中也是带着几分感慨和缅怀，他似乎是想起了前一世在这里刻苦修炼的日子。身形一震，萧炎周身便是火焰激发蔓延，外紫内黑的火焰顺着萧炎的周身弥漫，很快便是将二人保护在了其中。随后萧炎目光一闪，脚下一弹，二人便是化作了一道火芒，扑通一声便是装入了那岩浆当中，激发了阵阵岩浆火浪。一入岩浆，萧炎便是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对着深处前去，周围的岩浆在一靠近其身体半丈范围时，便是会自动蒸发。普通的岩浆如今根本没有靠近萧炎周身的资格。紫妍略带着惊奇地看着外面的一幕，他这时候才能感觉到萧炎覆盖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层薄薄火焰到底有多么厉害。如今萧炎的速度比起2年之前不知道要快了多少倍，不过1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带着紫妍深入了之前从未跨入的岩浆深层，周围的岩浆已经由火红的颜色化作了趋近于黑色的暗红，让人不由得心悸万分。忽地，紫妍轻轻拉了拉萧炎的衣角，他的小脸上带着些许忐忑和紧张，因为他看到了有着身负鳞甲怪头的奇异生物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周围。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两人展现出了不小的敌意。从他们外放出来的气息，紫妍能够深深地感知到，他们中最弱的一个都比如今已经斗王巅峰的自己要强。萧炎没有回头，握着紫妍小手的手掌轻微用力，表示自己知道了。随后他带着几分淡淡的笑意，丝毫没有把周围已经逐渐靠拢过来的家伙放在眼里，轻笑着对紫妍开口道：“这些家伙，我称呼他们为蜥蜴人，一种奇异的岩浆生物。他们的实力不错，但是并不能离开地底岩浆世界。”听闻着萧炎的介绍，紫妍也是逐渐放开了心神，不过他还是有着些许紧张，低声说道：“喂，萧炎，我们要不要跑路？刚刚好像有斗尊级别的蜥蜴人啊。”他可不想要萧炎陷入危机，而萧炎则是拍了拍手，并未说话，而是一步踏出，顿时自他的眉心之处，一阵强横的灵魂力量扫过，刹那间卷熄了周围那被压抑到已经泛黑、温度趋近于无限的岩浆，当即被这澎湃的灵魂力量推开100丈，形成了大片的空洞。周围的无数蜥蜴人发出尖锐的爆鸣，想要围上来，但却在萧炎强横的灵魂力量威压之下，不得寸进半步。人类，这里是神之墓地，不是你能染指的地方，速速退去，否则惊醒守护者，你便是要永葬此处。
身形明显比起其他蜥蜴人要硕大上数倍的2只蜥蜴人，竟然断断续续地发出了属于人类的语言，对着萧炎等人说道，声音虽然生涩，但却能表达出来意思。2位半圣，不过单凭你们还拦不住我。萧炎能够感受到2人身上那强横的气势，当年的天火尊者陨落在此处，每每谈及此事讳莫如深，他也是心里阴影严重。紫妍有些紧张，他隐隐能够感觉到那2个乳白色的蜥蜴人身上的威压到底有多么强盛，即便是他也是第一次生出这种恐惧，宛若心脏被抓住一样。纵然身为太虚古龙一族的皇族，紫妍的血脉优越，但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即便是有着血脉的阻挡，也难以抗衡。无妨，萧炎拍了拍紫妍的手，随后不再掩饰，堪比6星斗圣级别的灵魂力量透体而出，刹那间卷起万丈风云，犹如那远古的魔神一样。那些刚才还在围着2人的蜥蜴人，当即被那爆发出来的气浪掀飞，不知道飞出去几万丈。即便是那2尊跨入半圣级别的蜥蜴人，眼神中也是泛起了惊恐的神色，被巨大的威压抵住，生生的退远而去，距离萧炎2人越来越远。纵然用尽全力，但也无法停止被顶飞的距离。他们和2人之间宛若隔着一层几百丈不可逾越的空气墙，纵然依旧在视线之内，但却无法寸进半步。走吧，温和地对着紫妍笑了笑。萧炎牵着他的小手，向着之前那被诸多蜥蜴人挡住的地方走去，而那2尊被轰飞的半圣蜥蜴人也不敢再阻拦，只是小声地呵斥道：“擅闯之人必将会受到惩罚。”紫妍跟随在萧炎的身边，小脑袋不住地朝着边上望去，似乎不敢想象这么轻松便是走了闯了过来。末了，他才咂了咂舌，小声道：“萧炎，你实话告诉我，现在你到底有多强啊？”他虽然知道萧炎很强，但没有想过他竟然会这么强，足以将整个迦南学院覆灭几百次的蜥蜴人，竟然连萧炎周身都无法靠近，只得放着狠话，装模作样。萧炎瞥了一旁的紫妍一样，他知道这个丫头不过是在和自己对话，缓解紧张感。旋即他便是摸了摸后者的小脑袋，轻轻地说道：“6星斗圣而已。”听闻萧炎的话语，紫妍的嘴巴长大，仿佛能吞下一颗鸵鸟蛋，眼睛里的高光也是一瞬间消失，旋即转变成了无比的兴奋。他忽然抬起头来，紧紧地看向黑衣男子，对着萧炎郑重地开口道：“萧炎，答应我，等会儿见到那个家伙，你帮我狠狠揍他一顿。6星斗圣，足以无敌于斗气大陆。”紫妍的底气瞬间足了。带着紫妍走的萧炎听到这句话，身形却是一个趔趄，差点没有站稳。他此时此刻脑海中浮现出一抹冷汗，心底顿时暗道一句：“我打竹坤，开什么玩笑？”竹坤，太虚古龙一族的老龙皇，论起资历比远古8族还久远得多，而且他的实力不算菩提古树，不算那枚已经被封印在驼舍古地洞府跨入了半地境界的地品雏丹，他就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即便是古族族长古元以及魂族族长魂天帝单独一人，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毕竟他和那2人，除去同样的地境灵魂，除去同样的9星斗圣后期修为，还多着属于太虚古龙一族强横的肉身。前一世，萧炎和魂天帝进行双帝之战前，竹坤开启足有万丈庞大的本体，面对已经成为斗帝的魂天帝，也是能抗下一招。如今的萧炎，怕是对方用点力气就能把他拍死。他赶来这里的依仗，也不过是因为紫妍而已。好，我答应你。忽地，萧炎咬着牙，恶狠狠地点了点头。他还真不信了，竹坤能够当着紫妍的面对自己下重手。这些年以来累积的疯狂和愧疚，若不是他心智坚定，怕是早就崩溃了。不过同样的，紫妍也成了竹坤心中的牵挂，也是他这么多年能够撑下来的支柱。前者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啊。老龙啊，你这小庙可是漏风漏得厉害啊。不过我这也算是提前让你们父女见面，到时候你打轻点。萧炎在心中暗道，紫妍也是神色茫然，神情复杂，不知道等会儿该用什么表情和方式来面对。就这样，2人已经彻底跨入了那漆黑的岩浆层当中。到达这里的瞬间，即便是萧炎也感觉到了些许压力。这里的岩浆密度以及堪称无限的温度，即便是以他的修为也有些吃力，毕竟他本体的斗气修为还不过是3星斗尊罢了。轰！深吸一口气，萧炎陡然间轰出一拳，澎湃的力量凝聚在其上，夹杂着磅礴的斗气以及灵魂力量。紫黑色的火焰伴随着一拳同时轰出，顿时将前方轰出一条莫约10丈之宽的空洞。趁着这个机会，萧炎带着紫妍顺着那条轰出来的通道直接冲了进去。很快，他们便是冲破漆黑的岩浆层，跨入了一片神秘、黑暗又寂静，宛若荒古沧桑的神秘空间当中。在到达这里的一瞬间，周围的炽热以及压力顿时消失不见。萧炎也是松了口气，他知道他已经顺利地带着紫妍来到了驼舍古地遗留下来的神秘空间当中。远处有着一处淡淡的光芒，萧炎带着紫妍再度飞行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来到此处。那是一座大门，一座足有数万丈庞大的石门。
石门安静的矗立在这茫茫空间之中，放若恒古永存，一股古老莽荒般的气息缓缓地从其上弥漫开来，荡漾在这天地之中。石门之前有着一片同样庞大的广场。萧炎，这里是什么地方？紫妍被眼前的一幕震撼，靠着萧炎的身子再度贴近了几分，似乎是对陌生环境感到了不安。萧炎却是看着这在他记忆中虽然短暂，但是却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低声说道：“这里是驼舍古帝遗留下来的遗迹。驼舍古帝，斗气大陆历史上最后一位斗帝，但同时也留下来了无数神秘的传说，让人议论纷纷。最后一位斗帝嘛，紫妍感到了些许的不安，他也不明白这种感觉从何而来，他只是感觉到在这里让他有些不舒服。他虽然喜欢寻找天才地宝，但也懂得不能招惹实力强过自己的存在。然而目前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斗王，便是来到了古帝洞府的门口，这巨大的冲击感也让紫妍感到了一丝的恐惧。那个人在哪里？萧炎，他又怎么会和驼舍古帝洞府扯上关系？紫妍乌黑的大眼睛中带着些许不安地问道。而萧炎却是摇了摇头，轻轻地开口道：“有关这件事情，你不妨去亲自问一问他。”说着，萧炎便是伸出手来，顿时四色交织在一起的异火猛然间发散开来，顿时将大片的漆黑空间照亮。而在两人的下方，那黑暗的虚空中竟然存在着一尊庞大的、一眼看不见尽头的、拥有淡淡紫金色鳞片的生物。从他宛若死寂的体内，隐约透露出来的一丝威压，都足以压得天地崩塌。紫妍的瞳孔骤然紧缩，他看到那生物的刹那，便是感觉到了一阵异样，似乎是一种特殊的联系出现在了二者之间。下一秒，那宛若尸体一般死寂的生物陡然间动了动，紧闭了许久的眼睛也是猛然间张开，淡红色的眼珠，眼瞳重叠，光是一只眼珠，大小都是足以容纳上百个萧炎。这对眼睛睁开的刹那，便是直接锁定了萧炎。与此同时，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也是碾压了过来。闯入古墓者，可持有古玉。萧炎在威压笼罩过来的刹那，便是一点也不敢保留，全力爆发出来了自己全部的灵魂力量，勉强将自己和紫妍护住。我的手中并没有古玉的存在。面对对方的发问，萧炎摇了摇头，面色平淡的开口道：“虽然威压恐怖无比，但是他的心中却是没有多少的恐惧，毕竟这跟前一世不同，手中握着王牌的是他。哼，既然没有古玉，那就留下来陪我吧。”冷哼一声，漠然的声音再度响起，然后整个漆黑的空间波动，璀璨的紫金色光柱爆发，从黑暗中出现，朝着萧炎爆射而来。多年的囚禁让他的脾气极端的暴躁。竹坤，你先别急，看看这是谁。就在竹坤发动攻击的时候，萧炎连忙将躲在他身后的紫妍抱了出来，白衣小女孩就这样出现在一人一龙的面前。下一秒，那巨大无比的瞳孔骤然紧缩，带着恐怖波动的紫金光柱也是陡然消失。只见他的鼻子嗅了嗅，沙哑的声音带着几分激动，几分忐忑，几分不可置信。血脉的味道。足有数万丈庞大的巨兽在这一刻停滞下了动作，庞大的身躯陡然一颤，眼神中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一股缅怀从他的瞳孔深处传来，似乎是回忆着极其久远之前的事情。在他那足以容纳上百个萧炎的巨大的淡红色眼瞳中，此刻只倒映着一道娇小的白衣身影。在那倒映中，他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还有着些许的错愕。巨大的身影小心翼翼地伸出那足以将一整座城市覆盖的爪子，指尖微微一动，旋即一抹金光显出。与此同时，一滴带着淡紫金色的血液从他的指尖滴落，而紫妍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熟悉的禁锢一样，伸出手来，一滴鲜红但又隐隐蕴含着丝丝金色的血液从他的手中飞出。两滴血液在虚空中呈现，并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就像是两极相反的磁铁一样，直接凭空牵引在了一起，随后融在了一起，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宛若一体。是孩子的味道。庞大的巨兽喃喃自语道，随后眼瞳中的茫然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却是阵阵狂喜般的涌动。不仅如此，还带着冲天的愤怒以及咆哮。驼舍古帝，你这个混账东西！幸好，幸好！他又哭又笑，又悲又喜，整个人状若癫狂，似乎陷入了疯魔一般。萧炎的见到这一幕，也是冷汗自额头上滑落，不由自主地擦了擦，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道：“这老家伙别是被刺激的疯了。”良久，莫约过去10分钟后，那巨兽这才停下动作，伴随着一阵金光爆射，他的身影急速地缩小着，短短数秒之内，便是化为了一尊满头紫金头发的中年男子，面带威严，但眼瞳中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和兴奋。他没有丝毫身为9星斗圣级别强者的价值，就那么搓着双手，小心翼翼地靠了过来，看着那被萧炎举着的紫妍，脸上带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期许。像啊，跟你母亲真像。听到他的话语，还因为之前众多变故陷入纷杂思绪的紫妍这才回过神来，脸颊顿时一变。他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体内和面前的中年男子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感。紫妍已经意识到了，面前的中年男子就是他的父亲。无论是这种奇异的联系感，
还是之前的血脉相融合，都证明了这一点。孩子，中年男子搓了搓双手，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他似乎对于这般情况很没有经验，只能维持着动作，纳纳地看着紫妍，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是孤儿，没爹没娘。紫妍的脸色骤然间变得冰冷起来，生人勿近。他撇过头去，不去看面前之人，似乎是赌气一般的说道，语气还带着些许心酸。萧炎知道，此时此刻紫妍的心中肯定满是复杂的情绪，纵然自己之前已经告诉过他这一次会见到谁，但当父女二人真正见面之后，那复杂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当年的自妍独自在黑角域的深山中生活着，小小年龄纵然有着太虚古龙的血脉加持，但是终究是不好过。后来误食了未成熟的化形草，这才被苏谦大长老带回了内院。不过即便如此，大部分时候他也是孤零零的，直到遇见了萧炎之后，这才逐渐有了朋友。贪吃好玩，不过是他的一层用来遮掩自己的外表，实际上紫妍的心里却是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酸楚。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当初不该贪图古地洞府，都是驼舍古地那个混账，他给我下计，我才被困在这里无法出去。见到紫妍眼角的泪花，中年男子可是慌乱了，手忙脚乱的想要上来，但却不知道如何时候，只能干着急。孩子，你别哭了，都是为父的错。见到这父女相见的感人一幕，萧炎也是在心底轻轻叹了口气，旋即轻轻地将紫妍放下，上前一步，对着着急不已的神秘男子，也就是竹坤，开口道：这位前辈，给紫妍一些接受的时间吧，不如我们先聊一聊，我和她相识也算是有着一段不短的时间了。话音落下，萧炎也是轻轻拍了拍紫妍的后背，他知道这个小女孩纵然之前说了那么多，但她依旧心里有着点点的期盼，这个时候不能着急。紫妍沉默着点了点头，退开了几步，而竹坤想追又不敢追，那副样貌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丝毫没有当初度大陆巅峰强者的模样。小子，你是？竹坤的眼神恋恋不舍地从紫妍的身上离开，他这才注意到了萧炎，这个跟在自己女儿身边的男子。小子萧炎，萧族之后也是紫妍的挚友。萧炎抱拳报上了自己的名号，而竹坤状似回忆，声音带着些许波动的淡然道：原来是萧族，当初也算不得什么大族。摇了摇头，他带着些许疲惫的开口道：小子，为我介绍下这几千年来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吧，还有关于我女儿的事情。听闻竹坤的请求，萧炎也是抓住这个机会，连忙将他知道的事情，自驼蛇谷地之后的大事全都粗略的带过，随后讲述自己如何碰到紫妍，以及紫妍提起过之前他自己如何生活。有关紫妍的每一句话出口，竹坤的虎躯就不由得颤动一下。这一刻，无边的内疚和自责已经在他的心头凝聚到了极致。最后，萧炎更是补充道：前辈，与你见面，以紫妍的性情，怕也是纠结迷茫的很，切记不可操之过急，最好徐徐图之，潜移默化的让她接受您。萧炎给出了一些歪主意，毕竟在哄小女孩方面，他还是有些经验的。而竹坤却将萧炎的话牢牢的记住，面容上原本的纠结担忧也消散了不少。跟竹坤沟通过后，萧炎快步向着另一个方向走过去，而那里小小的女孩坐在地上，咬着牙，脸上满是纠结和怨气。萧炎，你说我到底该不该认他？当年若不是运气好，恐怕我早早便是成为其他魔兽口中的事物。女孩略带几分赌气的话语出口，夹杂着些许怨气和茫然。虽然她之前头头是道，但如今对于如何面对竹坤，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听着和前一世记忆有些相同的话语，萧炎心中叹了口气，略微斟酌了一番言语之后，便是轻轻开口道：我想他也不是故意抛下你的，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父母，你也来到了这个地方，知道了这里的玄奥。说到这里，萧炎叹了口气，目光微微偏转，看到了远处紧张地望着这里的竹坤，继续淡淡的开口道：他在无尽黑暗中独自一人被囚禁1000年，也应该不容易，你心里怎么想便怎么做吧。我说过，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紫妍默默地点了点头，也不说话。萧炎摊了摊手，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这些事还得他自己想开。不过看样子，显然紫妍也有些松动了心神，想来二者相认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趁着这对父女还在纠结的时间，萧炎也没有闲着，好不容易来到一次这里，当即便是借助着岩浆世界底部那浓郁的火系天地能量修炼了起来。这里的温度之高，压力之强，即便是萧炎也有着不小的收获。除此之外，他也到异火广场之上找了许久，却只得无奈退走。不论萧炎如何寻找尝试，异火广场始终对他的焚诀斗气并没有反应。不过萧炎对此也不意外，早有准备，也没有太多的失望。果然还是得集齐古玉，找到净莲妖火或是虚无吞炎，才可以打开洞府，解开传承。有着前一世记忆的萧炎自然知道驼舍古地的传承放在何处，但是此刻的他却是无法企及，距离那传承就差着一道古朴但却无比坚实的石门。
莫约半个月的时间流逝，每一天竹坤都尝试着和紫妍接触，也不知道是不是萧炎的那版话语起了作用。直到今日，两人之间冷战的关系也算是缓和了不少，起码能够正常沟通说上话了。虽然紫妍依旧是一副不冷不淡的态度，但是竹坤却是明显高兴了许多，就连脸皮上的皱纹也少了不少。见到时机已经差不多了，萧炎便是找到了竹坤，提出了自己的请求，还请竹坤前辈为我和紫妍护法，帮我们一个小忙。什么事？尽管说吧。竹坤点了点头，显然高兴了不少，连带着看萧炎也顺眼了许多。见此情形，萧炎是嘴角微微上扬，他旋即举起右手，撤去了其上的封印，随后一缕淡淡的气息发散，饶是竹坤在感知到这股气息之后，瞳孔也是骤然紧缩了一瞬间。这是龙皇本源果。显然，对于这等神物，竹坤也并不陌生，而萧炎却是微微点头，轻笑着说道：“没错，正是此物。”随后，萧炎把他的打算和盘托出，紫妍自小打拼，体内有着些许暗伤，萧炎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先让紫妍吞服之前他炼制出来的玄元筑基丹，洗精伐髓，将原本的暗伤排除体内之后，随后将那枚龙皇本源果的药力给予紫妍，促使他进化。虽然现在的紫妍有着太虚古龙一族的王族血脉，但他的实力还是太弱了，无法压制那些实力已经到达斗圣级别的古龙。而且在那一批古龙中，有着反骨的可不少，单凭东龙岛那些依旧忠心的古龙们，势力依旧单薄。如果是平常的时候，这般进化恐怕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需要到古龙岛中静养。但现在有着竹坤这位9星斗圣后期，还同时也是太虚古龙的强者帮忙，这个时间将会远远缩短。此法可行。不过，听到萧炎的计划，竹坤先是陷入了短暂的愤怒。他没有想到，那些当初他还在时候对他忠心耿耿的古龙们，竟然胆敢染指皇位，甚至还可能对紫妍下手。不过，当萧炎全部讲述完毕之后，竹坤思考犹豫了一番后，却是点了点头，悄然答应了下来。不过这龙皇本源果，其中蕴含的能量远远不是小女所能承受的，即便我出手将之封印绝大部分，但溢散出来的部分依旧会令她陷入一段时间的沉睡。而且龙岛之上，她可能会遭受到危险，即便烛火那帮小子照看得再怎么紧，但紫妍她现在还不过是5阶，恐怕一点意外都会让她陷入危险。听闻这般话语，萧炎却是笑了笑，轻声道：“无妨，从这里离开之后，我亲自陪他回一趟龙岛，帮助紫妍清除那些家伙。有着竹坤前辈您的消息，他们的反叛之心也会消弭殆尽，他也会安全很多。”听闻萧炎的话语，竹坤也是松了口气，连忙点了点头。几千年的孤寂，内心的亏欠感，让他在涉及到紫妍的一切事情上，都会大度到让人难以置信。面前这个小子，足足有着6星斗圣级别的战力，有着他的照看，想必紫妍也会安全很多。毕竟就是在那强者层出不穷的年代，斗圣级别的强者依旧是凤毛麟角，更别说6星斗圣这等级别的存在。萧炎小友，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解答？竹坤顿了顿，缓缓地开口道。而萧炎却是对此早有预料，轻轻点了点头，出言道：“竹坤前辈，有什么想问的？你这般帮助小女，甚至不惜以身犯险，潜入这里找到本皇，还打算亲力亲劳地前往龙岛，为他扫除阻碍，到底是为了什么？”竹坤盯着萧炎问道。萧炎轻笑一声，朗声回答道：“我的确有事需要得到太虚古龙一族的帮助，不过即便紫妍并不是太虚古龙一族之人，我也会帮他，毕竟谁让我和他关系不错呢？”萧炎耸了耸肩，回答着竹坤的问题，随后补充一句道：“竹坤前辈，若是未来有一个名为魂天帝的人手持古玉闯入这里，还请将之驱逐出去。”魂天帝听名字像是魂族中人，好。听到了萧炎的请求，竹坤略微思索了一下魂天帝究竟是谁，便是重重的点了点头，将此事答应了下来。得到了他的保证，萧炎的心中一块大石头悄然落下。事已至此，他已经拉拢到了对方的帮助，一尊9星斗圣后期的强者，在如今的斗气大陆上，已经可以说的绝对的至强者。不过可惜，即便萧炎尝试了一下，也无法帮助竹坤脱离这处黑暗的封印空间。看来，只有当驼舍古地洞府真正解封的时候，竹坤才能脱离封印。不过他本人倒并不是特别焦急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比起前一世的记忆中，萧炎初次见到他的时候要好上了许多。他与紫妍的提前见面，也将一些事情改变了很多。接下来的10日中，萧炎为紫妍护法，历经整整3天，略带几分痛苦的蜕变，紫妍体内的暗伤和杂质全部排除。随后在竹坤的协助下，萧炎将龙皇本源果释放了出来，封印进入了紫妍的体内。而后者也是在龙皇本源果独特的能量帮助下，整个人被莫约数丈大小的泛着紫金色流光的晶体包裹在其中，陷入了沉睡。当他醒来之后，紫妍的血脉将会蜕变到具备天皇之意和古龙之体的远古龙皇，一旦到达巅峰，将会真正意义上的成为魔兽界的至尊。足足1个半月的时间过去，
那如同陷入时空寂静一般的晶体突然凭空震动一下，随后其上出现了细密的裂痕。自从紫妍被封入晶体之后，便是守在旁边寸步不离的竹坤此刻面带紧张着盯着这一幕。伴随着震动的加剧，其上出现的细小漆黑裂痕再度扩大，随后那由极高纯度能量构筑的晶体也彻底崩裂。在其中的紫妍身形被光柱包裹，外界只能看到影子，而那原本娇小的身形在此刻却是缓缓长大了起来，成长为了一名身材极好、完全看不出之前的模样。光柱消散，露出了其中女孩的身形。只见她身着淡淡紫金色构筑的华贵衣袍的紫妍，原本的紫发紫眸也转变成了紫金之色，齐腰长发倾泻而下，娇躯修长。而且最引入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她背后陡然间出现了一对丈许左右的紫金羽翼，略显虚幻，在轻微的煽动，煽动之间，其中隐隐有着风雷的呼啸传出，震人心魄。然而这般身形不过是持续了短短数秒，还未竹坤和萧炎说些什么，只见又是光柱闪过，紫妍便是再度变回了之前白衣小女孩的那副模样，小脸上带着几分错愕和不解。显然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她也并不是十分清楚。龙皇本源果的药力十分强大，以紫妍的修为断然不可能一次性全部吸收，剩下的能量都被封印在她的体内，伴随着实力的进步而自动解除封印。一旁的竹坤解释道，这一手的封印便是他做的，毕竟以萧炎的本事，想要完美封印龙皇本源果确实有些难了，如此一来最好不过。萧炎点了点头，他能够感知到，经历过这1个半月的时间，紫妍的气息已经从斗王巅峰直接突破了大阶段，超越了斗皇巅峰，直接来到了斗宗，血脉蜕变，恐怖如斯。饶是萧炎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他对此早有预料，但是一想起自己前一世为了突破到斗宗各种千辛万苦，还冒着生命危险被人追杀，便是有些感慨。这一对比就是凸显出了差距。既然紫妍已经突破，那我们也不在这里久留了。萧炎抱拳对着竹坤说道，随后看着后者对紫妍有些依依不舍的眼神，顿了顿，他继续开口道，最多3年的时间，我保证驼舍古地洞府必将问世，竹坤前辈这段时间还请耐心等待。听闻萧炎的这般话语，竹坤也是摆了摆手，随意的开口道，本皇几千年都忍下来了，区区3年时光还是等得起的。话音落下，竹坤看向了萧炎，随后隔着虚空朝着他轻轻一点，顿时一道紫金色的光芒从他的指尖浮现，朝着萧炎传射而去。萧炎心头微微一惊，但是没有感觉到竹坤的杀意，便停止了自己下意识的动作。随后他便感觉到自己的左手手掌中似乎多了一些什么东西，伸出手来，只见一枚泛着紫金色流光的6芒星出现在了自己的手掌中心。若是将灵魂力量靠近，还能感觉到一股独属于太虚古龙的神秘威压。此乃本皇龙印，见此印者如见我本人。听闻此言，萧炎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喜色，有着龙印以及紫妍的帮助，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太虚古龙一族内部的事情。这样一来，不仅不会对紫妍的统治造成什么危险，说不定还可以少杀上一些人。这样一来，太虚古龙整体实力保存不错，和星陨阁联合之后，完全可以作为一支最为强大的骑兵。小子多谢竹坤前辈，虚的话我也不多说，我向您保证不会让你失望。萧炎沉声回复道。而一旁的紫妍也是用几分复杂的眼神看向了竹坤，并没有说出什么话，便是跟随着萧炎朝着黑暗空间的尽头飞去。竹坤也是不抱有什么希望，不过当紫妍即将离开黑暗空间的前一瞬间，他却是看到紫妍的嘴唇微动，一道微弱的声音传来，父亲多保重。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紫妍已经和萧炎离开了黑暗空间，而独自一人在古地洞府门口的竹坤，这一刻眼角却是湿润了起来，视线有些模糊，眼底中的一丝落寞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欣喜。孩子他娘，你看到了吗？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暗红色的岩浆层中，萧炎带着紫妍向着上方飞去，沿途无数的蜥蜴人瑟瑟发抖，不敢有丝毫阻拦。萧炎，我认下了他，你觉得我做得对吗？对与否，你自己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萧炎斟酌了一下，微笑着回答道。紫妍低着头不说话。很快他们2个便是自岩浆层中冲出，很快便是回到了地面上。他们一路上并没有过多掩藏自己的气息，因此在一回到大地之上，便是看到早就等候在一旁的须发皆白的老者。苏谦大长老，好久不见。萧炎微微拱手，而苏谦则是没带着几分好气，翻了个白眼的说道，你小子不声不响的带着紫妍下去，1个多月都没有动静，是不是想要急死老夫？面对有些怨气的苏谦大长老，萧炎也是打了个哈哈接过此事，旋即道，这不是紫妍恰好突破吗？待的时间长了一些。突破了。苏谦之前光是顾着说话，没有注意，这时候放开感知，才发现紫妍身上的一股让他都是感到几分压力的气势，旋即他忍不住惊叹一声，道，这丫头下去一趟变化怎么这么大？萧炎耸了耸肩，旋即道，关于这件事，你等会儿自己问他爸过几天，
我要带着紫妍离开迦南学院一段时间。听闻此言，苏千也是微微一愣，旋即神情有些复杂的看向了紫妍，点了点头，沉声道：“这丫头自我把她带回来，就再也没出过内院，出去一段时间也好。”随后萧炎告辞离开，将时间留给了两人。毕竟从名分上来说，当初将紫妍收养回内院的还是苏千，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千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紫妍的养父。经历多地下岩浆世界一行，紫妍已经有些迷茫。如果说谁可以开导他，萧炎相信苏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日后，萧炎带着紫妍告辞了苏千大长老以及内院的一帮朋友，朝着中州赶去。可以看出，原本有些陷入了迷茫的紫妍，现在已经重新变回了那般没心没肺的模样，一样的好玩贪吃。但是从他的眼底深处，却是看得到那一抹沉重。他已经在尝试着承担起一些本该就属于他的东西。初次前往中州的时候，萧炎的实力不过是斗宗巅峰，还得借助空间冲动才可以抵达遥远的目的地。然而物是人非，如今的他已经不需要那般费事。只见萧炎双手陡然一撕，顿时一抹空间的波动出现，一道漆黑的空间门便是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其中还蕴含着属于空间力量的银色光芒。走吧。话音落下，萧炎便是一步跨出，整个人消失在了空间虫洞当中，而紫妍也是毫不犹豫地跟了进去。就在两人都进入隧道之后，只见那原本漆黑的空间裂隙陡然间收缩起来，随后消失在原地，周围静悄悄的，似乎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空间裂缝之中是一条被淡淡荧光所充斥的奇异通道，通道延伸至不知名的尽头，而萧炎二人则是在这通道之中急速飞行。西北地域的蛮荒之地，距离中州足足有着几十万里的遥远距离，即便是利用空间虫洞，也要耗费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然而萧炎构筑出来的空间虫洞却是远远超过那些人的布置，在这里只要耗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便可以成功的赶到中州。如果不是他跨入了6星斗圣的层次，对空间的感悟更加提升了一个档次，恐怕还有些有力未遂。周遭千篇一律的银色光芒让得紫妍有些头晕眼花，而就在其将要闭目略作调息时，却是感觉到他们二人的速度陡然间锐减了下来。那里是紫妍远眺，远远的看到了，在那远处隐隐的有着一个银色光圈的浮现，那就是古龙岛，也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大本营。萧炎略作解释道，这一世的他虽然没有来过这里，但是前一世的记忆中，他可是不止一次来过这个地方，对此自然记忆犹新。后来达成联盟之后，萧炎也是获悉了古龙岛的坐标，可以随时进行了联系。就在两人加速即将来到光圈附近的时候，陡然间数道庞大的威压凭空出现，自那银色的光圈中浮现出来，朝着二人挤压过去。即便是最低的一道气息，也在半圣层次，其中的更是有着2位斗圣级别的气息，太虚古龙一族的实力可见一斑。此处乃我太虚古龙一族禁地，还不速速退去！一道带着警惕的苍老声音自古龙岛中发出，旋即一位身着白袍的老者浮现，面带些许警惕。而在他的身旁，更是有着7、8道身影一同浮现出来。最前方的2道身影，一道头发呈现黑白2色，身着劲装；另一道则是带着些许威严，身着华贵衣袍。萧炎一眼便认了出来，最前方的2人分别是东龙岛的长老齐幽以及南龙岛的大长老烈山，属于斗圣的气息便是从他们身上发散出来的。而至于那位白袍老者，萧炎记得很清楚，他便是东龙岛的3长老竹离，也是和萧炎关系最好的龙岛长老。太虚古龙一族，我找的就是你们。萧炎呵呵一笑说道，并没有把眼前豪华的阵容视为威胁。而另一边，诸多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们也是心底微微一沉，他们发现以他们的实力，竟然没法察觉到面前那黑袍青年的具体修为，只能感觉到深不可测，这让他们也是心生忌惮，一时间也不敢主动有所动作。别把我当敌人，我过来是带着诚意，给你们送一个龙皇紫妍，出来见见他们吧。伴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那一直躲在萧炎身后的紫妍这才缓缓地飘出，双手抱在胸前，看向面前，啧了啧嘴，乌黑水灵的眼珠子乱转，低声道：“萧炎，你不是说你在这里认识人吗？怎么看情况不像啊？”而伴随着紫妍的出现，那帮还在和萧炎对峙的太虚古龙一族强者们顿时瞳孔骤然紧缩，身形微微一僵，他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在那小女孩身上传来的最纯正的太虚古龙皇族血脉。